树起床了，赶紧的，早出门不堵车。快点，我让你爸来叫你了。快起来，别磨蹭了，快！生日快乐，妈！呀，哪儿买的？你还懂这个呢？贵不贵啊？不贵，不是名牌。嘿，谢谢儿子，比你爸强，他从来都没送过我东西。谢谢儿子，没工夫做早饭，凑合吃点吧。这也挺好。郭姐说啊，李主任爱吃鱼，我一早上净炸鱼了，也不知道对不对人家的口味。你做的没人不爱吃。今天出去玩，你跟人家多聊聊天啊，别大眼瞪小眼的，没话说。嗯。你看，人家李主任可是2中的教导主任，也不知道郭姐跟他能不能成。反正咱先跟他交个朋友吧，小树去上学也好有个照应。要好好学习，就不用照应。把手机放下。你昨晚1点半才睡的吧？定好的，12点前必须睡觉。不是我说的，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昨天晚上不是2点半才到家吗？我说错了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在家安摄像头了？上车。你早上就睡了3、4个小时，你困不困啊？没事。给我块茶饼。现在别吃，还要拍照发朋友圈呢。你今天给我好好的啊，规规矩矩的。坐稳了啊！哎，你干嘛呀？你今天什么事儿都别管啊！来，宁先生呢？忙呢。老沈，闺女该回家了吧？哎，走。哎，走。来，新鲜的，对呀，对呀。小海，小周皮皮虾了。小周爱吃，今天回家。哟，小周毕业了。哎。
多少钱一斤啊35，来2斤，算你60。那这样，小海啊，知道疼妹妹，真是个好哥哥呀。来吧，来，拿这筐。哎，小周现在找工作没？找着了，高新区的一家公司搞环保的，专业对口。小周啊，是高材生，又是985，这个月啊能挣不少吧1万多吧，没细问。哟，咱们厂啊，就你家小周最出息。哎，谈对象没？不急，他事业心强。棒。这新鲜呢？行，都进先了。哎，好嘞。哎，正好2斤。啊，怎么了？干嘛呀？这已经不少了。小周省钱，你买多了他不高兴的。哎，哟，哎呦，算你50。哎呀，哎呀，给小周庆祝庆祝。谢谢谢谢。好嘞，好，拿着。这个这 K 得2，咋？要不要？8肘10口拳，照着，拿什么炸？两人牌怎么炸呀？啊，我来，送你走。来了，漂亮。这输了。不打了，账结了吗？点什么背怎么打呀？这破厂子拆也不拆，钱也不发，打什么打？这个月贷不出来了。光子，干嘛？听我劝，拿着身份证去让派出所把名改了，叫光子，那能赢吗？就顺了，同花顺。要不叫花子，哎，叫花子。我他妈叫你妈，我叫你孙子行不行啊？啊！孙子，不打你！哎呀，你别管了，有交警呢。这得管。我今天要是去不了了，有你就行。我算什么呀？人家是教导主任，你好歹也是个干部。管妈，赶紧回来。停下！给我滚！滚！警察，谁他妈报的警？我来的够快的，行，来正好，碰瓷儿了，报发吧。请出示一下身份证。凭什么？请出示一下身份证。这咋有？行，我守法，我配合。首先都是真绝，能给警察信。你
爸肯定巴不得出什么事儿，这样他就不用去了。他就没想管我的事？那可不是啊，他就是不爱求人，也不会聊天儿，简直就是网上说那什么社交障碍。社交障碍怎么了，警察？一工作就忘了障碍了呗。有行车记录仪吗？没有，不怕碰瓷儿了。这不是碰瓷儿啊，这是2次撞击。第一次，你是车速过快刹不住车，向左避让，所以造成了车右侧的剐蹭。当时你的车速至少是90迈，没人敢碰这个瓷儿。第2次撞击是你刹住车以后，马上向后倒车，主动再次撞击。这是蓄意撞人。说的一套一套的，你说是撞人，我说这就是碰瓷儿，说服不了谁。能扶贫了。等一下交警，我有事儿。哎，别动手！我现在对你提出警告，如果抗拒，我会采取武力强制。死心眼儿啊！第2次警告。现在这么多手机拍着呢，你打算怎么强制我呀？第3次警告。有太阳就晒晒晒。怎么回事？看什么？杀人了！你给我滚出去！你把夜莎都给拍死了！你走出人家的飞象啊！又不是没下过，他飞象我才走这个。哎呀，不是那么走的嘛！是啊，人家那马就上来了嘛。你干啥呢？没事了啊，小海，没事了。坐，没事了，没事。坐下，来，妈妈给放故事，来讲故事，听故事啊。讲故事了，听。一会儿妹妹回来了，在这儿等妹妹啊。妈妈要去做饭了。乖。你鸡不成拿去，如何打下来就不见了？不
今天这虾做椒盐的，哎，小周爱吃。嗯。这墙上就缺小周的大学毕业证啊。两颗，两颗。挑食得用精气方得下来，打下来却叫就吃啊，也不得延寿。哎，吃它需用。小海呢？嗯，小海呢？哎，不在屋里。怎么了？能走了吗？我得去做个笔录，今天恐怕。你得把那座椅调一下。哎呀，温师傅，您看见我们家小海了吗？没看到，没看到，没有。谢谢。今天这是怎么了？这是，我就说刚才那一大群人肯定把小海给吓到了，是。平常受了惊吓，不是总在屋里待着吗？今天怎么跑出来？应该给他吃遍药的。刚才。王玉，别碰着了啊！来，慢点，慢点，来，往后靠，往后。王玉，别碰着了啊！来，怎么样？来，慢点。别哭了，赶紧给你闺女打个电话。哦，哎，别磕着了。张姨，看见我们家小海了吗？小海没看见，他不是跟着看热闹去了？刚才那拨人跑哪边去了？我估摸着是往老厂那去了吧。别打，我告诉他。这不是飞来的横祸吗？啊，跟着上哪说去？你想好了吗？我知道你们向着谁，不就是因为我开一跑车吗？跑车有原罪是吗？你想多了。不管你开什么车，只要你交代的事故过程跟现场的痕迹能对上就行。我受伤了，你这算暴力执法吧？不算，标准执法。我要做山田鉴定。可以。你稍等。严顿。严海平警官，我是您刚带回来那个当事人的代理人，咱们找个方便的地方说话。就在这儿说吧。这起事故啊，摄像头没拍到，没有视频证据，其实就是靠证词。说白了就是您的说法。还有受害人的说法。哎，对，主要是您的，所以啊，这个事儿可大可小。等等。
既然提到了案子，咱们就留个记录。老沈，那小海豚它把我咬了。哎，你哪儿碰到它的？哎呀，它往那边走了，嘴里还嘟噜着要去接妹妹。我一叫它，它又跟我急呀。谢谢啊。小海，小海，小海，你出来你也不跟我们说一声，你急死我们了！哎，小周也该到了。小海不急，咱们等下一辆啊，下一班，等下一班。他们赔偿你多少？我的电话，他要耍赖，就找我。老李，你今天不是休假吗？碰上点事儿，处理了一下，这就回去。哎，新来的。抱歉，随地吐痰，我认罚，给掏100。快点儿。算了，走吧。抱歉啊。来，擦擦。警官，这鞋可是意大利进口的。哦，那我掏200。没事儿，一双鞋嘛，脏了就扔了。嚣张个屁！都来。哎，东队，海兵，你也来吧，假修不成了，来。石江峰今天来报道了。没记错的话，是2中队接手的吧？对，2中队档案队。2中队老赵带着去追逃去了。先跟你去3中队吧，有个事儿得马上去。刚接到报案，畜牧场有人闹事，故意伤人，伤者已经送到了医院，正在抢救。嫌疑人逃到了老厂区，让群众围住了。你去办。3中队是档案队吗？连海平手里不分档案，小艾，去吧。舒适的人模狗样的，下班有相亲去呀？啊？啊，照片呢？我看看，给你扒扒关。哎，你今天相了得有50多次了吧？没有，才9回。哎，我看看。你看，哟，不领枪吗？不用。先来第1天，先领把钥匙。
不等了吧？该回家做饭了我啊。对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。哎，怎么关机了？会不会咱们出来的时候没碰到小周，他自己回家了？哎，小海，哎呀，您好，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。还是关机。哎，要不给岳春夏打一个？哦。喂，春夏，我沈叔叔。小周还在学校吗？他手机关机了。啊，好，谢谢。春夏说，小周昨天晚上没回宿舍。那，要不你去学校看看去？哦，对，那我去看看。哎，你看见岳春夏，别跟他说他爸的事儿啊，岳厂长不让说。啊。这次被打的是厂长岳红兵，具体情况不明。旭日厂以前是化工厂，后来改成了化纤厂。从解放一直都是咱们市的龙头企业。后来不是改制了吗？改成叫旭日什么什么公司，大家都不爱叫，还是管它叫旭日厂，管老总还叫厂长，说是听着亲切。职工加上家属得好几万人呢。哎呦，哎，你慢点开，这不是所有的车都知道让着警车的啊。几年前厂子关停，很多职工在就业，老厂区也在等待拆迁改造。停。我说能过吧？哎，我跟你说，你这么开车，群众会骂你的。后边停车。停车。小齐，你开，没问题。进来吧。啊。叔叔。啊，小周回来了吗？春夏。哎。沈叔叔。他昨天晚上就没回来？没有。哎，你们都见过小周了吗？没有。没有。本班本系的都问了，都没见过小周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哎，那个，要不报个警吧？让下，兄弟们，你冷静点！看，别过来，别过来，听到没有？对后，别冲动，冷静点，冷静。好，冷静不跑，追了一天还追。啊！原来旧的污水处理站，有什么可看的吗？你
们这些傻子什么都不懂，老子是英雄，是咱们厂的大英雄。他岳红兵把他们厂的地皮贱卖给开发商，咱们买安置房还需要花高价。他岳红兵吃了多少回扣啊？他不是个人吗？他配做厂长吗？光子，我下来，这电池里都是工业废水，你掉下去，骨头都化没了。你给我下来！池子里是什么水啊？没有他说的那么吓人，这是污水的最后一道沉淀池，经过处理的废水已经达到了排海标准，直接饮用那肯定是不行了，但是也没毒了。再说了，这都停工几年了，再加上下雨，海水倒灌，早就稀释了，没事。你现在排污管是连着海里的，你要进到海里就完蛋了！快下来！快下来！这话倒不假。大家都听好了，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大丈夫兮何惧生死？来，老子死！我从后面扔回去，趁他不注意，把拽下来。啊，老子是英雄！哎，是咱们厂的大。这光子的家人在哪？哦，他家里面有个母亲，腿脚不方便，估计这会儿不知道这个事儿呢。把他妈弄过来。别过来！别再往前走了！光子，我是警察。你爱谁谁？听我说，岳厂长现在在医院，没有生命危险。你把东西放下，你先过来，啊！我跟你说，光子，你到目前为止，你真没犯什么大不了的错，你离那绝路差好几站呢。你这么多人看着好不好看？我管你多少站，老子现在是大英雄！领导，快！手给我。来。停手！你傻啊！搂我铁棍不放！起来吧，跟我们走。水底下还有个人，还有个人。您别着急，是不是失踪不一定，大多数情况下不到1天人就回去了。他的同学和老师昨天下午就没见到他了。我女儿很懂事，从来不会不打招呼就。您先等等，我整理一下情况，报给负责的同志处理。好。水下还有什么？你看见了吗？没注意。我再去看看。受伤了？啊？哎，没事，小伤。你别吓他。真没事。先去处理一下伤口。不用，快去看看。回来。我得对你的安全负责。活下。结束了，走了。走。上面的下来，撤了，走了。下来是不是有东西呢？没有说话，没有。走啊！撤了。
有吗？有。女性，他杀。他杀？一只脚被切下来了，叫支援吧。先把城门关上，在场的群众先不要离开。兄弟们，相机、电池带够了吗？别再像上次似的。带够了。啊，可真的检查好了没有？东西都带齐了。好嘞。后门快点。所有群众信息都要记录，所有指纹、鞋印都要留下。东西带够了吗？够。抓了只脚。希望不是啊。这现场都踩成这样了，留鞋印有用吗？新来的吧？我跟你说啊，这破案就像稻草里找针，你光有膀子力气没用，你得耐着性子慢慢抠，99.9%都是白费功夫，就剩下那0.1%，还未必有用。哎，把这个看见了吗？哎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哎，让一下，站住！哎，这人干什么呀？站住！站住！哎，你干嘛呢？哎，别动！你干嘛？我挂在炉子上了。姐，哪来的？我早上带了日记呀，我没关火呢，就在炉子上炖着呢。不信你跟我回去看看去。是真的，他早上在门口杀鸡，弄了一地鸡毛。走。身高大约1.65米。来，帮我翻过来。回档，快，慢点。初步判定手法一致，这要是老赵可就麻烦了。什么意思啊？老赵是谁？老赵是2队的队长，今年3月份他有个案子，也是个年轻女孩，也断了一只脚，到现在没破案呢。同一个凶手作案，还不能下结论。那这案子是不是还得归2队管啊？一直在水下，无法精确判断死亡时间。初步估算，昨天晚上10点到12点之间。要不是出这个事儿啊，还真发现不了他。别过去！别过去！冷静！冷静！干什么？别动！如果是，那案件就升级了。等老郭进一步的检测结果吧。老赵去追逃，顺利的话，明天就能回来。如果案件升级，恐怕就要成立新的专案组了。死者身份查明了吗？是死者的一个朋友，叫杨涛，也是旭日厂的子弟，认出来了。死者叫沈小舟。沈小舟。
石强峰的档案，警院的评语是可造之才，几次大比武成绩都名列前茅。不过，在进校之前，未成年时期有过社会经历。什么经历？流浪过几年，年轻气盛吧。据说打服过不少爱挑事的混混，不过也没有做过什么恶，也没入过什么团伙，要不然也不会进警校。在校期间啊，头2年极其难改，被通报批评过数次，击打过2次，还差点被开除了。是个毛糙小子，那就看我们怎么打造他。怎么样？今天用着还顺手吗？啊，要是用着不顺手，老赵回来，让他还回2中队，让老赵去打磨他。连队，哎，要是同一凶手作案，很可能不止2起。我去市局看看还没破的凶杀案。断脚的，就这2起。凶手的手法会升级啊，说不定他以前没想这么干呢。等法医检验结果吧。干什么去？去同学家写作业。我在小区门口看见几个学生正在讨论到哪儿去打游戏，是在等你吧？怎么会呢？接吧，开免提。早点睡吧，昨天晚上少睡了2个小时，今天补上。见到教导主任了。哎呀，他有事儿没来。我看郭姐跟他是成不了了，埋怨半天，嫌人家家房子小。鱼呢？都让郭姐吃了。哎，你是怎么知道昨天晚上儿子1点半才睡的？我昨天晚上2点半到的家，看了一下他的手机，充电量是35%。他不把手机玩没电了不会撒手的，平常充满1次需要3个小时，昨天只充了1个小时，这说明1点半才充的。有你这个爹，儿子挺难的。什么呀？生日快乐！你还知道送啊？哎呀，年轻的时候都没拍，现在老了还拍什么呀？浪费这钱。我市沿海老工业区的改造开发即将进入新的阶段，这将是我市最后也是最有价值的板块开发。未来沿海区域整体设计遵从绿色环保、持续发展的国际标准。小孩，哎，坐这会儿，坐这会儿，擦头发啊，这是的呢。好，自己擦，他帮你铺床啊。通过微生物与耐盐植物的协同作用，
退化的生态系统逐渐苏醒，厂房旧址之间，新型自然镇与生态廊道交织生活。这场自然环境开发改造，或许将重小周出差了啊。出差，出差，出差，谢谢。还有这个，麻烦您帮我找一下。95年的，和现在的有关系吗？我想看看。啊，在这里的3场，你自己找吧。要喝水自己接哈。哎。林海平，小海，老公没回来。小周出差了，去工作了啊。工作。到北京出差了。到北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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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到这么早啊？什么时候起的？有案子，醒得早。我吃过了，走了。哦。连队，厂房里都找过了。哎呀，
都找了，什么都没有，所有上了锁的门，这小鸡都给捅开了。你说第一现场会在哪儿呢？这切下来一只脚，那得流不少血呀。会不会是在水下进行切割的？不会，看断面儿应该是电动工具。那就是在别的地方切，再转移到这儿。再找找，我会队里。哎，连队，郑浩刚今天该回来了啊。再见。回去吧。我当时手里正按着一个，那小子冲我后脑勺来一飞锤，我就听脑后风响了，想躲也来不及了。队长，头当时离我有几步远，人没到，手先到了，我就听咔嚓一声，我以为我脑壳裂了，头哼都没哼，回身单手就给那小子放倒了。瞎吹什么呢？我长臂猿，滚！回来了。海平，哎，我知道啊，来，到。锤子呢？传达室老刘借走了，这螺丝又掉了，找个钉子钉两下啊，用点力。有点力。到底什么案子？我说呢，冯队，问他们什么案子，一个个都不跟我好好说。有结论了吗？有。这是今年314案的受害人王一山，你对手。我先总结一下共同点：王一山机械性窒息致死，沈小舟眼筋膜有出血点，手骨断裂，应该也是恶性导致窒息。下一个共同点，受害人都被切掉了一只脚，但王一山是左脚，沈小舟是右脚。第三个共同点，切割工具，根据王一山案，我们基本上可以判定，切割工具是这种电动锯骨刀，单手和手持，全市都排查过了，没有发现购买这类工具的可疑目标。我怀疑是异地购买或者是网购，我们正在扩大排查范围。王一山的那个切割面是不是要更平整一点？可以这么说，不过手持用刀，下刀不会那么精准。最后，他们的性侵方式不一样，沈小舟遭遇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性侵，应该是一种义务。我推测，应该是这种多面柱状体，表面光滑。这种形状的东西不常见啊，应该是凶手随身携带的。如果是同一个凶手，他的变化有点异常。异常什么呀？就是个变态。珍珠，干嘛呢？跟你说话呢。锤子放下。你谁呀？哎，不是，你怎么进来的？我活在你谁呀？你谁呀？哎呦，林子，起来。林子。情况就是这些，两起案件都没有 DNA 证据，只能研判。是不是同一个凶手连续作案？大家说说看法。我说肯定是，同一座城市同一个区，出现2个用电锯断脚的凶手，可能吗？有种可能，是模仿作案。不可能，
313案没有对外公布案情，而且王一山是在废弃印井里被发现的。沈小舟案要是模仿案，干嘛费劲巴拉的扛到蓄水厂？随便找个下水道扔了多方便。下水道很容易被发现。要是模仿作案，还怕被发现吗？不就为了栽赃吗？连海平呢？不知道，50%的可能吧。断脚，相同的工具，而且选择工具的特殊性，都是比较明确的标记。另外50%呢？杀害王一山的凶手戴的手套，沈小舟的颈部淤痕上有细小的月牙状伤痕，直接印没戴手套。还有，王一山有防御伤，手腕、脚腕都被捆绑过，沈小舟没有。沈小舟只是在腿部、脚跟部有刮擦痕，这是地面偷摘所致。我有个疑虑。控制被害人的手段、性情方式的差异，如果是同一个人，是什么让他改变了作案的习惯？另外，一个是左脚，一个是右脚。我觉得有一种可能，王一山案的凶手是左利手，沈小舟案的是右利手，切哪只脚就用哪只手，牵强了吧？那要是被害人趴着呢？都有可能，所以我说没有科学依据。大处相同，其他都是小节。同一个凶手作案，手法也不会一成不变。我的态度啊，凶手就是同一个人，应该并案侦查。目前我倾向于这种看法。一旦并案，成立专案组，你们2个队都得上。这313案是2中队的，仍由2中队负责。我任组长，赵厚刚任副组长，3中队配合，有没有意见？没有意见。接下来的调查方向有什么想法？如果是同一个凶手，那么选择被害人有2种情况：一，选择自己认识的被害人下手。那么王一山和沈小舟有什么联系？王一山，社会闲散人员，初中文化，没有固定工作；沈小舟，大学生。他们有什么交集？如果有，那凶手就在这个交集里。二，凶手随机选择被害人，那就难办了。我说个情况啊，我们发现王一山死前借过一笔高利贷，很有可能和他的被害关系密切。这次追逃啊，我们抓了这个团伙的一批骨干，这些人现在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，根本不承认和杀人案有关。他们说实际管事的是一个叫沙红利，外号老沙的人，就在临川，深藏不露，谁都不知道他在哪里。邱局，分队，我打算继续跟进这条线。沈小舟这边嘛，还是老连吧。我提个建议啊，查一查他有没有贷过款。现在大学生贷款的很多，我们2个组谁有进展，随时碰头。好，就这么安排。我呢，我现在还跟3队吗？还不问呢，我们也不缺人呢。拿着。那就还跟我们吧。给我倒杯水吧。汤，晾晾。我拿个橘子。让春夏来一趟吧。不告诉他。
等他料理完学校的事儿，回家自然就知道了。岳厂长，哟，哎，别动别动，您怎么来了？这金海1号开盘千头万绪的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这是金海集团的李董事长，梁副总。哦，我爱人杜丽。你好。你好。来，请坐。坐。怎么样？没什么大碍吧？啊，没事儿，我头铁。哎呀，不能大意。你要是还有什么不舒服，你跟我说，我给你把北京的专家找过来。真的不用，转天就出院了。啊，换一间特需病房，找最好的护理啊，这事交给你了。放心，董事长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一会儿呢还有点事儿啊，陪岳厂长好好说说话。好嘞。啊，哎，不动，好好养伤，好好养伤啊。好，您慢走啊。再见啊。换病房。你去楼下买几个豆腐包吧，医院的饭实在吃不下。哦，好。巡视厂出了命案，这下麻烦了。我刚醒就知道了。听说要不是因为我，还发现不了。死的是个女大学生，社会影响可不小啊。父母都是老职工，可怜啊。这次属于恶性案件，报案之前，我们所有的计划恐怕都要搁置了。只能这样，等破案吧。薛厂长，就算破了案，旭日厂那块地皮，跟你说实话，董事长犹豫了，还说呢，找个大师爷看看。我理解董事长的顾虑，不过之前不是谈得挺好的吗？不能因为一件事儿，你们给让步。光我让步也不管用啊！哎呀，我头再铁，再让人批一下，也就报销了。那怎么行？我们给你做一个金盔戴在头上，重点保护。该不该并案，你有保留意见？是。目前的状况呢，并案是对的，联合优势力量可以调动更多的资源，1+1大于2。对。沈小舟这条线，线索都要彻查，老赵说的方向也要兼顾，好好配合，抓紧破案。行。哎，等一下。我话还没说完呢，海平啊，你的业务能力啊，全队有目共睹，都很服。我看你平常办案、走访、调查，包括审讯，话都说得很精到，沟通能力没有问题啊。怎么不办案的时候让你多说一个字都那么难呢？办案有办案的需要。这个药得嚼，粘牙，耽误功夫。海平啊，平常呢要多和同志们沟通，不然这可是你的短板。冯队，您还有别的事吗？
窝了。大队长这个位子，2个人选，你和赵厚刚。老赵虽说调过来才2、3年，可是人家没有掉过链子。这次追逃又负了伤，市局领导都看在眼里。可是你呢，就是离领导的视线太远。今天早上在大门口我都看到你了，跟市局领导打个招呼说说话，能要你的命是怎么着？啊，彭队，你就是太内敛了。人选就2个，你和老赵，我不偏不倚。但是平心而论呢，你在这方面受你的性格影响，有点吃亏。哦，对了，这石强峰跟着你也好，难带的队伍也要带，好好打磨他。哎，跟我来。去哪儿？这蓄日场周边啊，正在拆迁改造，探头都没有到位。距离案发现场最近的一个探头，也在2公里以外。这个，还有这个，看哪个，你吩咐吧。按你的这个推理，离案发现场没远一个路口，发现嫌疑人的几率就下降多少来着？75%。也不知道你怎么算的，这3个滩头，几率和面毛吧？太远，周围的小路又多，你就凭经验看，这案发前后过了多少辆车，先有个概念。关键是咱们找什么车呀？汽车、摩托车、3轮车还是自行车？现场被上百群众踩过，这确定不了运输工具。那就是所有能藏人的车都算。那个新来了，给我准备好眼药水啊，买最贵的那种。好，我去买。哎，回来吧，逗你玩呢。我这儿啊，不缺眼药水。水小呢？这儿呢。啊，空调老响，我修一下。沈小舟所有的通讯方式、手机、社交软件，大先生能用到的都查一下。通讯记录好查，但是聊天记录一般都是保存在本地的，没有他本人的设备有点难查。能查尽查。另外，查一下和这个王一山有没有什么交集。好。你好，石强峰。你好。哎，真不想哎。
小周回来了，我给你热饭去啊。妈，你快出来！啊，哎，这什么呀？旧的不是坏了吗？用新的。哎呦，你说买它干啥呀？这浪费钱。不浪费，你看看你这手都洗成这样了，以后就用它洗，听我的啊。小周，多少钱买的？不贵，你女儿还买得起好吗？看你这孩子，好好学习就行了，不用你赚钱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妈，你试试看啊，调到混合了之后按开始。那我现在点啊。啊，对，来，哎，小孩子，又断了，又断了。去沈小周家。还是您开吧，我见习一下。都是刑警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跟玲子误会而已。我无所谓，大不了让他打回来。再打就违纪了。昨天晚上看卷宗了，有什么收获？意外收获。是吗？说说。有个平宁区的案子，去年7月，被害人跟沈小周很像，我看有可能就是这个凶手。去年7月，平宁区，被害者叫金元。是。外来务工，酒吧服务员，机械性窒息死亡，没有性侵，没有断脚。那个案子你参与了？没有。那怎么记这么强？全市没破的案子都了解一下，没坏处。那我今晚继续查。上了案子，别心急。破案不是个一蹴而就的过程，靠耐心，不靠热血。我这人就是心热，做不了冷血的人。坐这儿啊，听音乐，乖啊，听。小兔子乖乖，把门开开，快点开开，我要。沈小周上次回来是什么时候？上个礼拜天。回来有什么事儿吗？
没事儿，他每个星期都回来，给我们帮帮手。小海也想妹妹，几天不见就问他，说起来，她是妹妹，更像是个姐姐。沈小舟平时有没有给过家里钱？给过，我让他自己留着花。那台洗衣机还是他买的呢。他从哪来的钱？他平时出去打打工，做个家教什么的。他有没有贷过款？贷款？不会。小周花钱仔细，能省就省。你们跟街坊邻居的关系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矛盾，得罪过什么人？没有，我们街坊邻居都好。那沈小舟有没有给你们说过他在学校的烦心事儿？他只说好事儿。你们见过这个人吗？他叫王一山。沈小舟有没有提过这个名字？是小周的同学吗？不是。啊。我们得看看沈小舟的房间。他不爱收拾，也不让我收拾，说收拾了找不到东西。废物利用，挺环保。小周就这样，能省就省。沈小舟有男朋友吗？没有，他没说起过有。没有。他有电脑吗？有，没带回来。什么样的电脑？就是那样。好，知道了。技术部查过了，不是手机号，也不是社交账号，不知道是什么。我猜可能是什么网络账号的密码，注册太多了，记不住。纸条上有灰尘，说明放在那儿一段时间了。那跟他被杀没什么关系吧？也许吧。沈小舟本来是20号回家，为什么19号晚上就出现在旭日城？不一定是他自己回来的，别处被害被挪到现场，也是有可能的。如果不是在这儿被杀，为什么跑到这儿抛尸呢？我看就是那种随机选择目标的凶手，用电锯把脚锯掉，这是变态人格，根本就不是什么高利贷团伙。沈小舟就是在修车厂附近，被凶手给碰上了。那地方又荒又破又没人，就适合作案。理一下他的时间线，去一下南方理工。警察同志，你能告诉我小周是怎么死的吗？沈小舟是死后入水吗？气管、肺部都有呛水，说明他在水下曾经有过意识，可能很短暂。不过体力不足，孩子最终没游上来。他痛苦啊！我再猜我就要疯了。不痛苦，
昏迷了，感觉不到痛苦。沈小舟他爸是真爱自己的女儿，当父亲的哪有不爱自己儿女的？那可不一定。我当过3届的辅导员，沈小舟是我见过最出色的学生，真是让人……哎，岳春夏，这2位是警察。警察？你们找到小舟了吗？这个是沈小舟的。对。春夏，出来一下。有没有电脑？我找找。没有。你不是环保专业的？不是，我是工商管理。你知道沈小舟有借过校园贷之类的贷款吗？没有，为什么要借钱？小舟平时根本不怎么花钱。你最后一次见沈小舟是在什么时候？就那天，19号吧。早上我出门的时候，他还在宿舍整理行李。几点钟？大概8点半。是在畜牧场发现的他。可是他说他20号才回家呀。你爸是岳红兵吧？要不是你爸被敲了头，我们还发现不了他。我爸怎么了？放假了，很多学生都回家了。其实昨天沈小舟父亲来，已经打过1遍电话，现在只能再问一下了。说不定19号还有人见过他。19号我见过沈小舟。哎，陈辉你在啊？陈辉跟沈小舟一个班，是成绩最好的学生。沈小舟不是最出色的吗？综合来说是的，2个人成绩嘛不分上下，有时候陈辉发挥得更好一点。你19号什么时候见过沈小舟？下午，环保社团有个告别会。沈小舟是会长。几点钟？1点半开始的，我很早就，2点之前就离开了。告别会是什么时候结束的？你知道吗？那天有很多人用手机拍视频，你们随便找个那种低年级的社团积极分子问一下就知道了。沈小舟出事了吗？好的，找到了。这个同学说告别会那天3点就结束了，沈小舟说要外出，就往学校西门去了。学校大门有监控吧？有。另外，这个同学还拍了视频，你要吗？发给我吧，谢谢。好。大家都知道，我是畜牧场子弟。在几十年前呢，大家还没有什么环保意识的时候，都半个钟头了，是这个门吗？唱歌。哎，你们学校有几个门啊？3个。是他吗？是他。他怎么还认识社会上的朋友？
应该是手机叫车。他刚才查看了一下手机，如果是朋友的话，他应该坐在前排。沈小舟这么节俭，他会叫车吗？他不应该坐公交车吗？如果他是个守时的人，在赴约将要迟到的情况下，也可能叫车。他的目的地是个关键线索。把这个图像发给隋晓，让他处理一下。大陆应该能认出这个车牌号。用公务机拍照，不要用个人手机。茶叶，提神的。图片经过清晰化处理之后，还是有疑位看不清楚，我就把所有的可能性都试了，最后锁定了一辆车，是迅成公司的一辆快车。行程已经跟他们要了，他们推3阻4的，说明天给。明天再催一下，这辆车3月13号的行程也要调取。好，谢谢啊。隋晓的工作能力还是不错的。你跟他是校友，他应该比你高一届吧？到了，就在这下。你回去吧。啊？走吧，医院晚上不让陪床的。那你自己行吗？没问题，这不还有护士吗？好，那好，有事儿你给我打电话啊。马叔，身手不错呀。别玩了，老马。工会派人来打扫了，你肯定吃了吧？吃了怕什么？接着再啃呐。这个味道好。哎，怎么不啃了？我看了95年的卷宗，我妈的案子，知道她是怎么死的了。我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他这辈子挺糟糕的。虽然说案子已经破了，凶手也抓住了，可就是他死的时候太年轻了。那年我只有4岁，而且我还看见。你看见什么了？没什么，他走的时候连句话都没给我留下。他没留下话，不代表他不想你。如果他看到你现在的这个样子，别提多高兴了。可惜他看不见。你查过你父亲的下落吗？
没有。现在科技这么发达，如果你想知道，我不想查，我也不想知道。扔下女人不管，肯定是个混蛋。不重要了，有你呢。今天晚上就住在这儿，自己铺床去。没事没事，很快就出院的啊，不哭，不哭不哭，没事。爸，小周死了。在几十年前呢，大家还没有什么环保意识的时候，旭日厂厂歌有一句自豪的歌词：黑烟划破蓝天，铁水蒸腾大海。就好像这还是一件特别值得骄傲的事情，但是那个时候他们还不知道，许多职工的健康在悄悄地恶化。我哥哥，他就是污染的间接受害者。我真的很希望他能拥有一个健康的人生。我觉得呢，环境保护其实就是一个人类自救系统。大家都知道的，地球是不需要我们拯救的，对吧？我们要救的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呀，而自救其实就是清除和改善那些腐蚀着我们人类生态系统的东西。虽然我们现在的专业被称为4大健康专业之一吧，但是我觉得呢，我们将来要从事的职业，有时候我在想，就像是医生或者警察，他们都在挽救生命，我们也是，我们应该为此感到骄傲，感到自豪，而这份事业呢，也值得我们奉献一生。秩序在动线，断壁残垣，谁冲破的遮掩，忐忑不安。黑暗中是谁在盘旋？灰暗难辨。
又是谁推让着坠下深渊？最微弱的我开始摇晃，无人阻挡。暗戳戳的绝望，眼睛上找不到希望，最脆弱的笑，被谁迫着无声冰凉，淹没的真相，无声滚烫，等待着。第一现场还没找到。哎呀，全场扒了好几遍，没有。信城那边回复了，3月13号，王一山并没有叫过这辆车。沈小舟当天的目的地是开发区的绿城环保科技公司。绿城？绿城是他本来要入职的工作单位。车辆刚走到一半，行程就被取消了。司机信息呢？找了一堆借口，还没给。哦，沈小舟的行程刚一被取消，就接到了一通电话，时间是4点05分，来电人叫岳春夏。岳春夏？昨天他没提这事儿啊。啊，还有，我查了沈小舟所有的通讯录，还有通话记录，跟王一山没有任何交集。我说吧，随机的。走吧，去问问岳春夏，跟他们要这个司机信息。不行，就找冯大队。好，我找局长。我昨天看了沈小舟的视频，没想到他对警察的评价还很高。还有医生，他这个观念是不是有点像90年代，还把警察当英雄呢？你了解90年代吗？电视剧呗。不管是什么时代，只要是喜欢医生和警察的女孩，一般都是正直善良的人。为什么？可能他们都是希望这个世界更好吧。你见过不少这样的女孩？不多。你刚当警察那会儿，是不是特受欢迎啊？没有啊。那时候眼光肯定特别高，高标准，严要求。你爸还好吗？有个事儿，请你回忆一下。6月19号那天下午，你是不是和沈小舟通过一个电话？对，打了。你昨天怎么不说？他都说什么了吗？没说什么。我问他在哪儿，我想找他逛街。他说他还有事儿要办，而且手机马上要没电了，没说2句就挂了。他没说他要去哪儿吗？他叫了辆车，为什么中途突然下车了？你知道吗？对，小周说他遇到一个流氓司机。司机信息查到了，名叫吴波，有流氓罪前科，因为抢进尾随坐过牢，但是现在的手机位置找不到，手机关机了。这是他注册的出租屋的地址。让老郑、小齐带人过去会合。抓他一个，我自己足够了。抓人不是去打架，目的是把人控制住。你是不是看我档案了，就觉得我会冲动行事？
警察办案要尽量避免受伤，咱们受伤歇一天，就少抓一。受伤了我也不会歇着。警察的职责是尽最大的可能消灭犯罪，不是为了让自己痛快。个人英雄主义不适合警察。他们已经出发了。连队，这是房东。跟赵组长汇报了吗？赵组长。啊，他们好像是发现了这个高利贷团伙的线索，全队都拉出去逮人去了。吴波的车在哪儿？那个红色汽车没见着啊，会不会不在家呀？也可能故意把车停在了别的地方。把楼后边两边都把住，先不要过人。这边。这里头，这儿，9、7、6。没有。什么味儿啊？腐臭。这什么东西啊？金钱肉啊！啊？驴鞭，这哥们儿够能补的。这得放多少天了？我一直没回来。不到2天，天热孵化快。吴波应该是前天晚上离开的。这公司不查犯罪记录吗？什么人都可以当司机。哎呀，这2年跑马圈地抢市场，会转方向盘的，都能当司机拉活。你看吧，过不了几年都得老实。连队，这是第一现场吗？不是，地上只有1种脚印儿。会不会是扛回来的？晚上10点多，周围这么个环境，扛一个人回来，不被发现的几率有多大？让隋晓查一下沈小舟那个笔记本电脑的具体尺寸，精确到毫米。好。还有一个。大概。还有一个。大概。有2个人蹲守，以防吴波回家。
人眼熟啊！我这那小子，哎，他怎么当警察了？他？那谁啊？连海平，是个厉害的角色。名儿听着耳熟，就是他把老于的场给端了吧？啊，这人不好对付啊！不好对付，就想办法对付。嗯。哎，找着了，是这辆红色的长城吧？昨天上午出城了，走国道往西去了。往西就对了。吴波可能回老家了，青州市黑县吴阳庄村，我现在带人过去。黑县。老赵刚才来电话，他们那边破空了，他还在青州。这老赵的老家不是黑县赵家村吗？啊，我让他顺便回去看看父母，明早回来。吴阳庄，让他去。他胳膊不方便吧？没事，林子在呢。好。出发吗？不用了，赵组长他们正好在黑县，先看看情况。今天先休息，回去待命吧。哎，今天的总结报告写了吗？已经交了。好，我这一眼看见仨错别字儿，哎。爸，喂，哎，我是。吃块肉。啊，我知道了。放学吧，妈，我们有任务。啊，那不吃饭了，我给你拿点春卷带上啊。爸，慢慢吃啊。这么急呀？走，走了，叔叔啊。来，拎着，带着路上吃。哎，谢谢阿姨。那叔叔再见啊，阿姨再见。再见，再见。峰哥，我没认错是你吧？我是八串儿啊。八串儿。王八串儿啊！峰哥还记得我，荣幸荣幸。来，拜拜传说中的峰哥，铁路西。哎，打住！你现在在干什么呢？送外卖啊，我们都是。行，有个正经工作就行。峰哥，能赏脸跟兄弟们一块吃个饭吗？我们请撸串。对，兄弟撸串。算了。听说峰哥现在是公家人了，跟我们坐一桌，丢脸吧？我请。拨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你这儿一个。哇，好，哎，来，一个，峰哥，你这儿一个，来。来，再来。
快车司机靠不靠谱啊？连海平，不靠谱的手手。那要真是个司机，我们这3个多月面子往哪儿放？别那么小心眼啊，报案比面子重要。哎呦，来一块儿。赵代，我这在这赵文春就是个祸害，从小惯坏了，长大了耍流氓，今天全家人都抬不起头来，什么活都不干，天天给家里要钱要车，说是没有车让人看不起，找不到媳妇儿才去耍流氓的，屁话！他把在市场干活了，砸断了腿，还真用赔偿款给他买了一辆车，你说糊涂不糊涂？有了车就跟那高人一等是咋的？这小子出去半年，都没怎么回过家，图啥呢？你没见着车呀？他到底回没回来？没有，他是重点关注对象。他回来了，我们肯定知道。他这房子就一个门。对。喂，确定没回去吗？行，那你们再盯盯。我今天去看了个房，金海1号。郭姐非拉我去看那个景，不过吧，那海景房是真漂亮。看着看着，我就想啊，要是咱们家能住在那儿就好了。有个120平米的3居室，全部朝南。郭姐说特别适合咱们，这样呢，小树也能有个大点的房间，你也能有个单独的书房。我也就是想想，咱们也就刚好付个首付，还得挪用小树上大学的钱。买呗，我不打算上大学，上大学也没什么用，大学毕业工资那么低，回报还赶不上投资呢，要挣钱用不着上大学。但是我知道你想让我上警官大学，我不去，逼我也没用，还不如节省4年时间，早点开始挣钱。我可不想过你们这种日子。从哪儿学的这些观念？谁教他的？这都什么价值观呢？你一天到晚不在家，就别管我的事儿。我的价值观我负责。我天天工作是为我自己吗？不知道，反正不是为我，我又不需要警察来拯救。别吵了，哎。也没见你冲外人发火，一回家怎么就变样呢？涛儿，啊，你睡会儿，我盯。不困。歇会儿吧，一夜没合眼了。没吃止疼片。谢谢啊，主任。吴波回来了。不可能了，我盯了一晚上。有人看到他的车了，红色汽车。对，红色的。我们村就他一辆红色的车，在哪儿呢？啊？哎，对，就那辆。跟上！醒了怎么办？拿下！这路太窄，撒不开呀！要让他跑了，我揍你！哎，小心！走啊！快点，快点啊！上！哎！别跑！别跑！停车！停车！熄火！下车！警察，快点！
过来，干嘛？哎，干嘛呀你们？哎呦，叫什么？我是不是吴波？稳住！你他娘叫我干什么？他不是吴波。车哪来的？改一遍，重新打出来。吴波没出城，藏在他一个老乡家里。开车回老家的是他老乡。再见。又跑了？不会吧？他怎么得到消息的？没有跑，买烟去了。烟瘾大，这都是一天抽的。那等着。老郑，嫌疑人暂时外出，随时可能回来，你们藏好了，小心别被看见。稍等，稍等，我起来。别动！跑了！怎么了？站住！惊了！走开啊！哎，水哥，赶快来！我给你追回来。哎呀，真是！站住！不跑了？别装了，3个车还能摔死你，装死也没用。别动！一大单，
根本没碰他。警察办案要遵守办案的纪律。不是我打的，我跑过来他就趴地上了。不信看监控。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喝酒了？你看见了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是警察，下班喝酒也要报备。我没喝。你先回去，等我通知。没事吧？哎，连队，叫救护车。啊！这是诬告！我以我25年的警龄保证，连海平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我也相信他是受诬告的，可我没法跟他们说呀。我以我30年的警龄担保，梁海平绝对没问题。身正不怕影子歪，我相信梁海平经得起考察。我是怕耽误他办案。这，哎，老方，你说梁海平扛得住吗？啊，难扛。越是他这种不吭不哈的人，被泼了污水，越是难接受。哎，哎，秋红，老沈呢？不见人，不说话。进来坐吧。老沈这个人呐，文气重情，就让他一个人在屋里待着吧。叔叔，春霞，我问你，小周在学校有没有仇人？他那天晚上去哪儿了？你真不知道？我不知道，叔叔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你们是好朋友，住在一个宿舍，你怎么会不知道？他没告诉我，对不起，叔叔，都怪我。老沈，别激动啊，当心身体。就别逼孩子了，他怎么会知道呢？对不起，春霞。我太心急了，耐心点啊！等等警察，他们会查出来的。我等不了了，太难熬了，我真想去死。可我死之前，我要看到凶手先死。为了小周别死不死的，你得活。亲子鉴定的话，为了准确，我们要进行2次鉴定，啊，加上我们结果的审核，一般要1周时间。请问是怎么取样的？规范吗？杯子口上血的，能验吗？其实如果方便的话，可以把孩子带来。孩子？不是，我再想想。好。芹菜，快点，肉老了。盐呢？盐。哎，你别给我捡添乱。以后我做饭你别跟我捣乱，咸了。喂，你去哪儿了？怎么不在队里啊？外边吃饭呢。你不是被停职了吧？谁说的？没有啊。
你赶紧跟连队做个检讨，好好说说。他人好又聪明，不会冤枉你的。你以后啊，少往我这儿跑，多陪陪人家姑娘吃饭。我这儿有工会的人常来照顾我。你知道连海平吗？知道。你现在跟他了？嗯。你小子好福气啊，那是个有本事的人，真的。行家伸手就知有没有。有一次他到我们大队来联合查案，好，那案情分析的，就像那个外科医生做手术，下刀是又准又狠。他是我见过最会查案的警察了。当然，他这个人嘛，平时有点儿，不善言辞，让人觉得不好交往，所以很多人不相信他。但是论业务能力啊，我是绝对服气的。你小子跟他，你等着长本事吧。啊，还有，刚才那姑娘说的是对的，如果你没有犯错的话，他绝对不会冤枉你的。我们前天查到线索，高利贷团伙的实际控制人老沙红利躲在青州，我们立即赶到青州实施抓捕，扑空了，住所没人。我们在其住所的垃圾桶里发现了这张机票打印单，是2天前飞往澳大利亚墨尔本的。此人有没有出逃，目前正在核实。情况就是这样。现场那么干净，垃圾桶里会有机票打印单？我们也怀疑是烟幕弹，所以要核实吗？你说说这边的情况吧。吴波怎么样了？抢救了，还是在昏迷当中。医生说，他这个脑部创伤严重，很大可能醒不过来。成植物人了？吴波是在逃亡过程中，被人用棍状钝器击打头部，下手非常重，这一下就造成他颅骨碎裂。在这现场周围都没有发现凶器，我认为吴波是在电动车上被人正面击落，所以不是持枪锋。那是谁打的呢？那会不会是现场群众里面有谁给了一下？不管是谁，对吴波造成了重伤，都应该找到他。经过搜查，在吴波身上找到了这个，沈小舟的学生卡。这看上去像是个铁证，但是据吴波的同村好友，也就是现在给他提供住址的吴运忠说，20号晚上吴波来找我，他说他摊上事儿了，恐怕要被当成凶手被抓起来。他确实拉过那个女大学生，但是他就调戏了几句，啥也没干。但是他坐过牢，你们有记录，他怕他说不清，然后被你们这。吴波现在就住在吴运忠家里，每天靠打游戏度日。吴波说自己什么没干，这能信吗？不管他说的是真是假，有2个疑点：一，这个吴波来临川还不到半年，他对旭日厂不熟悉，为什么会到那儿去抛尸呢？第二，
我又查看了19号，也就是案发当晚那天吴波家周围的监控。吴波的那辆红颜色的汽车，也就是晚上7点20分左右，经过了归他家的路口之后，再没有离开过。还有，3月13号，王一山没有坐过吴波的车。在313案调查的整个过程中，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吴波。那学生卡怎么回事？有指纹吗？指纹被擦掉了。我觉得有2种可能：一，学生卡是沈小舟落在吴波车上的，沈小舟下车的时候没发现，所以吴波可能是真凶。但是，吴波为什么要把这个指纹擦掉呢？还有另外一种可能，就是打昏吴波的人故意放在吴波身上的，就这个人才是真凶。这一步拐得有点猛啊！那凶手怎么知道你们在抓捕吴波，又能抓住这么精准的时机打晕吴波，留下学生卡？那是不是第一种可能性更合理呢？就是沈小舟拉到车上的。好，你既然认为吴波是凶手的证据不足，那就继续查，啊。沈小舟坐吴波的快车，原本的目的是去绿城环保科技公司。昨天问过，绿城说沈小舟没去过。明天呢，我再去调查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别的线索。好。那现在大家对2个案子是不是一个凶手，有没有新的思路？那好吧，那就按现有的分工，继续往前趟。好，干活吧。海平啊，本来不想影响你办案，但是有个事情还必须得跟你说一声，打个预防针。我们接到了一封匿名的电子邮件，说我们破获老于，就于大有地下赌场那个案子。我办的。对，说最后查获的赌资少了10万元。什么？他娘的，这明显是诬告。我跟秋菊也是这么跟上面说的，但是对方威胁说，如果不调查，就要继续发帖子。所以你也就配合说一说当时的情况。我从警这么多年，从来没遇到这种事儿。你放宽心，他们问啥你就答啥，手里的案子该办办，不要有什么思想负担。这个邮件不管是哪个别有用心的人发的，绝不能让他得逞。不会。我陪走。哎呀，来。我开吧。对了，追吴波的时候有辆车撞了我，不然就追上了。什么车？车牌号记了吗？那没顾上看，追完就跑了。也怪我，路太窄，跑得又快。算了。是连亚平吗？是。你现在在大队吗？正要出去查案。有事儿啊？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喝酒了？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见的。他们喝的是啤酒，我喝的是凉茶。
在场有个蓝头发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知道，外号叫八串。怎么认识的？是让景秋以前认识的。你知道他现在在干什么吗？以前是小痞子，现在听说送外卖，走正道了。你问他干什么？哎呀，实在是抱歉，因为我昨天实在太忙了，我实在是抽不开身。我们公司呢最了解沈小舟的人确实是我。是吗？对，因为我也是南方理工环境系毕业的，算是他的师兄，正好高他10届。小舟是我亲手录用的，非常优秀，太可惜了。本来我想让他继续读研的，但他一心想工作，可能是因为家条件不好吧。我也是寒门出身，所以我非常理解他。这边走。沈小舟那天为什么要来公司？你知道原因吗？知道，他提早就打过招呼，说要先到公司拿一些专业资料，回家熟悉熟悉情况，为上班做准备。他是真的热爱这个行业，又专注又勤奋。约的是几点钟？4点半。他来了吗？怪我把这事儿给忘了，因为那天我正好在外地出差。其实他来没来，我也不知道。我也是问了前台，查了来访登记，才确定他没有来。他不是员工吗？还用登记？啊，没有，他现在不是正式员工，所以没有工作牌。查了，确实没来。你那天在外地什么地方？青州，那边有一个房地产项目要做环境评估，我上午去的，第2天就回来了。做评估要带技术人员吧？不用，这个是定了之后，我们才会派技术员去。所以我自己去的。有一件事情啊，我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用。你说。我们公司呢，在招人嘛，我从3个候选人里面选择了沈小舟，这您大概不知道。我们环境专业呢，被誉为4大天坑专业之一，学起来是又苦又累，找工作更是难上加难。听说了。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岗位的待遇非常的优厚。对于应届毕业生来说，很难得。3个候选人里面有1个落选的，好像是沈小舟的同班同学，他对于落选这个事情啊，非常不满，还给公司发了一篇邮件。总之，措辞很激烈吧，算是对沈小舟的恶语重伤了。叫什么？叫陈辉，对，陈辉。他说什么了？说小舟是靠外貌取胜，利用男女关系才得到了这份工作，还说什么我们一定会后悔，会求着他回来的。总之，挺偏激的吧？男女关系跟谁？确实有这事吗？看来这嫌疑最大就是我了。小舟是我亲自招的，不过我对他没有称得上任何男女关系的瓜葛，干干净净。公司马上就要上市了，那我作为创始人之一，那这点洁身自好的自觉性我肯定是有的呀。你们可以去调查。陈辉的邮件还有吗？还有。这个陈辉是有中二病吧？晚期了，上次我就觉得有问题，同学死了，有他那个样子了吗？现在看来，这是恨啊，他恨沈小舟。等会儿你来问。我怎么问？直来直去，不要客气。那我行。
不是都离校了吗？他怎么还在这儿？他准备考研。啊，在里面。您不用进去了。干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我辛苦的。你说什么？我说电脑啊，数据丢了，恢复不了。你邮件里说沈小舟的这些事儿，有证据吗？你们自己去查。现在就是在查。你说沈小舟利用什么男女关系找到了工作，这些指控能随便乱说吗？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我看见过。看见什么了？有一天我从绿城面试回来，亲眼看见沈小舟和一个男的在一块儿。是谁？是不是绿城的副总胡向泽？我没看清楚，反正那个人开着一辆豪车，他们都是一路的。哪一路的？权贵、漂亮女孩找有钱人，什么事情办不成？你对社会的认知还真是……就算沈小舟上了那个男人的车，你凭什么认定他们就是那种关系呢？我见多了，开着跑车来学校接人的，有哪个关系是干净的？好，你反映的情况很重要，我们会调查。阳光明媚，蓝天白云相伴，污染物浓度哎，保持在较低水平，空气质量指数25优，嘿嘿，站起，质量指数25到嘿嘿，东南部地区都别站起，别说了，预计未来3天受西北高压持续作用，困难较近，别说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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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孩，爸爸不是说你的，爸爸不是说你，爸爸不是说你啊。不是说你，不是说你。小孩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没事儿。
你怎么样？心里疼，疼得不痛快，就像被老虎钳子夹着。你可不能垮了。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小周结婚了，生了个女儿，才1岁半。一家3口到家里来玩儿，就在这张床上，小周在教孩子背诗，那么长的2首诗，孩子2遍就记住了，跟小周小时候一样，聪明可爱。我们高兴，拍手笑，然后我就醒了。醒来的那一刻比死还难受。小周再也没有那一天了。陈辉这人挺阴，偏执内向型，我看很有杀人的潜质。老郭，沈小周的那个血液检测结果出来了吗？有麻醉成分吗？的确有，但麻醉镇静类药物种类比较多，具体是哪种还得比对。我跟你说几个，你看有没有？乙醚和氯胺酮你肯定验过了。啊。戊巴比妥钠，还有这个乙丙酚、水合氯醛、普鲁卡因，我能认识的就这几种了。行，记下了。嗯。现在去哪儿？我们去查一下，沈小周到底有没有男朋友？陈辉的话能信吗？我看，没准就是他自己编出来圆谎的。他是不是说谎？查了就知道。我们辅导员不管这些，不过，据我所知，没有。他说没有合适的，要不，你们去问一下岳春夏。男朋友？对，他有吗？没有吧？要有的话，街坊早传开了。小周没有男朋友。我觉得这个陈辉就是性格瞎掰。你完全相信沈小周？反正这方面我信。为什么？
说不出来，不过看她视频里的样子，觉得她是个好女孩。对她有好感。你没有吗？你不是说这样的女孩肯定是正直善良的吗？你是觉得她没有看上去那么纯粹，你还会看走眼？我只看事实。对了，学校有堂课叫做《犯罪被害人学》，总结被害人性格特征什么的。我成绩差，你肯定懂。嗯。以你这么多年的经验，见过类似的被害人吗？沈小舟还是有些不一样，虽然他家境不好，但是幸福和睦，成长环境还是健康的。比如，那些不健康的成长环境的被害人，有什么特征吗？有时候，他们内心缺失的部分，总想去补足。怎么补？找一个喜欢的男朋友，然后被男朋友抛弃，那不得崩溃了？沈小舟会不会就是这样的情况？以为找了一个可以帮她脱离苦海的男朋友，结果被甩了，之后产生了矛盾，激化了冲突。如果是这样，我想他会放手。是吗？女孩会这么放手吗？内心坚强的就会。哦。妥了吗？啊，可以了。那我拔了。陈辉说的到底可靠不可靠？我们还要再从2个方面去印证一下。好，那你先回去，我再溜达溜达。明天我们分头行动吧，记得录音，做好笔记。喂，那个老连今天状态怎么样？还那样啊？怎么了？你呀，你做做心理准备啊。虽然办那个案子的时候你还没来，但是说不定也会问你啊。什么案子？问什么？赌场案啊。哎，那明信的事你不知道啊？联系上2个本市的学生，都是陈辉宿舍的。按你说的，约在了校外见面。迟到20分钟。您对陈辉的了解有多少？了解的不多，知道他父母以前是造纸厂的工人。造纸厂？那不就在旭日厂旁边？对，都是老工业区嘛。不过听说他们家已经搬出来了。你有他家新的地址吗？不清楚，他不爱说他家里的事儿。警官，车位能给报一下吗？没问题。陈队长，有事吗？还有几个问题。行，那到我办公室来吧。严警官，这个是我们公司自产的瓶装水，我保证比市面上的所有纯净水都纯净。上次跟您说的那个同学，你们查了吗？这个还不能说。我确实也不该问。今天来是要核实一些信息，主要是你19号的行程，没有别的意思。关于沈小舟的所有社会关系都要深入排查。我非常理解，您尽管问。19号，你是怎么去的青州？我是开车去的。什么车？车牌号？您稍等一下，我给您写一下。看一下
当天的行程，我从早到晚都跟客户在一起，我们先一起吃了饭，然后去娱乐了一会儿，大半夜才回的酒店。来，这个看一下，这是我当天接待的人。晚上住在哪儿？酒店啊。什么酒店？听说沈小舟的案情是在前半夜，我那会儿还没回酒店。例行问题，请回答一下。这个是不是涉及到隐私了？只要登记了就能查出来，请帮我们节省点时间吧。莲花大酒店806房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你有女朋友吗？我太忙了，顾不上。陈辉这人啊，其实我们跟他都不熟，他其实天天就在学校瞎溜达，跟谁都不对付。每次宿舍聚餐，他是不是都不参加的？那穷呗，他奶茶都喝不起，他就只喝水。说实话，跟他住在一块儿挺害怕的，你就怕他晚上突然就，你懂吧？为什么这么说？他有暴力倾向。我就这么跟你说吧，有一次咱们宿舍所有人都拉肚子了，就他没事。我们当时就开玩笑。陈辉，是不是你干的？快点啊，肚子疼。你们觉得他为什么这么做？自尊心特别强，还特别自卑，怕所有人都看不起他，就是心理扭曲了。他除了学习好，他真的干啥都不行。他有女朋友吗？他不太可能有女朋友，他都憋了那个一脸的青春痘了。对了，警官，陈辉还有个习惯，隔三差五的晚上8点就离开学校，半夜才回来，有些时候是第二天早上才回来，所以我们怀疑他是去。在青州接待胡向泽的客户啊，联系上了，大概证实了胡向泽的说法，就是吃饭、唱歌，然后一直喝到11、12点。具体几点钟？哎呀，他说是喝多了，记不清了，到家就后半夜了。哎，不过吧，这个胡向泽呀，还真是有点情况。我查到了前年一起民事纠纷案件，这个胡向泽呀，跟他的一个已婚女下属纠缠不清，后来被对方的丈夫呢给知道了，就把胡向泽的车给砸了。反正扯来扯去吧，这胡向泽呢就坚持说，他说我不知道对方有丈夫，反正最后也没太追究对方丈夫的责任。要我说吧，哎，你说你这女下属她有没有丈夫，你怎么可能不知情呢？胡向泽看着不像啊，长得挺正人君子的嘛。哎，你这就说小孩话，这成年人啊，这复杂着呢。总觉得这个胡向泽隐瞒了什么。不就这点事吗？这也算不上什么疑点吧？哎，连队的直觉你还是要相信的。不是直觉，见过的人多了，就能总结出一些共性。哎，看看我查的，这个陈辉有点意思。胡向泽的车，出城高速进出口的监控都找到了。19号上午走，20号上午回，符合他的说法。那就看我的，帮我投到大屏上，谢谢。别急，一个一个来。莲花大酒店的监控视频呢？刚发过来，你让我喘口气儿行不行啊？我来看。是他，没错。
这不像是沈小舟啊。不是，这跟着这么紧，这别又是什么女下属吧？啊？确实是大事，连队直接给我认准。这有怀疑，就得消除怀疑，这才能放心嘛，你懂不懂啊？连爱萍在吗？请稍等。哎，你跟我来一下。在见他们之前，我必须问你一个问题。好，前天晚上那个蓝头发八串，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？送外卖的呀。他是给我们以前破获的那个赌场看场子的。他跟你说过什么吗？什么意思啊？都是警察，我就有话直说。我总感觉你好像一直对我有意见。你认为是八串跟我说了钱的事儿，认为是我发匿名信告的你？我没有认为是你。我要发，我也不会发匿名信。好，问题就是这些，我们回去会再次核查，不会让你们好警察背黑锅。是谁发的这封匿名邮件？你有什么想法？如果存在诬告，是要反向调查的。没有。最近局里在考察接替冯中山同志的大队长人选吧？会不会？你和另一个候选人赵厚刚之间有没有矛盾？问完了。怎么样？没事，继续。哎，你看看石江峰录的视频。你看出什么问题来了吗？这是沈小舟被害的时间段，陈辉不在学校。哎，人呢？是谁发的？查不到。是于大有那帮狐朋狗友想为他出口气吧？赌场没了，损失不小。挣黑材料诬告你，顺便再砍你一刀，真是挑起事儿来了。我要事情调稿。你先坐下，有了误会就应该解开，好人打架，坏人喝彩，那不行。坐。海平，海平，对不起，我不该那么说。我当警察那么多年了，没受过这种污蔑。脑子有点乱，我就把这种污蔑转嫁到你身上。其实我应该能判断出来，我一直相信你是个正直的人。抱歉，我不太会说这个。捡重要的说嘛，这警察嘛，男人嘛，牺牲都不怕，这点委屈算得了什么呢？风一吹就散啊！还是打不散的战友情。哎，把话说开了，表个态。对不起，别调走，我们一起把案子破了，好吗？石江峰，连海平能说这样的话，你知道对他有多难吗？你年纪轻轻，糙汉子一条，
这坎儿你都迈不过去啊？行，今天的事就当没有，行吗？呀，好了。哎，老连这个人啊，路遥知马力，以后你就知道了啊。你们可真够抠的，茶叶还藏起来了。验出来了，验出来了，1丙酚，沈小舟血液里有，浓度不高，胃里残余物倒是不少。喝下去的？这玩意儿没味儿，跟茶、咖啡、果汁混一起，那更喝不出来。您上次给我那名单里头有1丙酚，就你那犯罪嫌疑人，他实验室里有。就别兴奋，别那么兴奋。1丙酚这东西啊，很常见，那现在很容易搞到，甚至有的人直接拿它当毒品注射。把陈辉盯上吧。大学校园这个环境比较特殊。哎呀，咱们队年轻人太少了，要不出去借几个？哎，那个水小，他是不是像大学生啊？不用，我3天不睡都没问题。我也行。吃吧。出来了。哎，你吃，我去。不用。哎，我都准备好了。你别说，穿成这样真像个理工男，就是有点老。瞅我干啥？我是妥妥大一新生。哎，你拉倒吧，我都想好了，我的身份是机械工程系博士生啊，书我都借好了，借这本书我真的，大家都挺。怎么样？他进宿舍了。你盯2天了，让小齐替你。不用，我盯着。干什么的？你干什么？你是本校的吗你？哪个系的？物理系的。你可拉倒吧！你冒充个体育生还行，你还物理系的？
我还霍金呢。去！不是你们保安处没跟你打招呼吗？我执行任务呢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哎，你忙，不好意思。警察同志，案子破了吗？凶手找到没有？还没有。那有怀疑的对象吗？抱歉，这个办案情况不能说。家属也不能说吗？有规定。连警官，你就透露点吧。沈叔这几天他天天盼着破案子，心老揪着，身体都快垮了。您放心，案子要是破了，我一定第一时间通知你。杨涛，你跟他们家熟吧？熟。小周是从小跟着我玩大的，她就像我亲妹妹一样。您看，这是小周上个月跟我找的。你的车？啊，我买了新车，小周跑来跟我祝贺，说我也是有车租了。这是我女朋友。本来我们要结婚了，就这几天，小周还说要来婚礼上给我弹一首琵琶呢。走吧。怎么坐车里不回家？妈，累了，换换神。走吧，回家。买什么呀？你看看，妈给你买了这个。哎呀，你到底哪天有空啊？人家姑娘等信儿呢。你不是说想找个幼儿园老师吗？这个就是啊。你告诉他，作业必须完成，我回去要检查。都初中毕业了，哪有作业？辅导班没有了吗？他说没有。你打电话问问老师吧，还是要多方取证。你当办案呢？好，知道了。这不月底了吗？我们单位季度总结，我也忙到现在了。喂。他往厦门去了，咱们过来吧，我在。神经病。哎，同学，哎，同学，理科楼怎么走啊？不知道，我体育生。哦，好，谢谢。你查了没？他这个时间应该在实验室，他的活动规律改变了。他每天宿舍、实验室、食堂3点一线，规律的很。你看他今天戴了个帽子，好像是不想被人认出来，不正常，不正常。我上车跟。别去了，车上人少，藏不住。怎么了？好像有车跟着咱们。不会吧？
谁敢跟警察呀签收拾？还跟吗？看错了。怎么了？发现他了？不能再跟着梁海平了，他太警觉了。这人我有眼不记，举报他拿回钱也没用。啊，对了吧，把手他们也藏起来了。康乐是向东那小伙吧？他们帮 S 动。目的我们达到了，动动脑筋吧。再强的人也会有软肋。你去看看陈辉在不在车上。我一直盯着呢，没下车。去吧。他要看见我们。去。不在，这小子哪去了？飞了。有个戴帽子、穿工作服的人，在三纺厂那站下了车，但是一路上没见这个打扮的人上车。你还记得每个上车人穿什么衣服？我没刻意记。三纺厂那站下车的人比较多，我被分散了注意力。那个人应该就是陈辉。他换衣服干什么？难道他发现有人跟着他？这小子没那么灵吧？上车，回三纺厂。你就在盯着，陈辉要回学校了，肯定还从这儿上车。我到周围转转。好。哎，哥们儿，车能不能借一下？我是警察，追个嫌疑人。行啊，用吧。谢谢啊。就他妈逼还警察呢！你比你还不像好人呢。喂，我看见陈辉了，骑了辆三轮车。确定是他吗？就是他，往一片平房区去了，我没追上。什么样的三轮车？电动的，平板的，师傅挺常用的那种。你先进去，我马上就到。好。不收了，明天来。谁叫你进去了？警察。这个人刚才来过吗？没有。警察同志，我这马上就要下班了，家里媳妇还等着我呢。你不就住这儿吗？哎。我是警察。就你？哎，警察，偷车贼吧？我真是警察。
哎，别走，别走，我们一吹少女出不了这胡同。吹，别吹！哎，你干什么？别吵，别动，手拿出来。我有证件。证件，看看。不是本地人吧？哪儿的？在老家犯事儿了吧？你怎么知道？老实回答问题，立个功能减刑。来，再看看，他刚才开着一辆平板电动3轮车。刚才最后一个来送废品的，像戴着口罩，我也不敢说就是。他拉什么东西过来？他隔三差五都要来一趟，拉的都是大件。他最近有没有拿过来一个笔记本电脑？他有没有拿来过女人的衣物？还真是他。哎呀，对不起啊，对不住了，同志，还真没看出来。是我们这店的片警我都认识，可你面生啊，没见过你。我是刑警队的。刑警队啊？刑警队查什么案子？要我们协助吗？对，只要你一声令下，我们就……别吹！我就是找一个3轮车进桥下来的。3轮车啥样的？谁家有3轮我都清楚。对，谁家有我们都清楚。哎，这些都是我收的，我也不清楚是谁拿来的。我知道你们现在能检验那个 NBA 啥的，这上面都有我的 NBA， 我也没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。警察同志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我在老家也就偷了一会儿电了，跑出来几年了，成天提心吊胆的。现在你走上门了，我心里反倒踏实了。你说他隔3差5就过来，每次都是晚上这个时间吗？爸爸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琵琶。你会弹吗？会啊，爸爸弹得好着呢。你会弹什么？这个上面的爸爸都会弹，要不要学啊？你先弹，我听。你选一个。就这个吧，爸爸。哎呀，你真会选，选了个最难的，不过也难不住爸爸。就这儿前边，快会儿就到了。对，很快的。这户人家姓陈，有个儿子上大学。对，这2口人非常好。哎，警察，他们干了什么？不能讲。哦，
也请咱们一定要保密。嗯，对，保密纪律我们懂。哎，没事，我们就收队了。好好好好。哎，没叫支援？不用，就这家。对，你不是说？那我去看看有没有后门。不用，一起来吧。有人吗？在。我们是警察。陈辉在家吗？在。把门打开。能进去说吗？陈辉呢？你们找他有事儿啊？我腰不好，干不了重活，收了个大件儿。小辉隔几天就回家一趟，帮我把东西送到废品收购站去。6月19号的晚上，陈辉也是回来帮忙的。对呀，他平时都不住家里，再晚他也回学校。今天他回来，什么也不说就住下了。我觉得这孩子有心事，我没问他，他也没说。你在公交车上换衣服干什么？还反侦查呢？啊，不是，他是怕把衣服给弄脏了，就把旧衣服呢穿在外头，回家就换了。你们以前是住在造纸厂吧？怎么搬这儿了？啊，是的，因为身体不好，也找不到什么活干，所以就干起了收废品的工作。这造纸厂街坊邻居大家都认识，收废品小辉觉得没面子，所以就搬家了。收废品又不丢人，你怎么不早说？把事情交代明白了，我们就把你排除了。盯你这么多天，那费多少时间？对不起啊，我向二位赔礼道歉啊。这孩子平时不爱说话，心气儿高，不通情理的时候也会有，但是畜生干的事儿他绝对不会干。您说的情况我们都会核实，放心，不会冤枉他。啊，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你说的沈小舟跟一个开跑车的男人的事儿，是真的吗？是。好。两位同志，忙这么晚吃会儿饭吧？不用了。没什么好饭，多少吃点儿，别白跑一趟嘛。吃吧。不会就我们俩的吧？都有都有。对不起，我不该写那封信，不该那样说沈小舟。我真的很想要那份工作，我怕他们都看不起我。他们看不起你，是他们的错。你不用去追求他们眼里的成功啊。你的成绩这么好，也许将来可以当教授、科学家，还不算成功吗？你想想，你真的想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人吗？你相信他吗？
他爸说的应该是真的。查一下19号晚上大路上的监控就知道了。你是不是同情他们？不是同情，是了解。我很熟悉这个群体，我爱人就是大厂子女。要不是陈辉，线索又断了。也好。好什么？至少到目前为止还不是那种案子。哪种？为了争一口饭吃，一个老实人杀了另一个老实人。杀人案就是杀人案，谁杀谁都不行。你说的对，但总有些案子让人心里特别堵得慌。回来，这么早去哪儿啊？去玩。他去上英语补习班。你这孩子，你跟你爸找什么别扭啊？赶紧走吧。醒了？昨天晚上几点回来的？怎么不进屋里睡啊？回来的晚，怕吵醒你。他吃早饭了吗？没有啊。我也是怕吵醒你，我就没做。没事儿，让他出去吃吧。一会儿跟那个补习班老师打个电话，看他去没去。你怎么防儿子跟防贼似的？到家了就别再警察那一套了。你不知道啊，现在这年轻人为了个面子，改个警察咋了？哟！这今天怎么了？啊？当着长辈开始抬高自己的辈分了。你别忘了，你也是年轻人。当年啊，把面子看比天都大，牙都被人打掉了，还硬在那跟我说：“哇，他和他磕着。”我现在看着是不是还不像个好人啊？对不起，忘了。你现在什么样啊？我看不到，但是从我看见你的第一眼起，我就知道，你不是坏孩子。小时候，在农村寄养，天天挨打。我妈一年回不去几次，看我一眼就走了，我都不知道她是谁。她还给我留了一张照片，后来也给弄丢了。10几岁的时候，从家里跑出来，去了城市里，就那么着，稀里糊涂就长大了。那个时候争个面子打个架，好像就是知道自己无依无靠，必须要在这个世界上争个位置。我这样的人能走上正道，当上警察，多亏了你马叔。现在几点了？现在就开始做思想汇报，你要不然吃早饭了？你自己吃，我走了啊。路上慢一点。这门该换了啊！你就别操心我了。这小子突然变得爱谈心了。您是常来这儿吗？啊，常来这，来给我的金鱼捞虫儿吃。哦，
您是每天都来还是？差不多每天都来。怎么就你呢？我离得近。你先别进，里面没勘察完呢。你刚才不是进去了吗？你才干几天刑警啊？证还没捂热乎呢，进去一通乱踩，怎么弄？那天的事是我不对，出手太快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你吹什么呀你？你说我防不住你是吧8个我你都防得住，看一眼。待着添什么乱呢？哎，你给我一下，让他扯平了。来来来，哎，不是你干什么？撒开，我动手了。没事。哎，干什么呢？还像上次不丢人啊？走来。来了。左脚。金海1号是临川市规模最大、档次最高的商品房小区。漂亮，很漂亮。岂止漂亮啊，雄伟、壮观。李总，这海景无敌了。这只是第1阶段的小目标。等将来啊，3期、4期、5期，跟这儿连成一片，可以顶一个小城市了。开个玩笑，啊，都能叫金海市了。不错不错，真不错。这一套呢是大4居的，哎，刚才看的那一套是3居的。怎么样？房型格局都不错吧？这套留给你了，你跟你老伴住。还有一套呢，给你闺女留着。同一栋楼啊，吃个饭串个门也方便，但是都有各自独立的空间。我可买不起。自己人，价格可以商量。哎，交给你安排了啊。哎呦，我还有个会，跟上面汇报，没办法，那我先走了，啊。好好招待岳厂长。放心，董事长。再见。
外地来本市务工人员，没有固定工作。被害前在酒吧、KTV 串场，当酒托。凶手的作案手法，简单来说，和王一山案非常一致，有性侵，没有留下 DNA。好，从这3个受害者的职业和身份来看，王一山和贾贝贝都属于外来本市务工人员。王一山早就和家庭失去了联系，这个贾贝贝还有待调查，但是从他从事的职业来看，恐怕也不是出自一个关系密切的家庭。他们2个属于高风险受害者，出了事儿没人寻找，也不易察觉。沈小周可就不一样了，他是大学生，也是本地的居民，父母很疼爱他，一旦发现他失踪就来报案。一般情况下，习惯选择高风险受害者的凶手，往往会避开低风险的受害者。2位领导的意思，杀害沈小周的不是同一个人。林海平，你说说。我想等等老郭做的检验报告。不是检验完了吗？我让他新做了一个检验。哎，验什么？老李，来，光头，哎，来，验出来了。你倒是说我验出什么了？你急！林海平让我重新检测了王一山、沈小周、贾贝贝3个受害人的足部擦拭样本。我呢，从表面皮肤和指甲缝里，也确实提取到了一些微量建材。验出 DNA 了？没有，这是化学检测，不是生物检测。我从王一山和贾贝贝的样本里，检测出了藻酸盐、氧化锌、硫酸钙等衡量成分，就是倒模用的原材料。你比如说，做个角膜，得先是液态，倒进容器里，把角覆盖好，凝固之后，打开，取出角，再倒入硅胶，成了。凶手把角切下来，是为了方便做角膜。这是个合理推测。撤了。沈小周的脚上没有。秋杰，是不是不该并案呢？并就并了，成立专案组，不必随意的撤开。沈小周一案虽然可能有其他凶手，但是共同点是非常显著。我想，要是再查下去，两案说不定会出现交集。那就一个案子2个方向。是不是同一个凶手？查到底为止。啊，老赵，你查王一山和贾贝贝，有必要的话，请省厅的专家做一个凶手的心理画像。是。你查沈小周，人手可能要分走一些。我跟那边。你想跟哪边？我跟连队。现在没有嫌疑人的线索，只能重新调查沈小周的行动线。下一个路口没有发现沈小周，他在这段路消失了。有几种可能：叫了一辆车，看手机记录，他没在叫车，或者是拦了一辆路过的出租车，或者上了一辆公交车。这个公交站台有监控吗？没有，但是现在公交车上都有监控了。这个公交站总共有8趟车，回头我把监控都调出来。还有6月19号那天下午4点钟，不
3点钟以后，所有经过这条路的出租车，包括在路边趴活的出租车。还有什么可能呢？连队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他进了两边的商铺，或者小区里的住户，被杀了之后才被转移的？所以这条路上所有的商铺、住户都要排查。还有一个可能，就是他上了一辆熟人的车。啊？可是他没有打过电话。这要是熟人碰巧路过，这也太巧了吧？有时候就是这么巧。你去问问，哪儿能买到好一点的墓地，风景要好。那我这就去问吧。咱买过墓地，买过墓地，是理财产品，说是经营墓园的。咱们可能上当了。我去要过，那个理财公司现在连本金都拿不出来，好多人正跟他们闹呢。那墓园呢？就是空口白话，连个影都没有。本来是想告诉你们的，可你们家出了小周这个事儿，我不能再给。老沈，你别急，你们这钱我们赔。咱们拿不出来，咱家投的更多。我来想办法，总不能让小周没有个安身的地方吧？沈叔叔，有一次小周开玩笑说，他将来老了不要墓地，他的骨灰、花儿、杨树都比埋在墓地里强，还省钱。像小周说的，他就知道省钱，这孩子心里从来没有自己。如果这是他的心愿，就听他的。快点起来回家了。好了，走了，走了。专家给的凶手画像也太笼统了吧？男性，20到40岁之间，独居，有一定的经济基础，教育程度偏高，从事比较自由的工作。这全市这种单身狗得有几万人，这怎么查呀？经常购买女鞋，从这儿查。你以为我们没查呀？那锯骨刀那么小众的工具都查不到来源，何况女鞋那种大众产品呢？一天得卖多少双，是吧，英子？我买的都是男女同款。剔骨刀只有买一把，肯定会想方设法的隐藏购买信息，但是女鞋经常买，难免会留下购买记录。你懂什么呀？会自己去买女鞋的男性应该不多吧？是，反正我是没买过。还有，倒角膜是不是需要购买原材料？这也是条路。你是指导员啊？你才查了几个案子？0个，1月1日元旦。你是该跟你们队长好好学学，主要学话少这个优点。咱再推个理，
这个嫌疑人会不会是个残疾，自己就少了只脚？说的没错啊，说不定少2只脚坐轮椅呢。行了，办你的案子，别往少说。你对这类凶手感兴趣？哪个警察不感兴趣啊？你对这类凶手的认识来自哪里呢？哪儿都有啊，学校里讲座也讲过，电影、电视上也看过不少吧？编的是挺好看的。不过这么多年，我从来没见过一起命案是凶手费尽心机设计的让人摸不着头脑的，也从来没有哪一次破案是纯靠推理推出来的。其实我们破案主要还是靠4个轮子、2条腿、1张嘴，是枯燥的重复劳动。我知道。去哪儿啊？陈小波的葬礼。我们要参加吗？现在所有的出租车、公交车、临街店铺、小区监控都查过了，都没有发现沈小舟的影子。说不定他真的碰到了熟人。你觉得是陈辉说的那个人？不知道。说不定凶手会在葬礼上出现。你这不就是推理吗？不是，是经验。嫂子呢？小海知道了吗？他不知道。选这个地方，民政局同意了，厂里不少人都去求情了。谢谢。放假了，好多同学都是从外地赶过来的。老沈啊，给小周弹一曲吧。沈啊，沈，小海来，沈啊，沈，过来过来，他们在演节目呢啊，人多得很，我们回去，回去。
叶厂长能不能借一步说话？这个麻烦您交给小周的父母要康康给他们，他们不要。你是？我是本来要小周要入职的玉成公司，这是公司的一点心意，劳烦您。这儿挺美的，就是孤单了点儿。这是他的遗愿。洒脱的人不怕孤单。你怎么知道他是洒脱的人？他看着像。像谁？像洒脱的人。连警官，有了。因为我下午还有个会嘛，我得提前走了。上次酒店那个事情，我希望您替我保密。公司马上就要上市了，我不想有那些不必要的新闻，所以理解。我先走了。飘来了。等等，见过这个人吗？没有。我认识这个人。他是谁？他叫张浩洋。沈小周男朋友？不是，他喜欢小周，但不是男朋友。上次问你，你怎么不说呢？不是男朋友啊，喜欢小周的人多了，我们系里就有好几个呢。他喜欢沈小周，但是沈小周不喜欢他。也不是不喜欢，就是。他们是朋友吗？大概算吧。可以一起出去玩？有时候会。那不就是谈恋爱吗？不是谈恋爱，可能他想吧，但小周肯定不想，所以小周出来玩都会叫上我。小周都不想让别人知道他认识张浩洋的。为什么？他是个富二代吧？就因为他是个富二代。什么意思啊？富二代还变成短板了？第一次听说。小周觉得他还没长大。没长大多大呀？未成年？你们自己去找他吧。他喜欢沈小周，沈小周不喜欢他，这是个强动机啊！多少案子，都是因为这个。哎，林队，查到了啊！张浩洋，他爸是张墨清，知道吧？谁呀？哪个集团的老总？书画名家，哎，不少大领导家里啊都挂着他的墨宝。艺术家，艺术家的儿子还那么庸俗，开什么跑车？不光是艺术家。哎，林队，
他还有个生意。谁开？哎，我来。我和我就学过。得了吧，你就是开3轮的，拿来，我是正经拿我家车练过的。行了，别吹牛了，手脚步吧。石头剪刀布。程天意。玉。程天意玉。这是得多抑郁啊！这些货柜上储存的酒传承于金花。这款酒因为金花茶的存在，口感上花香突出，醇味丰满，体感上呢也更加舒适。而且我们的茶呀均有检测报告、收藏证书。金花以5大标准奠定中国产品级好茶的标准。什么？不就是茶吗？哎，你们好，是来提货的吗？我们是警察。手怎么了？哦，可能割破了。你跟沈小舟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？就是他出事那天嘛，那天下午。几点钟？大概3点吧。我去学校找他，然后他有一个社团活动刚结束。找他干什么？就是他不是第2天要离校回家吗？然后我就问要不要送他，然后他就说不用，我们就分开了。你跟沈小舟是什么关系？朋友。不是男女朋友？不是。你跟沈小舟是什么时候认识的？就是去年我爸捐了一批书画给南方理工，然后在那个捐赠仪式上，小舟作为学生代表弹了一首琵琶曲。我们就认识了。认识之后，你就开始追求他。你差不多行了，换我，快，靠边！就你，得了吧，展开我还不敢做呢。每次都是你约他？是。吃饭，看电影。给他买过东西吗？买过，他没收。你想跟他进一步确定关系，他不同意是吗？是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看不上你。你这么好的条件，要什么有什么，他凭什么？从去年追求到现在，就是不想跟你确定关系。是在溜着你玩吗？愿意跟你约会、吃饭、看电影，就是不愿意跟你进一步的确定关系。不知道这个女孩心里在想什么。请不要再说了。她是在打击你的自尊吗？故意给你心理上的劣势？不是，小周不是这样的女孩，是我配不上她。你配不上她，这是她说的吗？不是，小周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。是我不够优秀，然后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我没有目标。小周是不会看上我这样的人的。19号。就是沈小舟被杀的那天晚上，你在哪儿？我和朋友在一起。在一起干什么？喝酒，喝了一晚上。心里难受。不就是拒绝了你送他回家吗？至于吗？他之前还说，以后再也不要见面了。之前是什么时候？他生日那天。他生日5月30号。他生日那天，你向他表白了？哎呀，我是真傻呀！
我要是不说那些话的话，没准还能继续做朋友呢。那你为什么19号还要去找他？我想见他，我忍不住吗？你们是怀疑是我？我就是杀了我自己，我也不会伤害小周的呀。19号那天晚上，所有跟你一起喝酒的人，把名字给我们。感觉像演戏，他装的吧？对了，19号下午他见过沈小周，要是他没走，悄悄跟着他呢。所以沈小周在那条路上碰到熟人，没准就是他。查查监控里有没有他的车就知道了。小树出事了，你快回来！小周，稍等啊，师叔。喝杯水，歇会儿。没事儿，爸，你歇会儿，我来。妈不歇，不累，妈不累。师叔2个吧。嗯，对，2个。来，小海，喝点水。刚刚去你们家看你们家没人，就给你们送过来了。这。大学录取通知书吧？哦，谢谢啊。啊。哎呀，录取了。录取了。录取通知书。哎呀，小周，厉害呀，有出息啊！来，环境科学工程专业。录取通知书。妹妹录取通知书。哎，老刘，把钱拿回去，今天不要钱。好，谢谢啊。没事。谢谢。老王、老马，快来，今天我请客啊，不要钱，免费吃啊。免费。恭喜啊！恭喜！大喜了！今天考的可专业，我看一下。
子没事吧？靠边停车，你先回队里。我送你去。花园路交警队我知道在哪儿。不用，靠边停车。我先回队里，咱们再会合。一来一去10公里呢，给队里省点汽油吧。事情已经说清楚了，车是他开的，另外2个孩子呢，家长已经领回去了。修车的费用，看对方愿意走保险呢，还是什么别的，你们自己商量吧。谢谢。那别我们车的那个怎么办？啊，说是有辆车突然变道别了他们的车，所以就撞到了路边。放心，查到对方车牌，我们会追究他们的责任。但是你毕竟是无证驾驶，按照规定嘛，未满16周岁免于拘留，罚款200。都是警察，这个批评教育的事儿，你来还是我来？你来，别留情面。警察子女尤其要守法，要给其他孩子起到表率的作用，对吧？树，答应一声。从今天起，到开学，辅导班你接送，其他时间不准出门。我要去姥姥家住。什么？我要去姥姥家。不可能！你一天不在家，你管我呢？你们别吵了。把他先带回去，晚上再说。晚上也不许吵。带他到医院做个全身检查。你儿子啊，跟你不太像，挺有性格嘛。开车。你刚才是发火吗？头回见。工作中太冷静，总是冷处理，一回家火窜上来了，有缺德跟亲人撒，这可不太好。你对你儿子一直这样吗？刚才那个，您爱人。看着挺和气的，肯定也很善良。幸好你儿子有一个这么好的妈。您爱人跟您气质真不像，你们是哪年认识的？说完了吗？我就随便说说。张浩洋那几个人证的资料发过来了，你要不先处理家事？走吧。这个贾贝贝啊，今年2月来的临川，在本地呢没有什么亲戚朋友，一直在找工作。之前在日料店当过服务员，干活不上心，什么也学不会，很快就被解雇了。平时呢喜欢发一些生活小视频到网上，点个外卖，化个妆，买点小东西装饰一下出租屋什么的。英子，放视频。我用做了新的美甲，比上一周的正红色更好看，更显脚白，而且现在刚好正在泡脚。还有我新涂的指甲油，好看吗？好看吗？我特别喜欢这个颜色，是不是显得我脚特别白呀？显得我皮肤特别好，特别。我们正在追查翻模原材料的来源，线上线下的零售渠道，山东、东莞、深圳这些生产厂家目前都没有什么结果。这个凶手挺有本事啊，反侦查的意识挺强的。太强了！现在监控这么多。我们连贾贝贝最后在哪儿遇到的凶手都查不到。根据他最后的行动路线，大概率是在海边儿，跟凶手走了。王一山最后消失的地点，应该也是在海边。咱这还有这么好的地方呢，对外开放吗？开放，交会费就行。6月19号的晚上你在哪儿？杀人案那天晚上吧。喝酒。张浩洋在吗？在，
就是为了他喝的。失恋了嘛？在哪儿喝的？一个哥们儿家。哦去，具体地址不知道，谁还记门牌号啊？谁家呀？忘了，我就是过去起哄的，管谁家呢？别摸鱼了，跟你说话呢。我是证人又不是犯人，没义务回答你。让开，不然我可打了。打。哎，不要这样。你还上班呢？对，一家广告公司。你爸的公司吧？不是，我以后想开一家广告公司，这不先体验一下。6月19号的晚上是在你家喝的酒？对，在我那儿，我自己住。喝到几点？喝到1点多吧，第二天差点没起来。张浩洋手上的伤是怎么回事？伤？哦，喝晕了，让酒瓶给划破了，要不还散不了呢。你们不会怀疑张浩洋吧？他不至于，他在我们圈那可是5好青年。是吗？哦，你们还不知道吧？张浩洋吧，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，啊，他一直跟着他妈。后来上高中的时候呢，他妈去世了，他爸呢又一直没生出儿子来，就把他给接回来了。他虽然也像我们一样，没什么后顾之忧了嘛，但是他一点不张扬，特别低调。刚开始他爸领他参加各种聚会的时候啊，特别放不开。后来稍微好点了，也跟我们玩起来了。哎，我们都知道他一直有一个苦苦追求的目标，就那个女大学生嘛。但是我们都没见过啊。以张浩洋的性格，平时连虫子都不敢踩，更别说杀人了，不可能。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好。你觉得他说的话可信吗？还是先抱怀疑态度。下一个谁？不是个好东西。明天，明天。进出口都卖什么呢？看我感兴趣呗。你像这个，里边的沙发、灯都是限量款的。这个也卖，反正我感兴趣的都卖。我是想让自己的生活呢过得舒服点。还有那天那酒，那也是我带过去的。你是这个小圈子的头是吗？算不上，大家认可我。跟张浩洋的关系怎么样？了解的多吗？浩洋，哥们儿啊，按理说不该背后议论朋友。但是您问了，我得说，浩洋人很好，就是吧，软弱。回到他父亲身边之后，生活环境一下子变了嘛，挺无所适从。他父亲想让他接班，那书画玉石那一套，他也不感兴趣，挺迷茫的。然后就认识沈小舟，对吧？是沈小舟吧？你见过沈小舟吗？没有。浩洋舍不得给我们见，护食。但是浩洋也跟我们说过，这女孩呢，对他帮助挺大的。他很多不知所措的时候，这女孩给了他很多鼓励。用浩洋的话说，这女孩像是向阳花，一见着心里就亮了。那你跟张浩洋走得很近呢，跟你说这么多心里话。我们两个算是很多共同点了。我也迷茫啊，这公司迷茫的产物。你是想说富二代也不好当，是吧？上次那事儿，还是想正式的跟2位警官道个歉。
很抱歉，让你们看到我那么病态的一面。但是我这毛病呢，吃了药就好了。怎么地？石强峰这个笨招，咱们还真要听啊？怎么是他出的招啊？专家说的，咱们本来就得查。专家说了，凶手可能经常购买女鞋，咱们排查各大商场专卖店的鞋类专柜。这是全市的。你是真不懂啊，差着远呢，这也就1/10。好在真没几个单独去购买女鞋的男性。贾贝贝，被害前有没有借过高利贷啊？贾贝贝被害前好像账户里确实多了一笔钱，大概有2万多现金呢。不过他好像还没来得及花。提审老调。知道为什么审你吗？赵队长的手骨折了，这可是重伤。又不是我打的。锤子是你买的呀，网上有支付记录，凶器是你提供的。虽然抓捕的时候你是第一个缴械的，但除了动手的那个人，说不定你还比其他人多判个3年5年，10年8年的，亏不亏？照片再给他看看。将功抵罪还有机会啊！见过。每次现金超过1万，必须老少亲沙红丽亲自过手。人是他带走的，后来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也不知道。不是说了不准去吗？他说了，坐牢也得去姥姥家坐。开车的事情我已经骂过他了，他要再敢这样，我就哭给他看。哎呀，你就让他去吧，我爸说话他还是听的。你们2个一见面就吵，他现在青春期呢，你跟他吵什么呀？我是为他好。他不觉得，他认为你是瞧不上他。我不信他这么糊涂，我找他去。哎呀，你别去。喂，是老连吧？我是花园路交警队的老贾。你儿子开车，是有辆车突然变道，恶意别车。我们查到了对方的车牌啊，是个假车牌，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的调查一下。有照片吗？有监控。这个车跟我现在调查的一个案子有关系。好，那我帮你调取一下吧。谁呀？没事。那你跟他姥爷说，让他这几天别乱跑。答应了。我给你做饭。好像有车跟着咱们。坤哥，你对梁海平的儿子动手了是吧？啊，我这下去呢，给人梁海平找点麻烦嘛，就看他懂不懂。坤哥，我做错了吗？你不是说要动他软肋吗？你能不能有点脑子，把梁海平直接干掉？坤哥，
这警察直接干他麻烦太大了吧？你也知道他是警察，动他的家人一样麻烦。警察最恨这个。那我以后没有了安排，不准动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来，接着唱。啊！跳！跳！秋红，出摊了，出摊了。哎，给我来一个。哎，给我也来一个吧。给我也来一个。抱歉啊，就我一个人，得稍微等会儿。没关系，慢一点，没事，不了，慢走。小海。这个果冻吗？小海，这个果冻吗？手伸出来。哎，出摊了。老沈啊，怎么也不过来帮把手啊？看把你给忙的。老沈他帮不上。来，给我2个。张姨，你不是不吃这个吗？给我们家老头子带的，先收着啊。哎，小海，小海干嘛呢？来，我帮你弄。哎，别碰，你那有手。连队，受害人贾贝贝之前在一家日料店工作，英之屋，离张浩洋那家店同一条街上，距离500米。英之屋，对，那么贵的地方，他肯定去那吃过饭吧？去跟赵组长汇报一下。这咱们的嫌疑人，去吧。赵组长，连队让我跟您汇报一下，这个他们离得很近，他肯定去那吃过饭。谢谢啊。一条街就一定一起吃过饭吗？张浩洋办公室的垃圾桶里有英之屋的餐巾纸，那也有可能是点的外卖。林子，劳烦了。我们把高利贷这条线盯到底，张浩洋你们已经查了，就接着查，互相别掺和。人我给你带来了啊，这本来就是2个人的活儿，你帮帮他。小海，走，去阿姨家里，有好吃好玩的啊。好吃好玩的，哎呀，别吃这个了，去阿姨家里，去阿姨家里。小海跟阿姨走，好吃好玩的，走。你不用动，我这儿差不多了。小周的案子还没有破，凶手还没有抓到，还有心情做生意。人家想吃吃想喝喝，小周没了，什么都吃不到。小周才走了几天，我就想在家清清静静的想着他，行不行？我们都快被饿死了吗？为什么要急着赚这几个臭钱？老沈，你干什么呢？你疯了吧你？我就是疯了，疯了才好呢。
这老整，他有的心里难受，气撒出来就好了。谢谢啊，今天生意我也不做了，大家回去吧，谢谢了。没事。你跟沈小舟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？就是他出事那天，那天下午，我就说可以送他，他说不用送，我们就分开了。你想跟他进一步确定关系，他不同意。是我不够优秀，然后没有目标，小周是不会看上我这样的人的。沈小舟从社团活动的阶梯教室到大学西门打车，中间有25到30分钟，按正常步速，从阶梯教室到大学西门最多需要10分钟，那么至少还有15分钟。不是和张浩洋说了会话吗？他要送，小周不让送什么的。15分钟能说很多话，这就是从阶梯教室到大学西门的路。把这条路线上6月19号下午3点以后所有的监控视频都调出来。有几十个呢？23个。这柴怎么这么苦啊？多少钱一斤买的？不到10块钱吧？便宜，提神就行。有了。这个。连队找到了。连队，19号下午4点09分，沈小舟从这走过，然后在这条路上消失了。4点12分，张浩洋的车也路过了这个路口。接下来是这个视频，张浩洋的车在4分钟之后，也就是4点16分，从这个路口走过了。沈小舟半路从吴波的车上下来，他正愁接下来怎么走。哎，这会儿张浩洋的车就出现了，他会不会上了张浩洋的车呢？你是男人，两位自己进去吧。精气神，你可以活得浓墨重彩，也可以清清淡雅，但是不能丧了气，失了神。你给我打起点精神来。训儿子还训出排比去了。
你可以。等等，我给你资金，你想干啥就干啥。咱们是长案，不用等他讯完吧？听听，侧面了解一下张浩洋在他们口中的样子。接着走，有麻烦我帮你扫清，有坎儿我帮你趟平。你把腰给我挺起来。当地的怎么都这样？你现在这样，该管的不管，不该管的都管。失魂落魄如丧家之犬，你能不能有点出息？你们什么人？我们是警察，有个案子，想请张浩洋去局里协助调查。有什么事儿不能在这儿问吗？依法传唤。这个等我跟李局确认一下。我们分局没有姓李的局长。是局。不用了，我跟你们走。你给我站住！请留步。有件事情，我想告知您一声。张浩洋有先天性脑血管狭窄，问话的时候请注意措辞，别让他太激动。可以的话，我请魏医生随时候查。请便，我们不会比您的措辞更激动。今天找你来，还是想了解一下6月19号下午你跟沈小舟见面的情况。从头到尾，你们都说了什么？两个人都有什么反应？完整复述，不要有遗漏。那咱们就放电影，你来配音。沈小舟跟你说什么了？看你那杀气腾腾的样子，伤你自尊了？难不成说的比你爸说的还难听？那肯定生气。不是生气，就是我找小舟说想再聊聊，然后重新开始，但是小舟觉得还是不要见面比较好，我就挺绝望的吧，就挺激动。是很激动吧？你脑血管有问题，还这么激动，不想活了吗？沈小舟知道你这个病吗？知道。他是因为这个才不愿意接受你吗？要不是因为这个，他估计早就不理我了。沈小舟对你这么重要吗？他是我的精神支柱。我爸跟我说的话，你们也听见了。他觉得我是个废物。他说的对，我没有什么可反驳的。我确实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。只有小舟一直在鼓励我，尝试不同的路。现在小舟也没了，走什么路也无所谓了。那天下午你跟沈小舟分开以后，你走了什么路？什么路？回家的路啊？你跟他走的是同一条路，你一直跟着他吗？怎么可能啊！我都不知道他要去哪儿。沈小舟就是在这2个路口之间消失的。他是上了你的车吗？没有。
你是说，我本来能接上他？要么是真的，要么他装的也太像了，你信吗？别主观判断，人先拘着，先办搜查证。搜哪儿啊？他的车？车、住处、办公室，所有地方。有动静了，这是金五路建设银行自动取款机上的探头。确认是沙红丽吗？这个，认不太出来呀。但是啊，银行门口发现了沙红丽的车。露头的就好办了，撒网吧，加班加点，最快的速度找到他。哎，加班抓人，走啊！我们有任务。啊，等会儿，带他上，让他走。杀他嘛！他上，别试他，让他试他嘛就行了嘛。别停他！哎呀，你上香就对了。你听我的，再跳。别拿他输了，我跟你说，老李。来了，涛。老李啊，哎，酒已准备好了，10箱，够吧？不够我再给你进。够了，不大呗，摆不了几车。行，车杯。哎呦，谢谢。生意怎么样？哎，还行。哎。1万钱了。哎，涛，你这腰是怎么了？啊，前2天搬东西没使上劲儿，闪了一下。大小伙子闪着腰，你得搬多重的东西啊？哎，对了，涛，听说新媳妇是个大学生呢，这高中还没毕业吧？你怎么高攀上的？跟叔说说啊。大学生怎么了？咱厂出的大学生多了。谁说？哪来了？说。这个点就喝，有点早吧？哎，涛，那个车放不下了，要不你先拉一趟？行，那我一会儿再过来。哎，好嘞，慢点啊。师傅，我先走了。沈哥，沈哥，别喝了，回家吧。这。没有姐。申哥。我听光吧。你喝多了，我可不敢听，你就信了找我麻烦了。哎，申哥，哎，申哥，那不是进了？别动！
也太干净了吧！刚装修完，样板间，兄弟们，今儿看看谁本事大。卫生间是重点吧？那个郭大法交代了啊，所有的表面、所有的缝隙能取证的都要取证，哪儿实在够不着，看情况咱们不行就申请拆车，啊。到这儿拍一下，还有这儿。你有没有麻醉物？好。这什么药啊？都是英文。抗抑郁的药，这你都认识啊？他还抑郁？住这么大的房子，有什么好抑郁的？叶子，拆了，拆！连一个指纹都没有，洗得够干净的呀。毛发、衣物纤维都没有，不知道的，以为这车刚出厂呢。这是头巾吧？好像是个名牌。怎么放枕头里啊？贴点水。江浩洋后来又见过他。这证据。有啊。变色，是血迹。6月19号下午3点23分，你跟沈小舟在南方理工大学校园里分开以后，你再见过他吗？想好了再回答。没有，我倒希望我见过呢。你是从哪儿得到这条头巾的？你怎么有这条丝巾啊？从你的枕头里找到的。我还以为你们找到他的了呢。什么意思？这不是他的。有什么你就赶紧到，晚了性质就不一样了。这是我给他的，他就试戴过一回就还给我了。我知道里面有他的头发，你们别弄丢了。那他头上戴的呢？那个是在夜市里买的，就10块钱。他还不懂什么牌子什么的，就喜欢那个样子。我回头就给他买了个真的，他一知道价格2000多，死活不肯戴，就还给我了。我们在你的住处卫生间浴缸的下水口发现了血迹。不知道。我的吧？是你的吗？我看你很痛苦。如果是你太激动伤害了沈小舟，倒不如说出来痛快。你要想关我大牢，你想枪毙我随便，但是我就是杀了我自己，我也不可能伤害沈小舟。有2条头巾，那么巧吗？不可能吧。
他的逻辑完全自洽，没有自相矛盾的地方。那怎么弄？去核实，沈小舟带的是2000多的还是10块钱的？沈小舟那么爱省钱，会舍得把2000块钱的东西还回去吗？爱省钱是爱自己的钱，不等于爱别人的钱。去问他爸妈，他们分不清。去问岳春夏。不等郭大法验出结果了。血迹应该是张浩洋自己的，如果有沈小舟的，他刚才就交代了。那位老板吃点啥？炒面，好嘞，等会儿。好。饮料要吗？可乐吧。好嘞。三位老板吃点啥？说。没事，我有感染。张红丽。不是，我还当你们是小狐狸的。袁队长，春夏生病了，天天在床上躺着呢，饭也不怎么吃。要不你们看，就几句话。孩子身体很虚弱，头都是晕的，能不能让他先休息休息？咱们改天。是不是小周的？这是真的。小周的是在夜市上买的，连商标都拼错了。肯定吗？真的他不戴，说戴了头重脚轻。傻瓜。快进屋躺会儿，别再刺激他了啊，禁不住。不好意思，梁队长。慢走啊！警察同志，等一下。哎，坐地生机那个老板抓住了吗？谁？哎呀，就是非法集资，把所有的钱都给卷跑了，把我们都坑了。听说是跑到澳洲去了，能把他抓回来吗？人家是刑侦的，你这个事儿是经侦的，瞎问什么呀？很抱歉啊，耽误你们工作，再见。岳省长，6月19号就是案发当晚，你出过门吗？在这附近有没有见到什么可疑的人？没有，我那天晚上在家里，我在看电视，是吧？哎呀，我可记不清了。17。好，那就不打扰了，再见啊，再见啊。你刚问岳红兵是什么意思啊？岳红兵被光子打伤的那天早上，询问记录上是这么写的：当时他在家门口洗车。你觉得他头天晚上用过车？他没动机啊？也许是我想多了。我问一声怎么了？我为什么不能问呢？他们不都是警察吗？肯定比咱们知道的多。我去给春夏煮个荷包蛋啊！顺这厂长当的真窝囊，不值。以前的厂长都赶上了厂子效益最好的时候，你看看你，在厂子最垮的时候上任，还什么都没干呢就倒闭了。你就是那个顶锅的，还装模作样说要低调，住这个破房子都不愿意换，有人领你的情吗？你这是演给谁看呢？哼，叫你一声岳厂长，岳厂长，
有什么用啊？有屁用啊！对不起，让你受委屈了。知道就好。张浩洋那个店，我为你们都搜过了，没有什么发现。他的车呢，我们也做了2次勘查，没有发现任何沈小舟的痕迹。血迹的 DNA 结果也出来了，就是张浩洋自己的。我看就是张浩洋，车里、家里收拾的那么干净，太反常，做贼心虚。他车刚洗过，是按期做的大保养，4S 店有记录的。啊，那个他们家干净啊，是因为他们每3天都做一次彻底清洁，而且他们一直都是这样，习惯了。像他们家这种大户人家，这正常吧？啊。总之是没有漏洞，没有证据，是吧？就算证据无法锁定，也不能排除他的嫌疑。有个证人说了假话。张浩洋手上的伤是怎么回事？哦，喝晕了，让酒瓶给划破了，要不然散不了了。其实不是，他们商量过。为什么？对呀，我还觉得那小子最靠谱呢。这么看，那几个富二代都有可能做了假证。要不把他们抓回来，一个一个敲打敲打，说不定能打开新的突破口。他们肯定会马上找出别的解释。为了张浩洋的面子，喝多了记不清，问不出来。放吧，拿到证据，还能再抓，添麻烦了。司机能还给我吗？不是沈小舟的，可以。头发呢？不好意思，做检测用了。走。哎。对了，小周那天可能什么？情绪不太好，不知道就是有烦心事儿吧。走吧，还不够丢人的。就是在这捡的车，见他停了2、3天，没人要，我就打着火开走了。哦，对了，车上发现一张银行卡。这沙红丽是坐船跑，那飞机票是障眼法。也许哪都没去。已经被人灭口了，车留在这儿，就是让我们发现。他是管事儿的，谁要杀他呀？接着查。小树这2天可听话了，除了上辅导班就没出过门，作业也全都写了，还能帮着姥姥姥爷干活呢。听说都会换灯泡了。明天我有空，我们去看看他。嗯。叔啊，在这儿等我们呢。他怎么也来了？怎么说话呢？我不见他。哎，哎，算了，你先上去吧。我上去骂他。
叔叔好。哎，你是来找树的？对，他不出门，只能我来找他了。叔叔再见。哎。连队，我刚上大路查了岳洪明家路口的监控，19号全天他的车都没有出来过。好。你去哪儿啊？就一个好。你好，我是连江树的家长，有事吗？您的车我能看看吗？干嘛？这车不是地完损了吗？咱们走保险就完了。不是，我就看看。听说你是警察是吧？你带那个搜查令了吗？我可能没说清楚，我今天不是以警察的身份来的。哦，那没什么好看的。喝着。叔叔，我家车在修理店，就在小区南门的对面。谢谢，叔叔，能不能别和我爸说我去找过连江树？谢谢叔叔。这车里头没动过吧？没有，里面不用修。这车怎么了？看看，你忙去吧。再给你2元。好，谢谢。车不是你开的，你为什么要承认？是我开的。车是那个车主的孩子开的，你同学，他肩膀上有伤，安全带勒的，他当时坐在驾驶座上，后座也有安全带，就是我开的。你开的，为什么你的指纹会在副驾驶座的靠背上？你当时坐在后排。指纹？交警没取指纹啊。我今天刚取的。你怎么知道是我的指纹？你还从家里取了指纹去比对？我早就有你的指纹了。你5岁的时候我就提取了你全部的指纹，前几年还保存了你的 DNA 数据。为什么？你觉得我会犯罪，杀人放火？当然不是，是为了安全。你走吧，赶紧走。这是我卖破烂的钱，不是我偷的。没做饭，出去吃吧。怎么了？咱俩上次一起出去吃饭是什么时候啊？就咱俩。哼，你这脑子都想不起来了，要猴年马月了吧？这家行吗？人均消费220，要花我半个月的菜钱呢。算了吧。我都选了好几家了，要不然你来选吧。要不去咱老地方吧。走。
再点点。够了，吃不了，晚上少吃点。主要是形式，内容不重要。吃鱼。你今天又去看小叔啦？我妈看见你了。你都跟她说什么了？她气得晚饭都没吃。没说什么呀。儿子可不像我这么了解你，看你就是块石头。你现在不把话跟他说透了，他越来越大，跟你一样自尊心又强，以后跟你更没话说了。难道你要跟他一辈子顶牛啊？你跟你爸不就这样吗？好吧，我尽量。你今天怎么这么有空啊？案子呢？线索断了，暂时没有进展。这回是什么案子呀？我看你好像这回特别累似的。还好吧，都这样吗？你要想说就说了呗。别担心，没什么。这案子结了，我再跟你说。说不说都行啊，我这不是担心你太闷了吗？喝汤吗？嗨。哎，对了，郭姐儿子要去参加一个夏令营，她说怕她儿子受欺负，想跟咱们借一个，一看就是警察用的那种箱子。你不是有一个吗？行李箱。就是警校的奖品，上面写着警校留念，里面都是装的你以前的宝贝。那个箱子，你借给他了？没有呢，这不是问你吗？你要是不愿意，就不借。借吧，我回去给你腾出来。汤好辣啊！别上车！别上车！都看到了吧？昨天晚上，有人在网上爆料沈小哲的案子，题目就叫“女大学生之死”，洋洋洒洒一大篇，写得活灵活现，煞有其事。除了那些已经在社会上传播开的消息，还提到了很多细节。这些细节应该是只有我们才知道的。那条名牌头巾的事，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？不是张浩洋自己说的吧？
不可能。大部分的爆料内容指向就是张浩洋，都是在说这个富二代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一直都是一个问题少年，平时不吭不哈的，一旦有谁招惹他，出手必伤人。有一次还拿小刀把别的同学划伤了，也没负担任何责任，就赔了笔钱就了事儿了。那哪有爆料人把自己往火坑上烤的呀？还说了，他作为杀害沈小舟的重大嫌疑人，疑点重重，但是就这样毫发无损地离开了公安局。一夜之间，这个事儿就在网络上发酵。你们再看看评论，除了骂张浩洋的，骂的最多的是谁？他们警察呀，被骂惨了，这锅背的，依法办案也成罪过了。这些事儿，关键这么多细节，你们说他一个微博账号是怎么知道的呀？那咱就不知道了。其实要我也生气啊，一个重要嫌疑人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走，谁能不窝火？谁不想收拾他？哎呀，林子，你呀就别卖那么点小心思了。要不这么着，咱们俩现在先开个单间，完了，你先审审我。哎呀，哥，这我怎么可能像是你呢？咱多少年的战友了，知根知底儿啊。张浩洋的根底再好好挖一挖，是不是像网络上说的，性格上有很大的问题？另外再挖一挖，这个账号是风云头条的信息源。对了，你们看看这个信息源，会不会是出自我们内部？不会。这个帖子的后边还有一篇变态凶手的心理研究，结合那些对张浩洋的爆料，好像在引导着公众，说张浩洋就是这一系列案件的真凶。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？都是警察，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，那行为规范上写的明明白白的，能不懂吗？是，但是有的人，那恐怕行为规范还没读一遍呢吧？你说谁呢？哎，我又没说是谁，怎么还自己认上了？林子，风云头条谁运营的查出来了吗？啊，那个随小正查着呢。我就是生气，贾贝贝、王一山都借我高利贷，那放高利贷的老沙又人间消失了，是死是活都不知道。海平，跟你道个歉。这几天吃了枪药，坏了脑子，说话对你不客气。他们前几天也找过我，怀疑是我诬陷你黑了钱，我还以为你说了什么，就犯了驴脾气，看你哪都不顺眼。后来冷静的一琢磨，你是1秒钟都不会怀疑我。你和另一个候选人赵厚刚之间有没有矛盾？不会是赵浩刚，他不是这种人。是我小人了。怎么说啊？你知道我是部队出来的，没有上过警院，在基层摸爬滚打学破案，用的都是笨工作，本事也就这么多。你是警院高材生，破案子有板有眼，有文化懂理论，还能出奇制胜，在业务能力上，我这打心眼里佩服你。我来咱们队也2年多了，咱俩一直走得不近，这个怪我啊，总觉得你有点傲气，怕你看不上我。傲气？我没有傲气，我就是……你就是这个性子。本队都跟我说了，你见谁都一样，面上不爱说，本事都藏着呢。我还真不知道和你这种性子的人怎么打交道。
要不，改天咱俩喝顿酒啊？能不能喝？喝不多。啊，没关系，话就是这个意思嘛啊！以后不用对我客气，我皮糙肉厚的，有事儿尽管跟我撂。都是一个专案组，孩子打架放屁，家长不用太在意。说到底，咱俩都是直肠子，一个外放，一个内收罢了。行，话我说完了，给个态度。行，好。那我问了啊，王一善和贾贝贝借贷的事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我就是想，他们每次借贷的这个金额都不低。如果是为了生活花销，一般不会一次借这么多。所以我想，应该查一查，他们借贷是为了干什么？这帮孩子，10个有8个借贷是为了买手机。不一定，买手机用不了这么多。他们借贷一般都有明确的目的。那还能干什么呀？赌博、吸毒，还是买鞋啊？哦，要是那些爆料都是真的，这个张浩洋真有点像变态凶手，表面软弱无害，实则内心阴暗。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沈小舟的死状跟其他人不一样。他认识沈小舟，所以区别对待。你不会又怀疑我吧？不是我爆的料，我没有违反纪律。我从来没觉得是你啊。那你这什么态度啊？脸上都快结冰了。我有点累，好几天没睡着觉了。那你睡会儿。这风云头条怎么在居民区？野鸡公司啊？有人，还挺热闹。把他给我拉起来！坑小蛤蟆多，无风3尺浪。
正等你们呢，估计也快来了。能拍吧？可以，但是不能外传。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本人姚广博是风云头条的创始人，之前在时报做记者，4年前离职创业，进入自媒体行业，成立了这家公司。姚总，评论数16100啦，转发量21900，45000点赞。二位警官今天莅临 B 公司是有什么指示？我们来，第一，请你删除女大学生之死这篇文章，因为案件还在侦破过程中，你发布的信息会干扰办案。第二，请你说明文章的内容有事实依据吗？如果有，信息源来自哪里？请问这是命令吗？说命令可能不准确，这是重大的刑事案件，你有义务配合我们的调查程序。义务？那我的权利呢？民众的知情权，舆论的监督权。案件还在调查过程中，调查有了结果，你所说的这些权利都在，都可以实施。不对，调查过程也需要被监督，民众也需要知情，不然怎么查案？只听你们的？废话，不听内行的，难道听？你们会不会一叶障目？会不会滥用权力？比如让我删帖这个事情，这个要求合理吗？这个要求是合理的。就算我答应，我的300万粉丝也不会答应。别忘了，舆论是改写过法律的。姚总，评论数16300了，转发量21900。你能不能不要打扰我们？1分钟报一次数啊！姚总，张浩然的初中班主任回话说，他用小刀划伤同学的事情是谣言，根本就没这回事儿。您看怎么发？到底是谁让班主任这样讲的？他会不会有什么难言之隐？你组织一下语言，客观且质疑。这不太客观吧？您觉得我不够客观，请您拿出证据，去投诉我好不好？我再说一遍。案件还在侦破过程中，发布那些未经核实的信息，有可能会让凶手脱罪。抱歉，这我听不懂，我是在帮你们。好吧，那我先说第二件事儿，请说明信息源。这比第一点还难办。我是记者出身，保护消息源是铁律。还真治不了他了。说的好听，这个权那个权，不就是为俩钱吗？不然1分钟投几次流量。账号发布不实信息，平台合作删除处理。消息源他不说，也可以换个思路，再试试看。这个人虽然欠得很，但是如果张浩洋真有事呢，让他感受一下众怒，万一他一害怕，就会露出什么破绽。这是个双刃剑。李哥，哎，来了，你要的东西准备好，都在里屋桌子上放着，你自己拿啊。陈叔。别忘了，你看这个，我早晨就刷到了，是吗？这真的假的？哎呀，肯定是真的。干嘛？我去看。哎，沈哥，那个案子破了。什么？就
人抓着了。啊，是。哎呀，网上说的呀，就是那个姓张的小周的男朋友。放屁！小周哪有男朋友？这是您不知道啊？说是一个富二代呀。富二代？不信你看。发生什么了？师叔，你别信啊，网上都是胡说八道的。陈秋红，你知不知道小周有个男朋友？不是男朋友，一个男的姓张。网上说的吧，邻居告诉我了。小周他是跟我提过，就是个普通朋友。跟你提过？为什么跟你说不跟我说？什么时候说的？我死了吗？小周，你为什么不告诉爸爸？这帖子倒是删了，但是信息源姚广博还是不肯说，而且还找到了律师说，交不交信息源跟案件侦破不相关。哼，那太极呢，咱不跟他耗了啊。太平，这信息源是谁？你有什么想法？你的意思是说，可能有人故意扰乱视线，误导我们办案？你认为呢？不知道，可能是社会上对张浩洋这种身份的人的积压的怨气。所以很多人对我们依法办案，反倒是不理解啊。我现在就想知道张浩洋到底隐瞒了什么。他现在压力很大，可能会寻找化解的出口。他爸这是给他找了个保姆，保镖。看身形步态，应该当过兵。贴身的，形影不离，跟着他还有意义吗？查到了，不是赌博，也不是吸毒。贾贝贝搜索了很多整容医院的信息，他借贷肯定是为了要整容。整容？真的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我看着没什么好整的，但女孩不这么想吧？哎，王一山被害前拉过双眼皮儿，在哪拉的？
美一星美容医院。贾贝贝也搜过这个美一星。告家长这事怂了。大白天的去 KTV 干什么？吼两声发泄发泄。醒醒，那饭都快吃到鼻子里去了。我做的，尝尝。干嘛？想吃肉？不行啊，没你份儿。哎，这网上又有人发了个帖，关于沈小舟的，下面好多评论哎。谁呀？不会又是那个风云头条吧？还敢发？不是，就是一个普通的网友，不涉及案情，讨论男女关系的。这底下有人说，沈小舟把头巾还给张浩洋，自己带个假的地摊山寨货，是在那儿玩欲擒故纵，放长线钓大鱼呢。沈小舟交了个有钱的男朋友，还在这儿遮遮掩掩，说明这个富二代还不够富，后面肯定还有更有钱的土豪等着他呢。这是普通女孩实现阶层跃升最快的办法。张浩洋是直升机，他是坐着直升机找火箭。现在这人都怎么了？就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纯真的、善良的人吗？人就必须得见钱眼开，就必须得有一肚子坏事儿，谁不现实谁就是装的，必须人心险恶才是真的，那有意思吗？沈小舟不是这样的。石强峰，你有时候还挺可爱。你还不赶紧睡会儿啊？一会儿就睡。别嚼它了，牛奶我热了，喝了吧。喝呀。香洛借给郭姐了啊。给他吧，给他吧，东西我都腾出来了。早点休息。
怎么样？没有。没有贾贝贝的记录。那有没有可能他们不好意思用假名来整容呢？这个，我们是正规的医疗机构，不允许使用假名字。您再帮忙好好看看。我是做这行的，别的认错，脸不会认错。比如王一山，你们一说我就想起来了。那王一山有没有说过他为什么整容？我们现在不太建议用整容这个说法，可以叫医美或者美容。来医美自然是为了美，自我提升、自我实现，为人生呢注入新的。那有没有人给脚整容？不，给脚美容。哎呀，我本来抱了很大的希望，要是他们俩都来过这儿，可能就要逼近真凶了。多好的一条线索，现在又成烂线头了。不一定，我跟你说啊，王一山和贾贝贝至少整过容，或者说是有整容计划的，那就不是烂线头。怎么还不走？他还用加班？困了就睡会儿。困是困，但睡不着，一惊就醒。你那失眠症算是传染给我了。看看这个，海月水母，它伞盖开合的频率跟人睡觉的时候的脑电波接近，看着看着就睡着了。对你有用？以前有用。你还会睡不着觉？你不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泰山崩了都淡定如常的人吗？淡定的人也不是永远都淡定。有点想吃凉拌海蜇皮了。我以前在海里游泳的时候，还看见过它呢。以前？你老家是市区的？不是，在云县，也靠海。什么时候离开老家的？我上警官大学就离开了。后来我父母都不在了，就很少回去了。对了，1995年的时候，云县曾经发生过一起凶杀案，被害人也是一名年轻女性，你知道吗？你怎么知道？上警校的时候，我们老师给我们讲过这个案子。95年，你刚大学毕业，参与过这个案子吗？95年，记不清了。那个被害人挺可怜的，我看过现场照片，是在一条河里发现他的，看起来有点像沈小舟。是吗？那名女被害人，她还有一个孩子。困意突然上来了，我能不能请个假？行，你去吧。
老焦，下班了吗？局里值班呢，有什么事儿说吧，我知道你没事从不想客套。95年725案还记得吗？问这个，怎么了？我以前不知道，当时那个被害人是不是还有个孩子？孩子？嗯。太久了，这都20年了，我也记不清了。这样，我现在给你查查，然后给你回个电话。好，谢谢。你好，干嘛？好的。你好，卡里没钱呢。报出了。你是小周爸爸？是不是你干的？说，是不是你？说，是不是你干的？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？你给我回去！支书，你我瞒你弟弟扔手，我就觉得不对，你不能这么干，这是犯法！你让开！这是犯法呀！为了小周，犯法的犯法！小周不会想让你这么干的。
大鲁，在队里吗？帮我定位个手机号。在呢，你等我一下啊。哎，号呢？给我呀。叫我出来什么事啊？你不会是又被呲儿了，在心里默默写检查呢吧？好吧，继续你的飞行模式吧。要是不确定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，是知道好还是不知道好？什么意思啊？没事。哎，沈小舟还干过这个？什么？哪来的？就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帖子，有人在下面发了这张图片。张浩洋有情况，我回队里叫人。哎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别闹了，吃你的。哎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还不一定能打得过我呢，老板。哎，他非要来，请示了冯队。小齐呢？哦，他请假修手机去了。他妈老打电话给他安排相亲，急了，把手机给砸了。什么情况？张浩洋在里头啊！哼，他果然有秘密。我已经看过了，应该是个搞非法勾当的窝点。看上去像个废弃的仓库，但是周围有生活痕迹。赌场？不像，应该是涉毒或者是涉黄。我还以为是他专门杀人的地方呢。不管是干什么的，把他打掉再说。要是没有张浩洋杀人的证据，打掉他，岂不是把他盯了？我有个判断，打掉以后就知道了。哎，咱们这几个人够吗？够了。
我看这车轮印子今天没来多少人，它这只有一个门进出，但它西侧那边有个窗户，挨着土路。你们俩一个组，到那边守着，等我的信号。没问题。还是正面突击更适合我。2个人要互相照应，保护对方的安全。门口有探头吧？不会有的，来这儿的人谁也不愿意被拍下来。哎呀，可惜小七没来，就这锁呀，也就20秒。用破门吗？不用，我们是来查访，不是来抓捕的。石江峰，到位置了吗？我要敲门了。我翻进去，帮你们把门打开。别！石江峰，我没事。后门。啊！躲开！你怎么不开枪啊？你是个傻子，你受伤了啊？我没事啊。哎呀，幸好穿着了，这冷兵器、热兵器都用上了，还他妈挺全乎。鸡巴，你把枪放下，咱们真是警察。马上送医院。是。你受伤了？没事。别害怕啊，他们不是坏人啊，不怕不怕啊，弟弟不怕啊，别怕啊。我们不是毒贩，我们的主业是造像，生意好得很，我们不缺钱。张浩洋注射的是什么？就是麻醉剂，软性的，给朋友们提供一些娱乐，真不是毒品。那为什么要准备那么多刀枪棍棒？我们以为你们是仇家，早知道你们是警察，我们就不反抗了。张浩洋经常来吗？以前来过，后来有大半年不来了，最近又来了几回。他的事情我在网上看到了，大概压力大吧，来放松放松。你知道那个案子？那6月19号那天晚上，他来了吗？来过，一直待到后半夜，我跟他非亲非故的，没必要给他做假证。他不是一个人来的吧？还有谁？哎呀，我记不清了。还有几个年轻人吧？我真记不清了。戴总，是。警察同志，我。喂。海平，查到了，被害人真有个孩子，男孩，1995年的时候3、4岁吧。3岁还是4岁？那就不清楚了。这孩子之前一直在农村寄养，没跟着他妈，幸好啊。那孩子现在在哪儿？这个没有查到，还要查吗？再帮我查查，谢谢老焦。
喂，张浩洋没有抢救过来。好。怎么回事？他本身有先天性的脑血管狭窄，抢救他的医生说，他注射的东西可以引起脑部血管严重的收缩。收缩？那玩意儿不应该是扩张血管的吗？按那两口子交代的，应该不会。但是张浩洋注射的是混合毒品，成分比较复杂，老郭还在进一步的检测中。是。那冤枉啊，真冤枉我了！他又不是第一次来，每次来用的都一样，怎么这次就出事了呢？还是老实交代你的上家吧。我没上家，都是我自己配的。难道是原料搞错了？要不然就是哪一步流程出了问题？原料哪儿来的？种的，罂粟还有麻黄什么的。我知道种这些都是犯法的，我认。那么复杂的化学反应你会吗？会啊，不难。要不我给你们列方程式。设备呢？我就去年做了一批，然后就洗手不干了。那批设备早就扔了。对了，肯定是时间太久过期了，变质了就不纯了。虽然化学我也不太内行，但你刚才说的都是胡说八道。如果你还坚持这样的说法，那就到缉毒大队去解释吧。不是，那个智力有障碍的年轻人是你弟弟吧？是啊，他现在怎么样啊？挺好的，有专人照顾，你放心。等他情绪稳定了，会把他送到专门的机构，生活上不会有问题。谢谢你。你要是想早点出去照顾他，最好主动坦白。张浩洋这次注射的针剂是哪儿来的？6月19号那天晚上，除了张浩洋，还有谁去你们那儿？这2个问题，你都应该知道。那个麻醉剂是专门有人给我们拿来的，那个后劲大，张浩洋以前不用。谁拿来的？这个我没看见，他们不进院子，每次都是我男人去车上拿。什么车？就是辆普通的小轿车，灰不溜秋的。它停得远，我认不清是什么车。是不是这个车？好像是。6月19号的晚上，都有谁去了？这个我真的不知道。醒了，趁热吃了吧。你要是不想吃面条，那就把鸡蛋吃了，营养得跟上呀。饭做好了，在外头，去吃吧。
没有见过。谢谢。哎，等一下，恕我冒昧啊，我能从美学的角度上谈一点看法吗？美学？你说。我要是他呀，想让自己美一点，首先应该调整的是牙吧。查牙科诊所，这更不赶趟了。整容和整牙，这叫共同点吗？不管怎么样，先查到底再说。那牙科诊所可比整容医院多了去了，这咱们得查到什么时候啊？贾贝贝在网上就没有查过相关的牙科信息，很有可能就是在路上看见的，从他的住所附近开始查。请进。哟，我来早了。不早，刚刚好。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咱们临川明星企业绿城环保的顾总。我们见过。岳站长您好。那你们先聊啊。不用，其实我们已经聊完了，您坐。老岳，我们正在聊金海3期，就是旭日厂环境监测评估的事儿。项目往前推进，你们迟早是要见面的，是吧，胡总？对，因为这个旭日厂毕竟是重型的工业企业，生产了这么多年，在环境问题上呢，会有一定程度的化学和重型污染物的残留，尤其是重金属铬，这个对人体的健康影响不可小觑，所以咱们一定得妥善处理。哎，话题太专业了。你这不好意思，我这一不小心，这理工男的本质又暴露出来了。其实我想说的是，如果沈小舟在的话，我一定会让他亲自参与这个项目，能给旭日厂尽一份力，他心里应该是很开心的。顾总有心了。我还有个会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喂，怎么回事？他说这儿是他砸的，不是我，就是你，非要找他领导，这不就把您请来了？你为什么会在这儿？我看不上他，他报复我来的。我向你们保证不会是他。如果是他，那门锁不会是撬开的。前些天，我和他相亲来着。他说他是幼儿园老师，我挺喜欢幼儿园老师的。聊天的时候，他问我案子的事儿，我就多了一句嘴。你说什么了？我说，沈小舟案可能和其他几起案子不是一个人干的，我就说了这么多。连队，我错了，我愿意接受任何处分。昨天晚上砸手机也是因为这个事儿。他们后来爆料张浩洋，我才知道他是干这个的。我打电话质问他，他还想套我案子的事儿，我太气了，我就没忍住，我今天早上我就过来找他，我想管他要个说法。查到监控了，早上4点多，有几个戴头套的进了这个小区，和邻居说的时间也都一致。动静太大了，楼下呀
还以为地震了。张浩洋，真的吗？得到消息了，别准备再发个帖子。你上次发的内容，大部分都是无中生有。你现在知道了吧？就算是无中生有，照样有杀伤力，足以杀死一个人。您不是想说，他是因为我们爆料才死的吧？您可是警察，别瞎安罪名。那你还想发吗？你猜，舆论会怎么反噬？你可以说服自己，他的死跟你没关系，但是真的没关系吗？你做过记者，用虚假的爆料，让一个人身败名裂。你新闻的正义何在？追求流量，至少也得兼顾事实吧。说吧，你的信息源是谁？医院。你上次的信息源？上次是有人给我们送了份匿名材料，纸质的。对。现在在哪儿？早没了。不过我可以告诉你，上次那个帖子那么火，是因为有水军拱火。水军不是我找的，不请自来，都是实话。我也没想到啊，他会死。不疼，就跟蚂蚁咬了一口差不多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挂什么吊瓶啊？我从小到大就没挂过。你这挂的是消炎的，咱俩都一样，咱们这得消炎。你这是吃去疼片给吃兴奋了是吗？啊？来，你的。哎呀，你整什么鸡呀？你说我不跟你说好了吗？那得吃杀猪菜嘛，我得补血。你整，你不年不节的杀什么猪菜啊？哎，你个大男人流2两血还值得你补？要我说你就傻。你说那石子飞过来，你就不知道躲呀，还能让打着？吃鸡吃鸡，我机灵着点以后。这么说，张浩洋的嫌疑也排除了。对。那几个富二代为他作证，其实是那天晚上也去了那里，所以抱团打掩护。推测，没有证据。我昨天犯了错误，没听命令就行动了。你怎么不说我？认识到了就好，回头写个检查。你这个生日很吉利，随便选的，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哪天生。那个8月8号是你自己瞎编的呀？那咱俩聊星座不都白聊了吗？我说怎么不准呢？哎，你怎么不知道自己生日啊？我小时候在农村亲戚家长大，没人知道我哪天生。哎，那你妈……哎，我跟你说呀，不知道挺好，我自己选是不是？哪天好我选哪天。8月8，嘿，这多好啊，多霸气啊，是不是？就是啊。听说我是4月，春天生的。哎，那得叫春生，是吧？时春生，这多好听啊，是不是？说什么呢你？那你还是正月生的呢？那你怎么不叫曾生呢？你说你这嘴那是有叫曾生的吗？你这别理他，走啊！时强风，时春生，哎，春生好听，时春生好听啊！是你的吧？
张会长，你还有脸来啊？要你们警察有什么用？那个窝点儿为什么不早点打掉？好好的孩子，耽误了，变坏了。这是你们的失职，你们要负责任。对不起，请你节哀。事实会还您儿子清白，造谣的会负法律责任。其实张浩洋是个好孩子，他很痛苦。你等一等，浩洋昨天给我发了条微信。好像是不是要向你们自首？那个女孩到底是不是她？不是，已经排除了。都是我害了她。我要是能多给她一些关爱，还有自由，他就不会什么都不跟我讲，他什么都不给我讲。爸爸，来，儿子，走喽，走喽。他不会回来吧？不会，天天加班。就算回来怎么样啊？你怕什么？是你爸。舒儿，你爸呀，他就是那么个人，什么好话到他嘴里都没滋味了，别别扭扭的。但是他心里装的都是好，就是不知道怎么把这好拿出来。没看出来。你没看出来，我知道。你才认识他多少年啊？这点你比他强，你嘴比他好使。这样，你大度点，跟他服个软。凭什么我服软？他要服软我就服软。你就记住了，他是爱你的，虽然他嘴上不说，但什么都愿意给你。你说的是他吗？当然是他了，要不我怎么会嫁给他呀？你妈这么漂亮。妈，我先走了。哎，饭还没吃完呢。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别走了，我就回来拿点东西。叔，爸爸给你道个歉。别走了，跟爸爸聊聊。你也知道，我是个内向的人。其实小时候更严重，性格孤僻，怕跟人说话，所有的事儿都藏在心里。说不定我有点自闭症。
当了警察，必须要说很多话，但那都是为了案子，为了工作。在日常生活里，我还是不擅长交流。我不擅长交流，工作又消耗了我的耐心，所以对你就采取了简单、严厉的办法。我记得，从你上初中以后，咱们俩都没像现在这么坐在一块儿聊过天儿。我这个手机里边，你最近的照片还是你小学4年级的。对你的内心，实在是不太了解。应该说，我是个不称职的爸爸。叔，对不起，我一定注意。性格可能改不了，但是交流方式我一定改。这次就原谅我吧。没事儿。对了，你见过这个开这辆车的人吗？没有，根本没停就跑了。车不是我开的，对不起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对了，你要是真想学开车的话，等你到年龄了，我教你。我的技术还可以。那当然，我还没见过比你技术好的。等你学会了，要是再碰到有人突然别车，你还躲不开的时候，不要让，你走的是正路，应该受处罚的是对方。爸，你又要开始跟我聊人生了。走吧，我送你去姥姥家。还走呢？你能不能帮我跟你妈说说，让她跟你一块儿去姥姥家住几天？为啥？我这段办案子太忙了，每天早出晚归，影响你妈睡觉，她一个人就很闷。不如你们一起在姥姥家热闹，等我把案子办完了，去接你们，好吗？那我妈要是不愿意去怎么办？她怕你吃不上饭。想办法嘛。妈，我姥姥那天做了个梦。你自己好好吃饭啊，别凑合。我过几天就回来。哎，对了，别忘了帮我浇花。不是同一辆。没事了？没事儿。连队没呲着你？看我负伤，小批了2句。没事，我好得快，人称外号金刚狼。对了，你帮我写份检查呗。去，自己写去。给你的，补补吧。
原来受伤了待遇这么好，那我以后……你还敢说？哎，那条评论怎么没了？哪条评论？就我上次跟你说那个帖子，有人在下面发了张图片，是沈小舟弹琵琶直播的图片，怎么被人家给删了？我还想给连队做个汇报呢。截图了吗？截了。哎呦，不行，你自己吃吧，我得去查查去。截图了还查什么？一名优秀的技术警察，难道就只会截图啊？那你吃吧，吃完8把给我洗了。见过没有？见过，一眼就认出来了。那你看这么长时间，怎么不早说呢？我是在看的这个牙，我在想我当时给他设计的是什么方案。哎，这个女孩挺爱说话的，我还跟她聊了半天。后来我就奇怪，哎，她怎么没来呢？那他有没有说过他为什么要整牙？那也因为什么？牙不齐呗。对了，好像说整完牙他能当主播。主播？对。他说过当什么主播吗？就是网上能挣钱的那种，就是唱歌呀、跳舞。说话能不能不吞吞吐吐的？还有，他说好像有公司录取他了，提成挺高。说是半个月以后就能把整牙钱还上。什么公司？他没说。哎呦，再查一查王一山的社会关系，看看他是不是也有当主播的意愿啊？我还以为这些主播都是单干的，没想到还有公司。林子，幼稚。你是不是以为这些网络段子都是真的啊？来，帮忙来。胳膊怎么样？还是2条啊。很完整。哦，检查，我马上写。不急。这张截图是网络热帖下面的一条评论，今天被删除了。我就查了一下，发表这个评论的 ID， 全网搜索。很多用户会在不同的网站用相同的用户名，还好这个用户名够特殊，应该是自古多情空余恨这个文盲。根据本市的 IP 地址缩小范围，我找到了一个隐藏的个人主页，这个应该是他自己创造的一个网页，上面有很多这种小视频，倒是都不涉黄。那条评论的来源应该是这段视频。视频时长10几分钟，沈小舟在谈到第2曲的时候，逐渐开始有人给他打赏。这个自作多情空余恨也打赏了。我统计了一下，10几分钟的时间，他差不多打赏了有5、6千的礼物。5、6千，人民币还是游戏币？是相当于人民币5、6千的礼物。他是不是傻呀？家里印钱的呀？而且这个人的留言非常的下流，一直让沈小舟少穿一点，挺猥琐的。后来沈小舟终止了直播。这个是他主页头像的照片，没有正脸。
有点眼熟。你认识他？不是，是背景有点眼熟。知道是哪儿了，干得不错。干得不错。是。绿城环保公司，这是那片树叶的尖儿。所以这个自作多情很有可能见过沈小舟本人。会不会是沈小舟发现了直播间打赏的那个人是他，准备要向公司告发他的下作行为，所以他到绿城之后，先不要透露我们的目的，确认是他，带走忘话。为什么？我觉得案情有些复杂，凶手的背后还有别的牵扯。还有帮手？什么意思啊？我有个感觉，沈小舟这个案子，我们的调查一直都在房间外头打转儿，还没有找到那个门。顾总正在开会，要不要去叫他？不用，我们等一等。请问洗手间在哪儿？啊，进去往里走，那个角上，靠右手。有点渴了，给倒杯水啊。啊，我给您拿。不用不用，你忙你的，我自己来。回来了。什么呀？谁的房子？你想要，就是你的。我要，我当然要。多少钱？这你不用管。但是这个房子不能留在手里，过段时间就把它卖了。正好，你亏的钱也找回来了。那卖吧，我不稀罕房子。然后，我想送你们出国。出国？哎，好好的出国干嘛？春夏一时半会也找不着工作，他也不想工作，所以还不如继续出国去读书呢。就我们娘俩，你不去，我可顾不过来。去，我把手头的事处理完了，我就去。
一会儿见到敖小杰，能不能让我来问话？你认识他？你们真的是卖的，不行，我要吃那个，我要吃。我们生活费都花完了都。干什么的？找敖小杰。警察。就这儿啊？对，肯定就是这个大螃蟹公司的 ，KTV 也是他家的，还有那个美艺星整容机构，也有敖小杰的股份。整完容去当主播，肥水不流外人田。哎，那你说那个做高利贷的老沙会不会也是跟他们一伙的？你想啊，先放高利贷让他们整容，然后再当主播还钱，自产自销一条龙啊！这个思路老大他们已经去查了，但这帮人呐，鬼得很，藏头不露尾的。那咱俩就在车里一直等着，不上去看看？敖小杰的车。来，请进。哎呦，坤哥。哦，石警官，贵客贵客。这位是我们钟队长。哎呦，领导好，领导好。您大概不知道吧？我跟石警官交情可老了，当年火战一夕，论这个我就服他。来，请坐。大勇，我以为你是来看兄弟我的，看来是有公干。对，沈小舟，认不认识？你还是性子急，茶都没上就开聊。喝茶喝茶。不喝茶，先回答问题。你给我提个醒儿。认识认识，这不是在我直播间吗？直播间在哪儿？就在公司里，有30多间呢。哎呦，这个沈小舟是吧？长得天然漂亮，镜头感也强，个性化又突出。当时呢，我觉得她有大红大紫的潜质。可惜好像就干了2回吧，说什么都不干了。不干了？为什么？粉丝太热情了，大学生脸皮薄，招架不住呗。哎，主播这个东西啊，你看着简单，不是什么人都能干的。行了，明白了。怎么了？他出啥事儿了？他被杀了，这么大的事儿，网上都传开了，你不知道？啊？你说我们这些搞互联网的，天天加班，忙的是顾头不顾腚的，跟我们无关的这些资讯啊，不产生价值，真的没时间关系。你不知道这事儿，那你为什么找我？沈小舟和你们公司是怎么联系上的？他怎么会在你们这儿工作呢？我一哥们儿给我介绍的。谁？叫张浩洋。张浩洋是你哥们儿啊？他以前老来我楼下 KTV 就认识了。最近好像好长时间没见他。那你们这儿的主播都是怎么工作的？我们能看看吗？啊，可以啊，领导，您尽管看，绝对合法合规。这都是大螃蟹家的主播呀。哎，你发现没有？怎么都长一个样？哼，照着一个模子整的呗，真分不清谁是谁。
我们这个公司和楼下 KTV 一个格局，但是装修没花那么多钱。我们每个房间里边是不一样的，来看看。哇，谢谢大哥送来的小火箭，哥哥们，我们把赞点到5000，主播给大家表演个才艺，好不好？进入我直播间，点点右上角的关注。感谢宝利大哥。这生意好，无本万利。哎呦，领导，您这就说错了。咱先不说占这么大的地方，培养一个主播那是需要花很高成本的。现在竞争多大呀？有实力你也得靠吆喝呀，涨粉丝、刷流量、造声势、举办线下见面会，都是钱呀。刷流量，那你们也得找水军。啊，我们有嫡系部队，现在各行各业拼的就是流量，流量就是成本。还有啊，我规定公司主播不能开美颜，顶多开个磨皮儿，那种开着美颜就是天仙关了就是蛤蟆的招，咱不用，咱不靠这个，咱不能欺骗消费者，对吧？来，我给你看看这个。谢谢张哥送的小礼物。该整容的就去整容，大家可以。咱不靠软件提高颜值，从硬件上直接拔高。哎，我要不把他们叫出来，给二位签约签约？不用。大勇，哎，我这个小姐姐也去上厕所了。搞什么？上厕所步调都一致，克隆人啊！红娘们，今天啊有2位警官来公司视察，大家打起精神，拿出气势，展现实力，给2位领导唱一首《爱拼才会赢》，好不好？好。别唱了，让他们回去吧。要不还是听听吧。哎呦，谢谢领导给机会。大家准备好没？准备好。预备，起！嘻嘻嘻嘻，唔免乱弹；嘻嘻咯，天唔免乱弹。哎，整齐点啊！那是希望，为你最茫茫，无魂无体，亲像着草人。人生空比是海上的。开玩笑吧，他们都擅长单打独斗，不会合唱。可以了，谢谢，可以了。哎，停停停！哎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！我回来了！哇塞，真的是去上厕所了，也没那么大厕所呀。怎么回事？他们怎么跟到这儿来了？你早知道我的历史了吧？当警察以前，我就是敖小姐那样的人。我不知道。当警察，你是模范，我是差生，差生总是瞧不上模范，大概是怕别人知道自己的黑历史吧。历史不重要，历史把你变成什么样的人才重要。这个人认识吗？有点像，又不太像。看他的下巴，他整过容。哦，那就对了，他以前不长这样，他叫樱桃。樱桃？啊，对，本名徐颖，樱桃是外号。樱桃喜欢过你？对啊。明天把他约出来。啊？我可不喜欢他。再说我现在这是侦查任务。敖小杰对运用水军很在行。风云头条的姚广博说过，把张浩洋那个热帖炒起来的水军是不请自来的。
喂，哥，那2个警察来过了，看来他们还是发现了。明白，我就按您交代的说的。喂，海平，孩子的事儿我打听过了。怎么样？这孩子是1992年4月生的，生出来就被他妈送到农村亲戚家寄养了。我小时候在农村亲戚家长大，没人知道我哪天生。听说我是4月。但是这孩子10来岁的时候，从这个寄养家庭跑出来，离家出走了。听有人说，在你们市见过他。他叫什么？叫什么不知道，他寄养家庭姓石。你真不吃？说不吃就不吃，你吃我闻着。你看那姑娘现在怎么样了？什么姑娘？少废话啊！抓点紧，人家也是警察，不会在意你加班的。这种事情吧，你早点定下来，该办的事情赶快把它办喽。哎呦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啰嗦了？着什么急啊？想抱孙子啊？我急什么？我又不是你爸。哎，我是说，你这种事情得抓紧，别耽误喽。你都多大了？你还记得敖小杰吗？敖姐，我记得。他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最近案子里又碰上了。那个被害人挺可怜的，看起来有点像沈小舟。你见过不少这样的女孩。你再跟着我，我就跳下去！你不明白吗？我不喜欢你啊！学校有堂课叫做犯罪被害人学。那名女被害人，她还有一个孩子。没有担当，遇事就跑的人更不适合当警察。什么意思？不正经，太轻浮，不自重。你是不是从来都看不上这样的女孩？你能不能有点人味儿？炮打给人子儿。好。于厂长，哎，你来的正好，你看看我怎么赢他。哎，坐。哎呀，有厂长来了。哟，谢谢厂长啊！好的，谢谢厂长，谢谢厂长。我抽不起。厂长，跟金海集团谈的怎么样了？楼什么时候盖呀？还有盼头没有？快了。哎呀，我还没住过海景房呢。其实海景房也没那么好，太潮湿，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不能住。谁自己住啊？
到手了就卖给外地人。想没事儿吧？啊，案子还没破呢，警察不让动吧？啊，他怎么就死在我们厂里头呢？哎呀！啊，那个知道什么是主播吗？主播，新闻联播吧？哎呀，不是啊！来，各位，你看啊，挺好的一个姑娘啊，怎么张嘴就问人要赏钱呢？你这是不是？我觉得她跟要饭的一样，是不是？你看，长得挺漂亮。要我说呀，还不如要饭的。哎，要饭的你就赔个笑脸，这还扭腰吊胯呢。扭腰吊胯。哎呀，扭腰吊胯！我跟你们讲，就有一种人呢，他就喜欢扭腰吊胯的，弹琴卖唱，一看就不是正经人。这话可别让你老婆听见。她年轻的时候可是咱厂文艺队的啊。文艺队的怎么的？啊，我这个人啊，就不怕点名道姓，我说的就是实话照。哎呀，老杨啊，说这么多年了，你怎么还较这劲呢？比什么比呢？你看你长得就违章了。别看他现在剃了头，照样碾压你。碾压个姥姥！我至少我没生个傻子，没断子绝孙。过了。哎，你这话过了啊！咋说话呢？我就这么说话呢。不好意思啊。你干什么你？哎！破鼓不怕锤，来。我他妈不怕！你要再进去，可就出不来了。回家。这脾咋这么大呢？吃火药了。朱厂长，这没再见识，一直就这个样，都知道吗？你就不应该多嘴，就应该让我一瓶子给打回医院去。小周出事那天晚上你去哪了？喝多了吧？记得自己怎么回来的吗？回家。给银团的，等我见了他都不凉了。给你的。哦，金桔柠檬，挺好。你不来一个？我不喝。谢谢啊。怎么不换件精神点的？这不行吗？这样，好几十呢。我不会挑衣服，你会挑吗？不会。我跟他见面，隋小知道了，会不会不高兴？你小看隋小了。这么多年没见了，我怕他。这是工作，不管他怎么着，你都得接着。他和敖小杰关系近吗？近，比我认识更早。其实我认识的敖哥，那会儿还不叫敖哥，人挺仗义的。我流浪街头那几年，帮过我。虽然不是什么5好少年3好学生，但我觉得他不至于掺和杀人案。而且沈小舟当主播，是几个月前的事了。你认识的敖小杰，会开所谓的文化公司吗？会让一群姑娘给警察唱歌吗？人都是会变的，你都当警察了，让黄斌删掉沈小舟的图片，肯定是有原因的。
至少，他不想让人知道沈小舟在他那儿当过主播。那我过去了，我觉得樱桃变没变。去吧。我回来了。但马上就好啊。啊，哎，我想跟你商量件事。婚礼能不能先不办了？我想推迟一段时间。推迟？你想推迟到什么时候？等小周的案子破了再办。只要你同意，我去跟唐娟说。你说一个屁呀！还推迟？那婚礼没几天了啊，人都请了啊，酒席也定了啊，你打谁脸啊？你说你喝那么多酒干什么呀？赶紧进屋躺床上。不是，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我跟你说，你就惯着吧你。哎呀，小涛啊，我知道你为难，但是你看，咱们家都准备好了，这钱呢也都花出去了，他改不了了。小周也会理解的。那之前和沈叔叔说好了，婚礼的时候请他弹琵琶，那现在怎么办呢？本来就不应该请的，那琵琶弹着他妈有晦气。妈，办也行。那天咱们不放鞭炮了。不放鞭炮了，不让你沈叔叔听见。放，大放特放，去会去。喂，来了！哇，自己打，逃避！哎，来了，快点快一点！你快！你快一点！我弄坏了！我怎么来了？摄像头！哪有你这儿玩的？来，还来啊？看着啊，前面两个，后边打那2件。我好像会了。可以，就这样。哎，樱桃，我公共场合。别叫我樱桃，以前你嫌弃我大咧上男孩子，现在不女人吗？非常像女人。你是不是连我叫什么都忘了啊？徐颖啊，怎么可能忘记？这个是宝阳大厦对面的探头，把6月19号晚上的监控视频调取过来。宝阳大厦？你跟赵小刚可撞车了啊！他也要了这个监控。好，海边，坐。
坐。秋菊说对了，你们两组的调查出现了交集。老赵，你说说详细情况。走，我从头说。通过调查，我们发现王一山和贾贝贝在被害前都向老沙红丽借过高利贷。这个沙红丽目前已经失踪了，种种迹象表明他很有可能已经被灭口。我们回到这个王一山和贾贝贝啊，我们调查发现，他们两个借贷的目的是为了整容当主播。给这个贾贝贝做过牙齿整容咨询的医生亲口跟我说，贾贝贝想整牙齿的目的就是为了当网络主播。然后我们进一步走访了王一山的社会关系，现在可以确定，王一山整容的目的也是为了当主播。于是我们对全市的相关行业进行排查，发现一个叫大敖文化的传播公司嫌疑最大，其实际控制人为敖小杰，地址就是在宝阳大厦。而奇怪的是，给王一山做整容的医院美一心也在宝阳大厦，而且宝阳大厦还有一家大敖的 KTV， 也是敖小杰的。贾贝贝和王一山是这家 KTV 的常客。这个美一心不简单啊，和这个大敖公司关系密切。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，高利贷到整容到网络主播，它形成了一个闭环。大敖公司的每一个主播都是这个敖小杰亲自挑选的，地点很有可能就是在 KTV。所以接下来我们组的侦查目标就是这个大敖公司的老板敖小杰。很好，说得很清楚，这条逻辑链目前是成立的。你们怀疑是敖小杰以当主播为由，对他们进行了诱骗，伺机杀害。对，我们已经对敖小杰实行了24小时的监控，继续收集证据。哎，亮哥，这个沈小舟案怎么会查到宝阳大厦去了？沈小舟也在敖小杰的公司干过主播，几个月之前干过2次，后来就不干了。但是我一直觉得有一点不符合逻辑。沈小舟和敖小杰的联系是在几个月之前的，而且沈小舟和贾贝贝的被害日期过于接近，所以虽然我们目前的侦破方向出现了交集，我总感觉疑点反而更多了。不管怎么着，先把这个敖小杰盯住了，全力查。对了，我们已经见过敖小杰了。啊，抱歉，不知道你们刚好查到他。哎，亮哥，这个人你什么感觉？精明，善于伪装，一定跟沈小舟案有关。石江峰已经通过一个主播，进一步去调查他了。石强峰？为什么让他去？石江峰和敖小杰认识很多年了，他不会冒进吧？我愿意相信他。想吃什么？我请你。我想喝酒。你晚上不是上班吗？上啊，上班就不能喝酒了？喝了酒才好影响他们看嘛。那去酒吧。酒吧酒都兑水了的，坐下，我家怎么兑水？干嘛啊你？你怕我吃了你啊？走吧。随意啊。这租的还是买的？买的呀。
当主播这么挣钱？喂，我是自己人好吗？跟了他这么多年了，那几个新来的还在合租呢。啊，上来就这么猛啊？咱能先喝啤酒吗？你可以坐下吗？我这。坐下。你有女朋友吗？没有。那你昨晚有没有看见我？看见了。根本就没看。看见了，余光看见的。你是怎么弄到我电话号码的？我是警察呀，简单。别喝了，你不是还要上班吗？不去了，还不差我一个。哎，你这一晚上不去，得少挣多少啊？你当主播，一天提成是多少？那些新来的跟你一样吗？不一样。那干的都是一样的活儿，会不会产生分歧？哎，我们不说这些了。你来找我，难道是跟我怀念旧时光呀？瞎聊嘛，瞎聊。骗人！你有女朋友？你刚才犹豫了1秒，但凡能让你犹豫的，一定是你真正喜欢的人。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你以前可是把我当哥们儿的。你喜欢什么样的？我能不知道吗？你来找我，是要问我什么事儿吧？你知道吗？当初我躺在整容医院手术台上的时候，第一个想起的人就是你。我想让你看看我现在的样子。其实我不在乎这个。后来我也打听过你，知道你去了警校，当了警察，我就知道我们俩的路越走越差，做不到才到上了。不会。我根本就不想当什么主播，每天拿着手机哄那些大哥们打赏，那还是我吗？哎，但你知道吗？有个傻子，他就为了给我吃了一顿饭，花了3万块。不光是那个傻子，陪伴大哥的钱也就算了。去年有个小孩10多岁，把他奶奶看病的20多万都打赏了。后来他爸妈去了公安局，我也不知道要回来多少。所以后来直播我就一句话都不说，我只跳舞，我一句话都不说。谢谢大哥，能不能顺便买一套别墅啊？这跟要饭有什么区别啊？所以，我现在就越混越差了。王小姐老是跟我说，咱们赚的也是辛苦钱。你知道吗？我爸
爸我妈是卖菜的，跟他们比，我有什么资格说我赚的是辛苦钱啊？不想干就别干了。可是我能干什么呀？我什么也不会啊！哎，要不我也去考个警校？我知道敖小姐对那些女孩挺不好的，我有时候也挺可怜她们的。怎么不好了？但是敖小姐没有对不起我，我不能说她什么。你可以去问一个叫小南的姑娘，她刚受了伤，想走也走不了。能问到什么，就看你们自己的了。你走吧，我想睡觉了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不用担心我。我今天挺高兴的。6月19号下午，敖小杰的车5点30分就离开了宝阳大厦。好像不是一个人。对，2个人，还有一个挺壮的哥们儿。他俩一直在一起。贾贝贝被杀当天，敖小杰的车也是6点前离开的公司。王一山案，时间太早了，咱们的视频保存不了这么长时间。所以说，沈小舟和贾贝贝被害的时候，他都不在公司。对，但这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啊。我查了这个监控探头3个月以来所有的监控视频，每一周有1至2天，或者是2至3天，他会和这个大个子提前离开。这也不是什么强证据吧？昨天我去见的那个女孩，虽然是为了查案，但有个情况我还是要跟你说一下。她以前喜欢过我，不对，她现在也喜欢我。那你喜欢他吗？有人了，装不下其他人。那你为什么要跟我汇报？你们是昨天发生什么了吗？就是衣服未遮盖部位有过几次体表接触，我躲不掉。你看，要不要惩罚？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？你最大气啊！就是还要去见另外一个女孩。人家跟我说了，是叫周小楠吧？我跟你一块儿去。你跟我去？嗯，你信不过我？是考虑到人家女孩子跟你一个大男人不好说话，我去了会比较好说话。我还没想好怎么约她呢。
不能让敖小杰知道，也不能跟他提前透露情况，怕他不敢来。连队已经想好了。感谢你支持工作。刷了1个火箭，这个月怎么吃饭啊？我也是呀，怎么脚又累，还一天到晚要穿这个，脚这么酸。我来帮帮脚呀。对啊，那就是了。喂，是周小楠吗？是。啊，我是第3医院骨科的医生，你尽快来复查一下吧。上次不是说3周后才去吗？是这样的，我们的主任重新看了一下你的片子，建议你还是今天过来一趟，最好赶在他下班之前。好，现在就去。进去吧。小南，坐。坐吧。我看了你最近所有的病历，你怎么受了这么多次伤啊？手指骨折，以前还有过皮下出血。肩关节脱臼、软组织挫伤、阴道撕裂。到底是医生还是？别担心，我是警察。受伤的病情归医生管，受伤的原因归我们管。没有报案。没报案我们也得管。你的这些伤都是殴打跟性侵造成的吧？这是犯罪。你不是本地人吧？家是哪儿的？四川。爸爸妈妈都还在吗？能不能别告诉他们？你想回家吗？我想。我欠了好多钱，回不去了。能回，只要我们把伤害你的人抓住，你就能回。但前提是，你必须要把你知道的，一五一十的告诉我。他们一个也跑不了。已经跟他说了，让他回去继续工作，就当什么都没发生。我们会尽快行动。他行吗？我看行，他挺坚强。哎，哎，想什么呢？我们房间的钥匙他们都有。那天晚上来了好几个人。有敖小杰吗？有个人说，敖哥嫌我们贱，他们不嫌。喂，老马。
哎，老秦，你还记不记得队上曾经办过一个案子，就是敖小杰公司的那个搞网络下流表演的？对，查办整改了，怎么了？我听说牵扯出人命了，就是有个特勤失踪了，会不会是敖小杰找人悄悄给灭了呢？这不能告诉你，别让我犯错误。但是我就说一个我个人的判断，敖小杰这小子人见手黑。对了，你问这事儿干什么？没事，我是瞎操心，瞎子嘛，就是个瞎操心。去你！改天请你看电影啊！滚！警察，敖小杰在哪儿？嚷嚷，别紧张，来跟我说。谢谢榜一大哥。你便宜点儿，妹妹给你比心。妹妹给你比个心。你比个大的，来，你站着，这样。对，把胸抬起来，挺胸。对，刚才啊，这个刷的皇家礼炮，要是刷兰博基尼，你就比这个就行了，知道吧？谁呀？真讨厌！干什么？哥，还这么豪气？来，跟我哥比个心。出去，让他们出去。行，大勇，你给他们开小房，先玩会儿。你们几个跟我走。那哥，我这面试算是成功了吗？我能当主播吗？当主播要学会先听话，去吧。哥，有事儿啊？有事儿，跟我走。去哪儿啊？回队里自首。不是，我自首我也得知道我犯了什么法吧？以前咱们是不懂事儿，干过冲动的事，但至少还是知道，什么事儿绝对不能干。我干什么了呀？干了不是人干的事儿。越说我越糊涂啊！除了沈小舟，王医生和贾贝贝，认不认识？不是，我这俩名我真的第一回听说啊，哥。是吗？你就是在这间包房里许愿，让他们当的主播啊？哥，你先等等，我捋捋啊。你上回说沈小舟死了是吧？那你刚才说的那两个人也死了吗？不是哥，你千万别拿这事儿吓我啊！你现在是警察，我呢我是混蛋，但是我还是你认识的那个混蛋。我敖小杰不会对女人动手。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怎么管理的这些女孩的？我还能怎么管理啊？我们就是雇佣关系，我是老板，他们是员工。我们公司企业文化就是互相尊重，人性化管理。放屁！殴打、性侵、恐吓、要挟，这他妈是人干的事儿。
石强峰，你现在是警察，现在说的每一个字儿都是有分量的，不能乱说，能压死人，你知道吧？你不信是吧？行啊，咱们现在就上去，我把女孩都给你叫出来，你挨个问，行吗？你问过了？不是谁跟你说的？是樱桃吧？他什么都没说。那就是有人给我泼脏水啊，哥哥！他们嫌我提成给的少。别给我扯淡！我什么性格你清楚？我要是没有证据，会来找你吗？现在楼下是不是已经被警察包围了？现在要抓敖小杰，完全可以说他不知情，都是手下干的，一锅端了，然后个个击破。报告，我申请先打头阵，套出敖小杰口供。我也正有这个想法，但是你不能刻意套话，那不是你的性格。你反常，他反而会察觉。明白，我就按我的性子来。你是觉得我一个人带不走你？哥，你以前是我哥，现在还是。你说去哪儿我去哪儿。主动坦白，是为你好。我懂，等大部队打上来，性质就不一样了。哥，我还有个请求，咱们临走之前唱首歌了，好久没唱了，痛快痛快。我不会唱歌，没事，哥，来，你说，我唱，你听。什么情况呀？怎么还唱上了？别着急，有情况石江峰会发消息。收到。西楼平面淡寒，哪怕西去西梦，为你最茫茫。我看青州苍老，好久没练了。那就练练，别了，给我干！弟兄们，他没劲儿了啊！再接上！
畜生！走！王小杰，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嘘嘘嘘。去，给我打一针。来，给我摁着他。老师。喂，梁海平是吗？我是，哪位？啊，马超群，以前东城大队，现在变退了。石强峰那小子跟我很熟。老马，我记得你，有事吗？我们现在是不是在调查一个叫敖小杰的人？峰哥身体好，一针恐怕不够吧？不行，再来一针。哥，两针不会出事吗？是这样，石强峰跟敖小杰有交情，但是他不了解敖小杰的为人。敖小杰这个人很滑头，心狠手辣，背信弃义的事情他没少做。石强峰啊，这孩子很实在，我他们不过对方。他今天晚上是不是有任务呀？我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没接。别担心，石强峰不会太鲁莽。哥，睡吧，我等会儿。来，先出。行，放心吧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。情况有变，立刻抓捕。这水淹老鼠窝了啊！抓，一个都别让他跑了。石强峰的位置在哪儿？警察，敖小杰在哪个包间？
喂，喂，醒醒，醒醒！他的手在干嘛？他怕晕过去，想让自己疼。追踪石强峰的定位器，应该在敖小杰身上。石强位置在移动，现在在宝山路。去哪儿？去医院。追敖小杰。没事儿，有人追他，不怕他跑，跑了也能抓回来。我要死了吗？胡说！你必须给我好好的，马上到医院了，给我坚持住！轮胎好像没气儿了，这都是你开的啊？啊！后路车不让保养啊！你能不能学换胎啊？你好什么好？平时这活也用不着我干。行，拿着钱，抓紧走。快！哎，快！哎，快点！这什么玩意儿啊？都有小心！小心！金刚，快跑！你打！有警察，坤哥，快走！坤哥，坤哥，警察来了，快走！有警察，坤哥，快走！
傲杰呢？不知道，跑了。出来吧，敖小杰。是的，你跟我妈谈过恋爱，为什么要打分手？是他跟我。您不能进。老顾，昨天捎过去的那个针管有结果了吗？有了。跟山药洲体内发现的一样吗？不一样，沈小生体乙丙酚，这个是氯胺酮。哎，石清峰那傻小子怎么样了？还没醒。医生说，抢救的及时，没有生命危险。我错了，幸亏浓度不高，要不然这一针管下，一般人几十分钟之内呼吸停止心脏停药。这小子挨了2针，命真够硬的。你为了发朋友圈还真下本啊？什么呀？这是你爸送我的生日礼物。你自己去行不行啊？我还有事儿，有作业呢。哎，别废话，你给我参谋参谋。怎么样？怎么说呢？直说呗。我爸可真会送礼物。臭小子。妈，你跟我爸怎么认识的？没跟你说过吗？别人介绍了呗。那你怎么会看上他？就我爸那个样子，见一面还不得劝退了？这就是我的厉害之处。你妈虽然不是什么大学教授啊，但是会看人。头回见面的时候，你爸不吭不哈的，像棵树一样杵那儿。我马上就知道这是一个好人，他眼睛里一点坏都没有，说话还会脸红呢。再说啊，你爸年轻的时候挺精神的，帅啊。这他也得还行吧。哎呀，说真的，刚开始我也觉得他有点闷，有的时候我说100句，他回不上3句。行，就这。可是后来越来越了解他了，我就觉得跟他这个人在一起，怎么就那么踏实？对，就是踏实。有他在，我从来都不失迷。哎，你看这件怎么样？是不是更好看？那我爸什么话都不说，你怎么就那么放心？你不急吗？嘿，刚开始的时候也急，可是后来呢，我就知道了，他要是遇上什么过不去的事儿啊，他自己闷几天，消化的差不多了，他还是会跟我说的。
跟自己老婆该说的他都说。我这性子啊，就是被他给磨出来了，急不成。你爸这个人啊，在外人看上去不好琢磨，好像挺复杂的，是吧？其实他的聪明才智都用在他的工作上了，生活中简单的很。你就知道，他永远都不会骗你，也不会害你，更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儿，因为他过不了自己那一关啊。因为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，他就得装。你爸最不会装了，要不让他去见个人应酬应酬，看把他给难为的，让他装腔他难受啊。那不一定，有时候骗你可能也是为你好啊。谁骗我了？你爸说啥了？就去我姥姥家那事儿。我以为什么事儿呢？我知道他教你的，咱们走了，他好专心破案啊。你猜到了？这么多年了，这我还不懂吗？他担心，咱就配合他呗。你小的时候去姥姥家的时候更多。哦，那我爸有没有说过他喜欢你啥呢？除了漂亮。你问我干什么？你去问他。不用问了，我已经知道了，因为你是世界上最理解他的人。乡下来。哎呀，小妞妞来了！哎呀，这孩子长大了。来，趁早提钩。好好好。来，边上长，坐这儿。嫂子来，自己来吧。跟你们介绍一下啊，岳上长，这是我们亲家姓唐。哦。恭喜恭喜恭喜！哎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坐。来，坐。亲家母，哎，咱也别放鞭炮了，就开始吧。行，就开始啊。来了，坐。那么伺候你，那么才到。哎，好嘞。回来！云帆，回来！哎，我呀刚买的好茶叶，要不要来点儿？
哎哎，别替他担心啊！石强峰那小子命硬，哎嘿嘿。我没有。行了，给我也来点。你接凉水啊？哎呀，可惜了我这好茶叶了。你呀，心不在焉，还不如啊放你半天假，你上医院去吧。去医院干嘛呀？哎，谢谢爸，看我过去了。喝吧。哎，叔让一半，来，一起喝一杯。谢谢大姐，谢谢大姐，谢谢。该我了。别谈了，多吃点，多喝点。说好了的。金蛇狂舞。
人呢？哎，他不在医院呢吗？跑了。跑了？这不中毒了吗？那还能跑？能跑，刚才跑回来带着随小出去了，这就是爱情的力量。敖小杰呢？想什么呢？请教。手能松开了吗？不能。这小子太不会办事儿了，也不打个招呼就把你带过来。我这人是不是很乱啊？还行，不乱，挺干净的。他没事就来帮我打扫，撵都撵不走。他有没有跟你说我是谁啊？来的路上说了。你有没有纳闷他怎么就把你领到我这儿来了？他说，您是他现在唯一的亲人。你也是他唯一领到我这儿来的女孩。我没有别的意思啊，我意思不是说是他交往过很多人，他是你知道我意思，还没交过女朋友。我明白，我懂。他能领你到我这儿来，就说明他真的动心了。我去看他一下。你随便。怎么弄的？这是丁棍，以前不懂事的时候留下的。刀伤身上也有，你不会嫌弃我吧？你现在不是懂事了吗？你干什么？小杨，注意场合。哎，你轻点。干什么？松下。老杨，我晦气的东西，谁他妈让你来的呀？老杨，你干什么？动手！别动手！你我不成行吗？你干什么？杨哥，拿着结婚呢！你他妈别闹了，你给点脸行吗？老脸盆，你跟着给我讲！我他妈窝囊呀！我他妈让你们喝，我他妈让你们喝！妈，咱们回去，咱们走。走，这种家庭不要脸吧？走。赵老哥，信啊！你信啊！缺钱了！打死我！打死我！你打死我！打死我呀！来，多钱了？都别过了！虽想是个好姑娘，你小子撞大运了。说什么呢？哎，没说，没说。这花生米留下吧。敖小姐被抓，我真是一块石头落地了。我知道我帮过你，你把他当哥们儿看，但是我怕你看不到他。他跟你不一样，他有心机，有野心。当年我也曾经想帮他走上正道，可是他呢，
因为我要抓他。我这双眼睛啊，很可能就是拜他所赐了。我没有保护好你的皮肤，爸爸没有帮你把皮肤保护好，对不起。从昨天到现在，这个敖小姐什么都不说。拐弯抹角打太极，女孩子被殴打性侵，她说是对手下管教不严，自己从来不参与。杀人嘛，就完全不认了。有人敢在咱们前面袭击了他，对，有人要灭他的口，会是什么人呢？他很可能知道，但是不说。那个老沙红丽，应该也被灭口了。本来以为敖小杰就是那只黄雀，现在看来啊，也是螳螂。都要被灭口了，也不说。只能说这只黄雀很厉害，爪子伸得很长。这个案子已经不是简单的一起杀人案了，顺着绳子拽，后边很沉。那个跟敖小杰一起出逃的大勇，现在怎么样了？在医院，救是救过来了，不过伤得挺重。敖小杰是亲眼看着大勇被打成那样的吗？对。但是审讯的时候，敖小杰一句都没有问过大勇的情况。没问，就是个白眼狼。他肯定不是什么仗义的人呢，但是一句都没问呢。你是觉得？报告，石江峰又打敖小杰。别动！干什么？我警告你别犯错误。我那是气话，我不打他。我就问句话。不行，不行！哎，我不会打人。我有事要问他。审讯要按程序来。行，你们问完了我再问。但是，我有个请求。哦。看清楚了，他伤得很重，但是没有生命危险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出来混，还是要还的。打他的人也应该还，你不用表现得那么不在乎。有个在乎的人，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。你放心，我们已经跟看守所沟通好了。保证你的绝对安全。不是哄我的吧？不是。
不是他怎么来了呀？我人虽然瞎，但我还是个警察呀。你已经退了，还能审我吗？退出办案岗位后，参与巡逻队的派出所社区民警，现在安排我来专案协查。你小子面子够大的。哥，峰哥，我没想要你命，那药不纯的，我兑了水，你知道我卖的都是水果。别解释，我知道，你没有杀人的那个胆子，否则他不可能活到今天啊。对，真的。敖小杰，咱俩认识多长时间了？我记得我认识你的时间比认识他的时间还要长。你说你还是个孩子，个子小，胆子也小，希望你当人的跟班儿。你做事总不会冲在前头。其实你不是个坏孩子，就是从小缺少关爱，还被别人欺负。人嘛，总得学会自保。而且你聪明，脑瓜灵活，学得快，混得开，这点你比他强。所以您当时老抓我上学去，我不是那行料。就是你脑瓜灵，机灵，所以你办事儿啊，你会权衡轻重，趋吉避凶。出头鸟的事儿你不会干，办事儿你不会办绝了，对吧？我听他们说了你这些年干的事儿，我就说嘛，你还就是个跟班的，杀人，哼，你没那个胆子。我不相信你背后没有一个老大，你得想清楚啊。你犯多大罪，担多大责，你现在还年轻，坦白从宽，争取少判几年。你服刑出来以后，还可以开始你的生活。哎，你看我，我都这把岁数了，我都这个样子了，我都能开始我的新生活，对不对？一场意外毁了我这双眼睛，小杰，该不是你弄的吧？说实话，还是你背后的大哥弄的？是谁？真不是。说实话。是坤哥跟我提过一嘴，但是以后没人烦我了。坤哥是谁？专门干脏活的，这次要干死我的人肯定也是他。这人特别狠，圈里有个外号叫夜叉，但是没人敢叫。给谁干脏活？小杰，既然要撂，就全撂了呗。李大大，李大大？对，李大大为什么要灭你的口？他就是我背后的金主啊！我的公司、KTV 都是他的。我就是个街头混子，我哪有钱做这么大生意？我是白手套，坤哥是黑手套。我手下的这些主播，我选一遍，李大大也选一遍。有满意的呢，我就带他去参加他搞的那个秘密聚会，但是聚会我不能进，所以发生过什么
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敢问。那2个死了的，我知道有1个去过，还有1个有人带去过，往沟里带的老沙。确实知道太多。沈小舟呢？沈小舟他没去过，他就干了2回直播他就走了，我再也没见过他。当时李达达让我逼那个死宅删帖，我还有点奇怪呢。你说他为什么不想让别人知道沈小舟之前干过主播呢？因为他不想让我们查到你，再查到他。哦，沈小舟其实是张浩洋托李达达介绍给我的，他确实是想打工挣钱，家里穷。但是我搞不懂为什么会有这种人啊，背靠大树，还非得要整个撒花脸走的。这人也拧巴，明明特在我前，当时跟我谈分成的时候，为了1、2个百分比，跟我磨了那老半天，你算得叫我清楚。然后呢，说辞就辞了，1分钱都没有。你们公司还有谁去参加过李达达的秘密聚会？说吧，所有人我们都会保护。没有了。凡是去过的，我都没见过他再回来。谁呀？还没睡啊？打扰了。干嘛？向你请个罪。敖姐的事儿，我们办妥。算了，他也不敢乱说话。敖姐没有家人，不好控制，所以以后要小心点。你替我小心点不就行了？啊？那么，你是怎么认识石强峰的？铁路旁边逮的，那年他17岁，在火车站见义勇为跟人打架，一个人挑5、6个人，给打得头破血流，还在那硬撑着呢。跟他交朋友，我费了老劲了，1年多才敢叫我一声叔，本质不坏的，身上有股子侠气，啊，一块石头磨一磨，兴许能出玉呢，这不，上警校磨出来了。走吧，老马。哎，你立功了。说话的，什么叫立功啊？那人老连安排的好。老连走了啊。哎。敖小杰交代，贾贝贝参加过李达达的秘密聚会，而王一山应该是老沙红丽带去的。这个沙红丽啊，很有可能也是李达达的傀儡。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这个李达达，应该列为重点的嫌疑人，集中火力查。先暗访，不明查。他父亲李荣和那是金海集团的老总，明星企业家，不能再出现上一次张浩洋那个网络事件。拿到了铁证再出手，出手就要定死。邱局，还有什么指示？哎呀，虽然线索都指向李达达，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参加聚会的都是谁，聚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凡是参加聚会的
都有嫌疑。可是这个凶手有他自己独特的爱好和标记，他就是一个典型的性心理变态型人格。所以我们要继续的验证排除。哎，不要，你觉得李达达像吗？见过他2次，以他的性格和表现，我觉得有70%的可能，而且他更惯用左手。你老婆打你！是沈小舟。沈小舟怎么了？还记得吗？沈小舟案发的第2天早上，他开车撞人，我把他抓回队里。他当时的情绪很狂躁。是，很兴奋。其实，这不是刚刚作案杀人之后的状态。相反，他得到了满足，应该相对平静。你是说，沈小舟可能不是他杀的？不知道。看着这海蛎子从这儿啊绕过，哎，这一压，小心手啊！哎，别打，拿2个鸡蛋啊，看见没有？2个啊，这样是，跟妈妈学，学会了再看啊，学会了才允许看。来看，打碎，看电视，乖，跟妈妈学，学会了再去看电视，听话啊，小孩。搅匀啊，看着小份儿呢。2勺就行了啊！来，看这儿，看这儿，看电视，不许看，不许后就不许看。吵什么？好了。小海，电视打开了，来看吧。而此时，在南下冷空气的激发之下，浙江和江苏南部这一带的强降雨也将会开始增多，并很可能会伴有雷暴。怎么了？为什么非要让他学这个？在福建中部和西部将小周在的时候，他还有个依靠。其中将会出现现在怎么办？西部的强降雨和我们俩要是没了关系，由于这一带他只能靠自己。在西进的过程当中，在这种地形台风的作用下，将会给迎风坡制造更为同时呢，在福建的南部和江西的东南部这一带，我们还要特别注意防范。现在，妈做了大包子了，别让给你送过来。替我谢谢妈。小树怎么样？听话着呢，放心。上班去了啊？哎，啥？没事，你去吧。破烂再说。好，破烂再说。好了，包子趁热吃。开会。我说一下啊，敖小杰呢提供了几个参加过李达达秘密聚会的女孩的姓名，经过我们的查找发现呢，都是近1到2年内离开的临川。有3个人行踪明确，2个回了东北，1个到了四川，其他的没有下落。李达达是不是变态？这些人恐怕都见识过。
那他们是被吓跑的还是送走的？去找找他们。已经分了3组人，一会儿就出发。要做好准备啊！这些人恐怕比敖小杰更害怕。只要能找到一个肯开口的，就好办了。报告，有人报警，说有沈小舟案的情况要反映。什么人？是一对老夫妻。二位以前也是旭日厂的？啊，不是，我们是做小生意的。不过要是旭日厂的，那就好了。那有什么好的？旭日厂不是早就关停了吗？哎，关停了好，那旭日厂它有房有地的，将来拆迁了就可以换海景楼房了。现在出了这人命案，恐怕这拆迁分房的事儿得耽搁了。听说老板改主意了，要另外选地了。这个情况我不了解。你们今天反映的情况跟沈小舟有关吗？哦，我要说的是杨涛啊，不是杨涛，是杨涛他爸。哦，对，就是杨涛他爸杨宝革。杨宝革跟沈小舟有什么关系吗？跟沈小舟他爸有关系。我们很早就听说啊，这个杨宝革呢不待见这个沈华章。昨天婚礼啊，那个样子，嗨，就不是不待见，那简直是有仇啊！杨涛的婚礼，对，这个杨宝革啊，给搅乱了。昨天他喝醉酒，大吵大闹，哎呦，那个场合一点不给我们面子。我女儿啊，才不要嫁去那样的家庭呢。哎，好在他们俩还没领结婚证。那这个杨宝革为什么不喜欢沈华章呢？他老婆了，就是杨涛他妈，年轻的时候啊，跟那个沈华章呢好过一阵子，不过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了，都过去那么多年了，两个人还像小年轻人一样记仇呢。这些事情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呢？这昨天晚上啊，杨涛到我家来赔罪，我给追问出来的。因为他们家呀跟沈家关系好，这婚礼上啊连鞭炮都没放，就是因为啊这沈家女儿死了。我看那个杨涛啊跟杨宝革长得一点都不像。昨天婚礼上沈华章来了，我倒发现那个杨涛跟他长得倒挺像的，两人都是白白净净的。你说会不会跟那个？这别乱猜。不过啊，这个杨宝革啊，确实这脾气坏得很。他一酒蒙子啊，喝了酒就打儿子，下手那个狠呐，我看都不像他亲儿子。这杨涛这背上啊，还有他皮带的那个留的疤。就是，哎呦，这种家庭咱们离得越远越好。那万一他们真要干过什么要人命的事儿，怎么跟他过得下去啊？你们是觉得杨宝革有可能？好，你们反映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，谢谢。对，那个听说那个沈家女儿是在那个旭日厂的污水池里发现的，是吧？这杨宝革啊，下岗之前呢，就在旭日厂的污水处理站上班啊。喂，你好，是石先生吗？您的 DNA 鉴定结果出来了，方便的时候可以随时来取。好，知道了。你认为他们提供的线索有用吗？我看是为了悔婚吧。只要是线索就不能放过吧？沈小舟的案子本来就有很多异常的地方，跟那2个案子有联系又有区别。以前那些复杂的案子不是也出现过这种始料不及的情况吗？不起眼的人结果是真凶。杨宝革的底子摸过了吗？他有案底，年轻的时候就经常寻衅斗殴，因为伤人进去过2次。如果杨涛真的是沈华章的孩子，
我觉得不能排除他为了报复沈华章，加害沈小舟的可能。好，那你就接着查。现在李达达的嫌疑重大，情况又多，赵厚刚已经派出去3组人马了，人手有点紧张，你分配一下，留下你用的，其余的调给他。一个人跟我，其他人好好配合赵组长工作。是，放心吧，好好配合。没有你，跟二队打不起来。我要抓李大大，不是抓，是查，查了就抓。准备去那边了，想好了吗？想好了。你去吧，你跟我。哎，连队，抱歉，是为了老马吧？你放心，我不会冲动。林子比你有经验，好好配合，不要冲突。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。知道了。渴了，我去买杯喝的。车底留人，帮我带一杯冰的。行，知道了。哎。哎，老贾，忙着呢吗？你给我帮个忙。最近干嘛呢？哎呀，我这昨天呀，我这不知道是受风了，就这块还是睡落枕了呀。我这哎呀，特别不得劲儿。帮你按按。哎，前2天那个杨涛婚礼上都谁去了呀？我听说怎么还闹不愉快了呀？可不是嘛，他爷2个把桌子都掀了。哇！不过这杨涛是个好孩子，可是他爹不行啊。他儿子结婚他耍酒疯，什么玩意儿啊？这岁数都活到狗身上去了。这杨宝阁闹啊，我听说是不是因为沈华章啊？这醋都吃了几十年了，一肚子酸气压不住了。嗨，也别怪人家老杨酸气。想当年沈华章跟丁淑兰是挺般配的呀，是吧？哎，俩人不上过电视呢吗？对啊，上过。90年市里大汇演，他们2个代表我们厂出的节目，一个弹琵琶，一个跳那个什么民族舞。有那水平，那可不是地方台水平，那是中央台的水平。那你说这俩人，最后怎么就没走到一起呢？哎呀，这不是91年嘛，沈华章的爸妈都得了病，沈华章呢就没有时间弹琵琶了。这样一来啊，他跟丁淑兰在一起的时间也就少了。再加上孙秋红非常迷恋沈华章，他是我们厂职工食堂的嘛，他天天跟他父母送饭，这鞍前马后伺候的你就没话说了。这再后来，丁淑兰突然就嫁给了杨宝阁，这沈华章跟孙秋红就成了2口子了。你说那都是废话，这点事咱厂谁不知道啊？他俩为什么分的，知道吗？这还能为什么呀？孙秋红他是过日子的人呢，丁淑兰不是啊。你说沈华章找谁？那是你，沈华章他和你一样吗？是。哎，沈华章和丁淑兰是91年什么时候分手的？是91年冬天，那年我儿子刚出生，跟他爸妈在一个医院。
警察同志，这案子能破吗？肯定能破。一天不破，我们心里一天也不踏实。你是惦记你那海景房吗你？你快别放屁了！小周是咱们畜市场的孩子，多出息的姑娘，让人害了，这仇得报啊！是，得报。如果沈华章和丁淑兰是91年冬天分手，我记得杨涛是92年夏天出生的，记得够清楚的。啊，烫了都。有点饿了啊，给我弄点吃的吧，回锅肉盖饭。刚进去啊！什么东西？为什么买螺蛳粉啊？你没丢烧啊？这臭烘烘的，连汤带水的，这东西丁超违禁品。就这味儿吃什么都臭。来，你再远点，红灯过不去了啊！你快贴他脸上了，你是不是手眼不协调啊？换我开吧，来，你能不能闭嘴？我驾驶技术对你前3。那第一肯定是连队，他那开车动作就跟谍影重重差不多，那技术又快又稳，主要是那个距离感。他连刹车都不带踩的，见缝就钻，那死火。梁海平是不是你爹呀？你好，这里是私人住宅，请问您找哪位？啊，警官你好。刚刚那个车主住哪栋？他住在902栋。我跟着李达达，他带了一个女孩回家了，但是我现在看不清他别墅的全貌，我该怎么办？我怕他动手，我来不及。这个女孩是从哪儿带回来的？酒吧。之前的被害
明白，我继续盯着。嘿，这李兰兰还真利索，也就1个小时吧。1个小时，盯了我100个包。我忘了，痒吗？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问你去哪儿？饭在锅里，你一会儿吃吧。下次做饭的时候，打开气门，用火点一下，不然打不着。油盐酱醋，我都放在显眼的地方了。还有你爱吃的几样菜，我都把做法写下来了，压在罐子底下呢。你什么意思？是要出远门吗？洗衣机你也会用，小周都教过你了。少放点洗衣粉，早上晾出去，晚上记得收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给我说清楚。前些天在电视里看见省城有家店，卖面包蛋糕的，专收像小海这样的孩子。我想带他去看看，能不能收他当做徒弟。去多长时间？50号，就留下吧。好，走吧。不想回来就别回来了。小周的事儿还没有结果，就不要这个家了。眼里只有小海，没有小周。小周不是你生的吗？你以前也是在污水处理站工作？对呀，杨宝阁这个人呐，脾气大，心眼小，跟谁都不对付。是啊，我们都怀疑过，他那儿子指定不是他亲生的。你看他自己长得跟李逵一样，能生出那么白净的儿子，他祖上积什么德了？他不是个东西，我跟他有仇。有一回啊，开他个玩笑。是不是说他儿子？是啊，刚说了一半，他抬手就把我扔到了沉淀池里。就是你们发现沈家姑娘那个池子，要不是有人手快关了阀门啊，我他妈就被吸到排水管道里了。听说你参加杨涛的婚礼了，闹得很不愉快。对，我不应该去。杨涛的父亲杨宝阁，跟你以前有过冲突吗？没有，没说过话。你跟杨涛的母亲丁淑兰关系不错？还行。这跟案子有什么关系？我要问你一个问题，可能会比较难堪，但还是希望你能够如实回答。杨涛是你的儿子吗？
问你一个问题，可能会比较难堪，但还是希望你能够如实回答。杨涛是你的儿子吗？我儿子？杨涛的父亲是杨宝阁，怎么扯到我身上来了？因为丁淑兰。不可能，杨涛怎么可能是我儿子？你再好好回想一下，有没有这个可能性？不可能，杨涛出生的时候我已经结婚了，我跟丁淑兰分开已经有。哟，这忘了，你真够大意的。你们为什么要问这个？因为有人反映了一些新情况，我们必须核实。你们刚刚为什么要问杨宝阁？你们怀疑他？你们是说有可能是杨宝阁？是他吗？这么说，是我害了小周。沈大哥，我们就是随便问问啊，你别想太多了。再说这杨涛要不是你儿子，这不就没有那些可能性了吗？来来来，喝杯水。联系一下丁淑兰。嗯。要不你回避一下？丁大姐，你好。沈小舟的案子有一些新情况需要了解，有个问题不太好问，但是……丁大姐，杨涛是沈华章的儿子吗？你们怎么能问这样的问题？对不起，请实话实说。不是。不是。不是。不信你们验血去。杨宝阁是不是脾气很暴躁？平时有没有对你有过暴力行为？什么？啊，就是他平时有没有打过你啊？没有。他不打老婆。但是他打儿子呀。嘿，你杨涛是不是没少挨打呀？啊？不是。你们问这个干什么？你们怀疑谁？哎，丁大姐，我们这个就是常规询问，别多想啊。这查案子嘛，就是相不相干的都得查一下。这些问题对杨宝阁、杨涛都要保密，好吗？留尾巴，这谁啊？你为什么跟着我们？你们是不是在调查我爸的事儿？对。你们怀疑我爸杀了小周？你有什么情况可以提供的吗？没有。沈小舟出事的那天晚上，杨宝阁在做什么？喝多了。再见。天天带人呐，一天不整能憋死。
不回家，这是要去哪儿？跟紧了。嗯。叔叔玩的好厉害，教教我们。你想试试？好呀。来，走。哇，你好厉害啊！今年还加戏了。这应该是金海集团的产业，还没正式开放。真方便啊，一个人都没有。我去看看。石警官，你住隔壁呢？不吵着你了？他要伤害你吗？你是谁啊？他是谁？你也没说要家人啊！闭嘴！不好意思，石警官。暂时先别玩了，这次能发现他们，及时告诉你，下次就不一定了。去见见先生吧，他想跟你说说话。不去，我跟他没什么话说。先生说，希望你能到国外散散心，玩枪打猎，自由得很，还能看看你母亲。疯了？什么主意都敢出了是吗？你看我干什么？你回去告诉老头子啊，让他以后少管我的事儿。要是再敢对我的事儿指手画脚的，大家都别哄。听明白了吗？
我就告诉他啊。杨涛不是，不是，可我算时间。不是。嫂子回来了，小海。我先回去了。啊。怎么回来了？刚调周，刚调周。千万别误会，你当初为什么跟我结婚？是可怜我吗？不是，你很好，是我自己心里有问题。小孩一生下来是那个样子，我就觉着我对不起你。后来有了小周，怎么那么好看，又懂事，学习又好，谁见了都夸。我和他站在一起，不认识的都不相信我们俩是母女。他跟你像，也跟你好，好像你们俩才是一家人，我就是个外人。你不是外人。你坐回去。后来我才发现，他有什么心事，还是跟我说的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只能让他自己拿主意。他说没事儿，就是跟我说说就好了。妈，做什么好吃的呢？鸡蛋炒西红柿，再煎个茄子啊，青椒煎茄子。你这头发都乱了，我帮你扎一扎，别动啊。好啦，哎，我帮你把这茄子洗了吧。哎，这个也要洗。这不用了。你还记得吗？小周小时候
上小学吧，咱们全家去照相。你想跟小周单独照一张，可小周说什么都不愿意。每张照片都得是我们全家4口。我有时候也想，小周是不是也可怜我，可怜小海？他从小做的事，就是能让我们一家人在一起。现在小周没了，我们这个家也就散了。秋红，我这2天一个人想了很多事儿，是我自己太不知足了。在这个世上，再也没有哪个人比你给我的更多，可我给你的实在是少得可怜。我是一个没心没肺的人，一辈子也没有出过力。这个家所有的事儿都是你扛着，但是我还不知道感激。你走了以后，我才发现家里的活气儿也都没了。今天你们回来了，我心里一下子就亮堂了，踏实了。小周在的时候，我好像总是能在他身上看到我自己的影子。他太光彩了，像个小太阳，把我的眼睛都照花了。除了他，我谁也看不见。我现在才看清楚，这个家之所以是一个家，就是因为你。我后悔这辈子给你的太少了。如果以后你能给我机会，我想补回来。小周没了，我们都丢了半条命，再也不会像以前一样了。我们把这剩下的半条命凑在一块儿，为小海活着吧。我不是怕以后没人伺候我，在你面前装可怜，你也不用可怜我。如果你还想走，我来帮你劝小海。
他听见了。咋可能早就感觉小郑破坏了？杨涛真的不是沈华章的儿子，厂里都流传我们俩是一对儿。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并没有真的在一起过。那个时候，大家都挺现实的，只是相互有好感吧。但是又发现对方他不是结婚的材料，都不会过日子。91年吧，沈华章在老家的2个老人突然生病了，厂里的职工舞会他也不参加了。也就是在那一年，我们头一次听说这个厂里它不再是铁饭碗。现在随着我国的经济的飞速发展，用人单位职工的技术水平要求越来越高。从就业形势看，只有经过培训，掌握了一门实用的技术，到哪儿都能找到工作啊。多少年的职工，没有一技之长，说下岗就下岗。工作也是靠出我怕下岗，也挣钱少。要想挣钱多，我什么都不会，要有一技之长。后来，厂里的职工舞会，我就经常搭伴厂长。再后来，就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情。那个厂长不是岳红兵？不是，91年的时候，岳红兵还只是个普通干部。那个厂长后来因为贪污被抓了，到现在还在监狱里呢。91年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怀孕了，他怕我说出去，保证我不会下岗，还给我介绍了二车间主任杨宝阁。杨宝阁还当过车间主任？是的，后来因为打架伤人被撤了，调到了污水站。他知道孩子不是他的，他一直以为孩子是沈华章的。有一次喝多了还问我，我发誓说不是，其实说的也是实话。6月19号就是沈小舟案发当晚，杨宝阁在家吗？他那天喝酒去了，后半夜才回来。沈小舟出事的那天晚上，杨宝阁在做什么？喝多了，在家。可是杨涛说，杨涛和杨宝阁他们父子的关系怎么样？还能怎么样？从小打到大。说来也奇怪，今天早上杨涛就把杨宝阁叫到外地拉货去了，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。查一下杨涛的位置。好。他在洗浴场。给崔小的。啊，你喝吗？这奶茶怎么喝了半天，一个珍珠都没有？你那边是谁小的？他不爱喝。嗨，这是一杯没有灵魂的奶茶呀！认准了？听说李达达他们耍了你一手。
他肯定知道我们在盯他，我看以后也不用盯了。他故意摊牌，就是想让我们放弃对他的监视。都打明牌了，他也不会动手啊。杨涛会去哪儿呢？跟沈小舟有关系的地方。杨涛是杨宝阁儿子吗？不是。那杨涛他知道吗？不知道。还是不知道的好。来过，又走了，这太明显了。你拉我到这儿干什么呀？啊！哎，不是，哎呀，干什么你呀？干什么呀？这厂子这么大，怎么找啊？老郑啊，你去生活去找，我们俩去工业去找。好。东区9号厂房。在哪儿啊？这太大了，我转向了。是不是你干的？啊，是不是你干的？别喊了，你说啊！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你干的？小周是不是你杀的？啊！杨涛，你别管，我快问出来了。交给我。说啊！交给我吧，我来问。他不会告诉你的，他最烦警察了。烦不烦的，我们总能问出来。你先把扳手放下。不是我干的，他喝多了，他自己摔的。你老实点儿，还是警察有枪，笨呢，笨呢。我没带枪，杨涛，我知道你关心小周，但是你现在这种方式，你想想，以小周的性格，他会赞成吗？我让小周犯法的犯法！小周不会想让你这么干的。能走吗？我儿子，你别准我跟你走，我。坐。谢了。找个窝利器。怎么关内务不审吗？喝口茶，醒醒酒。谢谢。
你习惯用左手？我这个不是左撇子，右手受过伤，没有劲儿。用你的右手，使劲儿握一握。干什么呀？伤情鉴定。这个杨涛没有打我，是我自己不小心撞伤的。你们别为难孩子。你撞到水泥桩子上了，对吧？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，也甭跟我绕弯子，我都告诉你们，沈小舟被害的那天晚上，我喝多了，大断片儿。第二天我躺在我们家洗手间，醒来的时候我全身都是土，我都不知我干什么了，杀没杀人？要是你们认定是我害了沈小舟，我给他抵命。该咋地就咋地，大不了枪毙。把茶喝完。手受伤了，也没耽误你打儿子啊。你爸的右手受过伤？对。之前让机器压过，表面看着没事儿，里头骨头断了好几根，握东西握不住。我夺他酒瓶子的时候很容易。那从酒鬼手里头夺酒瓶子，也是虎口夺食啊！啊，就能握到这个程度？那这要不是装的，那就肯定不是他了。沈小舟脖子上的淤痕是双手造成的，持续用力，而且右手压痕更明显。这个力度不符合。连队，有些事不知道跟你们说了有没有用。其实小舟没有看着那么坚强。你是指？你看，在别人眼里啊，他什么都好，处处都拔尖，从小到大每一步都很成功，顺得很。好像这人看起来就没什么烦恼，谁看到他都在笑。其实他也会哭，挺奇怪的。他从小就把我当哥哥一样，有什么委屈也跟我说，好像我还能帮到他什么似的。他到底跟你说什么呢？也没什么具体的事，就1、2个月前。我去他学校找他，我正好去城里办事，他不在学校，他又出去打工了，在什么厂子给人弹琵琶，他那天肯定是受委屈了，他说什么都不干了，让我把琵琶烧回去。怎么样啊，今天？哦，是挺好的。他那天还哭了很久。您说是不是有可能他遇到什么坏人了？
这些情况我们已经知道了。哎，连队，咱派出去的3组人都回来了。敖小杰交代的证人啊，只在东北找到一个姑娘，是在心理康复中心找到的。什么中心？就是精神病医院。不过这人看着还挺正常的。人呢？本来要带去询问的，结果他呢是不能在没有窗户的房间待着，1分钟都不行。现在随小陪着在2楼接待室待着呢。是这个人带你参加的聚会吗？是，豪哥，但不是什么聚会，就一个人。是他吗？是。他都对你做什么了？别害怕，慢慢说，不会再有人伤害你了。他让我脱光，站在桌子上，然后用绳子把我的手绑起来，然后把我吊起来。能说详细一点吗？脖子，他绑住我的脖子，好几次我喘不上气，快要晕死过去了。他把绳子绑好之后，我就踮着脚，然后他就开始给我换高跟鞋，换了好几双。他说这些都是国外的进口货，我平时连见都没见过。外国买的，怪不得查不着呢。摸我的脚，还有舌头，我实在是太难受了，我喘不上气了，我感觉我就要死了，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。那你醒了之后呢？醒来以后，我就在一辆车上了。那个人他就跟我说，只要我敢说出去，他就杀了我全家。他知道我老家在哪，他也知道我老家的门牌号是多少。他给了我钱，然后给我买了机票让我回老家。可是我真的太害怕了，我不敢出门，我每天晚上都做噩梦，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。你们会保护我吗？李达达就是杀害王一山贾贝贝的凶手，这个结论没问题吧？杀害沈小舟，他也有嫌疑。好，接下来要确定，现在抓不抓？我觉得抓当然可以抓，可抓了以后怎么办？啊？现在只有人证，罪名也就是涉嫌非法拘禁、故意伤害。可能把他和3个死者联系在一起的直接证据有吗？就算我们突击搜查李达达所有的住宅，有把握找到证据吗？李达达的心理素质怎么样？预审能有突破吗？反正你的意思是现在不能抓，那接下来怎么打？李达达干的这些事儿，他爸知道吗？哼，掌握证据之前，就当他不知道。证据要在李达达身上找。可是这小子现在警惕性太高了，肯定不会再次作案。
我们怎么找？不一定。什么不一定？接着说。我是说，以李达达的性格，他不一定不敢再次作案。我觉得他是很自负，甚至可以说是很狂妄的。没错，这小子特别狠。就拿那2起命案来说，抛尸地点都离居民区不远，很快就被发现了。他大概觉得查不到他头上，警察都不是他的对手。那次交通肇事被抓，他给我的就是这种感觉。抱歉，随地吐痰。所以，如果条件允许，他一定会再次作案。是穷务局说的，这个行动比较危险，英子外形又不合适，所以决定从特警队抽人。哎，没选你不关我的事啊。你敢说这个决定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？那领导决定的，我能说啥？你一句话都没说。你考虑清楚，不要失去我对你的信任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连队说了什么。我说，你脚长得不达标。怎么了？有事儿？石强峰说我不达标。就这还不达标？虽小，不是达不达标，是危险性太大。我怕危险吗？传出去说咱滨海大队没人，被人笑话。我觉得嘴角可以，而且他的长相集中了2个被害人的共同点。那就这么定了啊！不行，我找处局去。要想等李达达再次作案，就要先让他放松警惕。我们会通过非官方的渠道发出消息，说敖小杰已经认罪了，针对李达达的所有侦查行动已经全部撤回。然后我们给他送上一个完美的目标。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，李达达是有能力获得目标对象的个人信息、家庭背景，所以我们要为隋晓打造一个完整的个人背景。这些信息要录入系统，确保可查。他的近期经历就是几个月之前跟家里闹翻，离家出走，来到临川，暂时无业。另外，更重要的是他的网络信息，社交网络个人相册，这几天至少要做出半年的个人相册。社交网络最重要的就是照片，自拍和写真穿插着来，一部分外拍，一部分拍好了 P 图。辛苦各位，至少300张，要不同季节、不同发型、不同服饰，另外妆容也要有变化，注意光线，跟你选的那个照片的背景要一致，要做到天衣无缝。没问题，你们网上看到了很多网红照片，其实就是 P 的。大家是负责个人相册的文字内容，自己写，转发热帖都可以。这个文字要看上去物质的、虚荣的、庸俗的、人云亦云的都可以，符合人物性格就行。
这个李诗雅，英文名 Lisa， 是个容易上当的女孩。最后，最重要的是要严格保密，千万不能对外透露任何信息，因为这关乎我们这位女警察的生命安全。老雷，要是换到抗战时期，你可以干潜伏。干活吧。这个直男都喜欢。要不就他留着。我怎么不行啊？我这就可以啊。他这个可以。哎，队长。哎，对，还说是我写。咱写点什么呀？哎，队长，我写的。怎么样？你还能凹这么干的造型？滚，下一家。别看你的车。你怎么不在洗手间换好了再出来？节省时间啊！你以为我故意偷给你看的？多吃点肉。喝。走。啥意思啊？啥意思？你们都公开了，老规矩，全部喝完，让我们啊解解气儿。哎，对。别闹了，你们。想撑死我？喝！别喝！你怎么不给川喝呀？我还想喝。
我找不着合适的，你就是钻牛角尖儿，你怎么就非得找幼儿园老师呢？幼儿园老师每天都跟孩子们待在一起，那肯定是世界上最温暖、最阳光的人。咱们警察接触的社会阴暗面太多了，所以我就想着，哎，两个人，你这就自私了啊！你不能老想着让人家温暖你啊。没有，我也能温暖他呀。你别看我平常开锁开得好，我做饭也好着呢。我工作上的那些糟心事儿，我绝对不能跟他讲。然后，我们俩下班，然后就在一起，两个人高高兴兴过个小日子，那生活多有劲儿啊！没错，这生活呀，就得过得有劲儿。这两口子过日子，其实就过个热乎。别看你嫂子那人火爆脾气，但这火爆，它不也是温度吗？是吧？哎，老张，出来了。这石江峰不是说他每次都带个姑娘走吗？请示一下连队。他今天不会作案了，回来吧。很好，再弄点海边的。行。这是我刚想的。很好。差不多行了吧？你来，我哪会啊？不会少说话。就在里面，小心点，不要急于接近他，顺其自然，随机应变。有危险就发个信号，我们立马冲进去。哪会那么快有危险？我进去了。可惜又不能进去。没事，这才是第一天，李渣渣还不一定能注意到他呢。一个人吗？自己喝多没意思啊，就跟我们喝一杯嘛。多喝。
了，还是应该进去几个人。这是李达达选择目标的地方，他不会有过激动作，这个习惯不会变。东西掉了！啊！东西掉了！这个吗？这不是我的。不是吗？天亮的。你带他找上他了，不会那么顺利吧？别急，在筛选。真的还是假的呀？我跟你说，假的，我不知道去哪儿买。还你。不试试？又不是我的，我试它干嘛？要是合适，它就是你的了。现在这搭讪成本都这么高了吗？我不想什么成本，我就是想给他找一个合适的脚踝。你那要是合适，100条我都可以送你。这么大吧？那我就试给你看。啊，这鞋也太难脱了。你这双鞋设计不好，回头我送你一双，又好看又好穿的。你不会是想现在就带我回家吧？我连你叫什么都不知道哎。我没那么冒昧，一条链子能认识你，已经赚了。粘上了。发朋友圈了，你看到了吗？看见了，李诗雅，这是你真名还是网名啊？当然是真名了，我网名叫 Lisa。自己一个人这么晚跑到这儿来，家里人能放心吗？闹掰了，都已经相互拉黑了，谁都不联系谁。
他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徐光海，得了吧，我来奔现的。有一个男的在网上吹，他年薪过100万，结果我来了一看，连房子都没有。不过我觉得这儿也挺好的，就打算再待2天。房子我有。大吗？靠海吗？靠海的有几栋。你不会是房产中介吧？怎么样？我应对的还行吧？非常好，信息传达的很准确，很全面。演的也很自然。我要是不认识你，我肯定都信了。真没想到这么快就完成了第一步。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？不是加了他的微信了吗？等着他。上次李达达很轻易就察觉到了我们盯梢，我猜是他对我们大队车辆的信息有所了解。现在隋晓已经跟他建立了联系，我想能不能从外边借调几辆车，6辆吧，随时待命。行，准备好6组人6辆车，开车的都得是老手，到时候6辆车同时上路。好。那你们俩谁在大本营协调指挥啊？老连指挥，我上一线，这是动脑子的活，谁上谁下，谁前谁后，下棋子的。海滨比我强。也好。隋晓这次不错啊，第一杆子就咬钩了。那今天晚上要不要再加把火？我看不用。李达达在做选择，如果他没选上，你去了也没用；如果他选上了，他一定会联系隋晓。那就等。哎，这都快10点了，要联系早该联系了吧10点对你来说是该休息了，对我们年轻人来说，夜晚刚开始。你才比我小几岁，装什么下一代？连队，如果他一直不联系我，是不是我们就白费功夫了？如果他放弃了，至少你是安全的。我们再想办法。可是我们都费这么大劲儿了，我不想功亏一篑。我是不是真的不达标啊？他不是没看上你，是连队判断失误，时间不对，他还是不敢。你是不是就盼着我失败呢？
没有，我盼着你立功呢，真的。谁呀？我要立功了。连队，李达达约我了，今天晚上见面。在哪儿见？都是老手，不用教了啊！不许跟紧，也别给我跟丢了。所有人不能掉链子，统一服从连队指挥，听懂吗？是。换车了，随小上车了。李大大开的不是平时那辆车。各小组注意，看清车牌号码。收到，队长。出发。我们要去哪儿啊？那你去看海边大房子呀。那你不是应该白天去吗？晚上去乌漆嘛黑的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你不是说想早上起来闻见咖啡的香味儿，睁眼就看见大海吗？我朋友圈你看的可够仔细的。2号车报告，李大大要右转，3号车跟上。咱不是去你海边的大房子吗？怎么往市里开呀？时间还早呢，带你兜兜风。我喜欢晚上开车，音乐声开到最大，不想着开车，想着飞。怎么回事？李小达手机信号断了，我们的监听频道也没有了。李达达的车上可能有什么干扰器，他刚刚打开了，更新了吗？李大大发现了吗？要不要取消行动？我们马上接近他。你决定，我支持。不，继续跟，这应该是李达达的习惯动作。各小组，随时向我汇报李达达的位置。收到，收到。他的车出速到了。3号车右转。4号车准备。收到。走啊！快，跟上，跟上！坏了！4号车报告，我们刚刚跟错车了。刚刚出现了一辆和目标车辆一模一样的车，车牌号就差1位，一个是 B， 一个是8。哪儿冒出来这么辆车？是在哪个路口开始跟这辆车的？2个路口之前，昆仑路拐过来的那个路口。5号车立刻掉头，走新科路往平安大道查。6号车走京3路过幸福路往回查，沿路寻找目标车辆。3号车左转向南直行，其他车辆向东南方向机动搜寻。这辆冒牌车要是李达达安排的，这次行动已经失败了。别再跟我说失败2个字啊！6号车报告，看到目标车辆刚刚经过京8路路口，沿幸福路向南开，我马上就跟上。各小组注意，重新调整位置，拉开距离，别跟紧了。目标沿国道出城了。路上车太少，
同意报了，前几辆车吧。 1号车、2号车，继续跟着目标。其他车辆拉开1公里，等我命令。我们3号车在2号车前面，我申请加入第1队。3号车，听我命令。小齐必须是。哎，等等。 哎，你请示了吗？他只说1号车、2号车，没说车上必须几个人。已经尽力了，别管了，随他去吧。他要下地狱，让他下，说不定会置之死地。 而后生了。怎么样？孙玉晓的监听频道恢复了，这儿应该就是他木巢了吧？这别墅都是违建的，政府已经下令要拆的。走。哇，好大的房子啊！真的看不到海哎。 明天早上起来就看见了，还是没有信号。信号塔还没建起来呢。饿了吧？我去弄点吃的。嗯。红酒？啤的吧。好。等我消息，时机成熟再行动。哎，怎么没电了？别急，给你准备了个惊喜。你看看你身后。 信号又没了，这别墅也装了屏蔽器啊！开不开？开。等等啊！现在进去了，要像上次在高副学长那样，就定不了他的罪。那怎么办？看不见听不见，万一动手能闹来。我听见落地窗被砸了一下。开。这个锁等级高，我不知道要多长时间。我已经公开。 什么？要可是不是你自己，一会儿你别进去。石强峰，你给我点时间，我大概需要1到2。哎，对。小芳，你守着，我和林子1楼，老张你在小区2楼。是。一个没有。 2楼没人。地下室。别动！警察！别动！把车放下！手别动！ 在哪？把电梯下了。他是警察吧？怎么了？别慌，人还没死呢。醒醒！
行了，把东西放下，小点声。你这吓着我，这可是大动脉，我手万一要是抖一下，他可真就救不回来了。你先把电锯放下。行啊，那你们先把枪放下。可以。放。放。该你了，把电锯拿开。可惜了，本来它会是一个特别完美的作品。你不是谁了？那带他走。证据都被他烧了。冯大队，连队，冯大队，能打开吗？哪有小齐打不开的锁呀？拿工具去了。哎，姐，小齐到，你这不应该是精细活吗？你暴力破拆，也是一种开锁方式。这王八蛋收拾的够干净的。连队，假的，应该是假贝贝的翻版，还是不够，再找。有了，变色，滚动。你醒了？头晕吗？很小。抓着他了吗？抓了。对不起，我们去晚了。不晚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现在咱俩都是挨过麻醉枪的人。喂，爸，我妈要回家，我姥姥今天赶她，说她不管你。那你们就回来吧。能回去吗？没事了？没事了，晚上带你们吃好的。这小子什么都不说，一直在等律师。证据确凿，谁来也没用了。他要拿钱买命，办不到。冯大队吧，我是李龙河。
这两位是专案组副组长赵厚刚、邓海平。啊，你好。你好。对不起啊，打扰你们了。是我要求，一定要见见大家。不过大家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跟邱局表达了我的意思，尊重法律，尊重证据。他对社会、对生命造成了极大的损害，我一定尽力弥补。不过呢，不会以赔偿作为条件请求宽恕的。你们抓了他，是为社会除暴安良，为我们家族呢，也是切除了一颗恶性肿瘤。尽管这个肿瘤是我儿子，他闯了这么大的孽，我无地自容，对不起。厉害啊，抓了他儿子，还给咱们鞠躬。他就这一个儿子吗？他还有个小儿子，在国外读书，据说他给这所学校捐了好几百万美金。那这个李达达是他的妻子啊。警官，李达达的事能否再次审讯？打扰。我想清楚了，我都认。那两个叫什么来着？我干的。还有那个沈小舟，也是我杀的。沈小舟是你杀的？对。什么时间、什么地点、什么方式？要问这么细吗？杀人的时候脑子是晕的，我只能记得个大概。我那天碰见他是在海边，晚上，他一个人，我给了他杯橙汁。有麻醉药，迷晕了，带走了。至于在哪儿干的，怎么干的，你们不都去了吗？不是都看见了？我还干了点别的事儿，都说了吧。沈小舟的学生卡是我放在那个快车司机身上的，想让他当个替罪羊。没成功。包张浩洋的黑料，请水军炒作都是我干的。王小杰就是个马仔，常识不足的废物。还有什么？你们帮我想想。有一个叫坤哥的吧，在哪儿？早就散了。能抓你们就抓去吧，他不冤。我们发现有一辆车和你的一模一样，是你安排的吗？你是不是警察呀？你动动脑子！我要发现你们，我现在坐在这儿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在哪儿啊？啊！那天晚上，你跟沈小舟是偶遇。对。你选择沈小舟的这个方式和标准，跟其他几个受害者完全不同。选择沈小舟风险很大，这不是你的风格。你为什么要杀他？我早就相中他了，不行吗？我第一次在会所看见他弹琵琶，我就喜欢他，控制不住，有机会了不能放过呀。会所？什么会所？
什么会所？敖小姐的公司。怎么会是第一次见呢？在沈小舟做主播之前，你应该就见过他，那关系不还是你介绍的吗？是吗？记不清了。反正他是我喜欢的类型，看见他就忍不住，必须干。我控制不住我自己，我变态。我在国外权威的精神机构做过鉴定，你们查到了吗？我小时候涂成马高跟鞋，被我爸发现之后打我个半死，死的以后我更严重了。那以后我一看见漂亮的脚我就像狗看见骨头，我控制不了，我恨不得吞到肚子里去。你有精神问题。我刚说完。我妈遗传的，我妈到现在还在国外的精神病院住着呢。两面三刀，这李龙河嘴上说的好听，我看就是他安排的，这得花多少美金啊？精神病学鉴定，我就知道没那么容易，在这儿等着咱们呢。我们已经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，接下来是别的战友要打的仗了啊！这按说破了这么大的案子，我们应该高兴，怎么有点高兴不起来呢？连队，您找我石小舟案子有结果了吗？那次你说他要去一个厂子弹琵琶，是什么厂子？是厂子还是会所？对，是会所。我不知道会所是干啥的。哪个会所？我就会在这接着他。我第一次在会所看见他弹琵琶，我就喜欢他，控制不住。他跟沈小舟第一次见面应该是在汉朝会所，可是他刻意隐瞒了这个说法。我查了，汉朝会所就是京海集团的。你认为李达达没有杀沈小舟，另有其人？那他为什么要顶包呢？我不知道。我想接着查。既然我们已经发现了沈小舟另一个反常的生活侧面，就应该把细节摸清楚。李达达的案子，赵厚刚负责收尾。他认罪的事情，
先不要通知沈小舟的家人了。那不要，你接着查。春江潮水回来了。嗯。吃饭了吗？没有啊。你不是说要带我们出去吃好吃的吗？滟滟随波千万里，何处春江无月明。别逗我爸了，我妈早做好了，我俩都吃完了。月照花林皆似霰，空里流霜靠谱。一部分啊，还是一部分啊。我现在很好奇，这些画后来当时这几都搁哪儿去了？那天晚上我发了个微博，要不说有人就特别是跟你说个事儿。我其实是那个那朋友那个话说的，那朋友就特别想在现实中。记得我跟你说过吗？云县20年前的事儿。那个女孩，我一直不知道，她还有个孩子。你想听吗？我最喜欢的职业就是警察和医生，因为他每分钟都在救人，每分钟都在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可爱一点。相信我，你可以的，你会是一个好警察的。如果有一天我想要自己走，不要问我为什么。你怎么来了？不是接着查吗？现在你去哪儿，我去哪儿。红队已经批准了。你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？不用问。你觉得该查，那就查。还有点时间，先去个地方。死者是没有办法开口说话。你想过这个问题吗？世界上有几十亿人，但是唯一能替他们开口说话，帮他们找回公道的，就是办案的那几个警察。有时候就一个，没有其他人，是他们和正义之间的唯一的桥梁，是他们唯一的指望。所以一定要抓对人。从我当警察办第一个案子，我就这么告诫自己。你遇到的第一个案子是1995年，在云县吗？她是我妈。我在案件记录上看到了你的名字，记录上说你们两个曾经是恋人关系。我考上警官大学第一个暑假，他就跟我提出了分手，很突然，也很决绝。之后3年我都没有他的消息。再之后，我毕业，分配到省厅，回家探亲的时候，竟然正好碰上了他的案子。我了解了他那几年的遭遇，我才知道他为什么一定要跟我分手。他不想把我留在那种生活里，
那种生活太糟糕了。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的话，那就证明我已经把我最美好都留给你了。你记住就好了。你觉不觉得他当时的样子很像沈小舟？非常像。但是我一直不知道，他还有个孩子。我不是你儿子。以你的敏锐，就没有查过我的 DNA。我犹豫过，没有。那你是怎么排除我的？查了我的 DNA？ 说实话，我一开始挺恨你的。我以为是你抛弃了我妈。因为你这个人看上去有点冷嘛。后来吧，了解你了，我反而倒希望你真的是。这样最好。如果真是的话，我就当不成你徒弟了。你和我妈是怎么认识的？我上高2的时候，我母亲去世了，也就是那一年，我认识了云帆。你妈的名字叫云帆，她上高3，已经留了2级，她不怎么到学校来。每次我见到她，都以为她是校外混社会的。她不喜欢穿校服。不喜欢留长发，也不染指甲，喜欢像个男孩那样骑自行车，坐在马路牙子上喝汽水，吃羊肉串。他的气质跟我简直就是2个极端，可是我一下就喜欢上他了。可能是拘谨的人更容易被那种洒脱的人所吸引吧，因为自己也想成为那样的人。令我觉得奇怪的是，他居然注意过我，他知道我的名字。你也来看海啊？你就连海平吧。我看你老来海边发呆，谁成绩还那么好？后来慢慢跟他熟了，我才知道他不是故意要装成那样。家里的情况太糟糕了，没有妈妈，爸爸常年长在牌桌上。我想他应该很生这个世界的气，所以他要把自己弄得像个坏女孩。其实那是一种自我保护。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很真实，很可爱。喜欢警察和医生，是说他吧？我从小没人管，本性就是喜欢闯祸。你是个好孩子。没事儿，该怼就怼，还像以前一样就好。那案子难破吗？不难破，很快就锁定了嫌疑人，就是几年来一直纠缠他的一个人，无法无天的一个无赖。总之什么坏事都做，他想要的就很少有得不到的。但是他不听啊，逼急了他能拿着刀反抗。直到有一天，
被追着跳进了河里。因为我跟他有这层关系，所以我不能参加侦查。但是我放不下，走不开，我偷偷的参加了抓捕，而且我还把凶手打伤了。我不应该这么冲动，我应该做得更好，我应该找到更多的证据，判他死刑。后来我也没去省厅，重新选了岗位，到了这儿，就算是下放吧。没想到你还会有一腔血气不管不顾的时候，真想要看你打人的样子。有时间到家里去坐坐，见见你师娘。还有我弟。哦，对对对，他是有来我们这当过表演嘉宾，大学生，想赚点收入。哎，哦，就是张会长的公子，已故的张浩然先生介绍他来的。他琵琶弹得很好，客人呢反响都不错，大概有半年时间吧，一个月有那么1、2次的表演。就只是表演，没有安排其他节目。哦，当然没有，就纯表演。我们这是高级会所，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。再说了，弹琵琶也是弘扬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吧，是吧？表演现场有监控吗？哦，那没有，来我们这都是贵客，我们得保护好他们的隐私。你这是违反规定，再高级的会所也是公共娱乐场所，怎么不安监控？哦，监控是吧？有，外边、大院里都有几个。能带我们看一下录像吗？不，哎，警官，我听说这个案子都已经破了，还有必要吗？有没有必要？你懂还是我懂？这就是他第一次来的试用录像，你看穿的都是规规矩矩的，中国传统服装，都是高雅的艺术。把所有的监控视频录像都调出来。你先回避一下。哦，好的好的。好了，你们看。那你们喝点什么？矿泉水。哦。你们慢用啊。还行，保存了3个月呢。看6月2号的。怕是找不着什么，这种地方坏事都是关起门来干。不一定，不是所有人都会注意监控在哪儿。他来了，自己来的。他出来了，进去不到20分钟就出来了，衣服也没换。应该是还没开始表演。28分钟，他手上拿个什么东西？不会是钱吧？他在车里干什么了？这是李龙河的车。沈小舟怎么会认识李龙河？车上会不会是李达达？车上有司机，李达达自己会开车，而且以他们的父子关系，他不会用这辆车。沈小舟离开这儿以后，去找了杨涛。据杨涛说，他情绪很糟糕，还哭了一场。沈小舟身上到底还有多少我们不知道的秘密？哎呦，对不住两位，你们这事先也没打个电话说一下，董事长不在公司，白跑一趟了。他现在在哪儿？我们可以去找他。有什么事您先跟我讲，好不好？我来传达。抱歉，不方便，
给我个地址就行。这个也不太方便。什么方便不方便？我们是警察。我知道啊，警察同志，确实不方便。我级别不够，这样，请贵局的邱局长给我们董事长打个电话，亲自问一下。有意思。警官，稍等一下。董事长亲自批示，这是他的地址。先加个油吧。真行，好地方都让他们占了，这地方迟早得拆。我们董事长，连队长，来了啊！儿子刚被抓，度假来了这是。来，尝尝，绿色有机无污染啊！我现在啊只吃自己种的菜，用的什么肥料？大粪吧？小伙子啊，你以为有机是什么意思啊？完全是小时候的味道。董事长既然知道我们要过来，我就有话直说。沈小舟可能不是李大大杀的，你认识沈小舟吗？认识。好。你在车里吗？在。他在车上一共28分钟，都发生了什么？如果你的语气啊能够再缓和一点，我会更乐意回答。请问，这28分钟里都发生了什么？哎，这么问就好多了嘛。几个月前，沈小舟刚来会所作为表演嘉宾的时候，我就注意到他了。家境贫寒，修养不俗，天生丽质啊，还学业有成，很难得啊。随着对他的了解越来越深，我就更加的器重他了。后来我想让他来我们集团工作，啊，那天在车里呢，我给了他一份合同，我跟他说，只要他在上面签个字，这事儿啊就成了。合同？可惜他拒绝了，他说不是他的专业，他还是希望啊做他自己的专业。哦，对了，我后来还请他来这个绿色有机的生态园来过，想听听他的意见。他对这个西红柿给的是5星好评。那个合同，他后来还给你了吗？没有，没有签字盖章，这合同就没用。那6月，那请问，6月19号，也就是案发当晚，李大大在哪儿？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我跟他很少联系，见面就更少了。那个时间你在哪里？6月19号我在哪儿？你给我查一下。6月19号晚上，您去集团公司和售楼处的员工代表见面去了，这是当时的视频。金海1号卖得不错，我给业绩突出的员工啊发奖金去了。
然后是聚餐，董事长也去了，到11点钟才散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憋了一路。我能给贵宝地贡献一泡有机生态肥吗？啊，这有厕所，不用。兄弟啊，我早就听说你了，数一数二的破案好手啊。我这个人呢，素来敬重英豪，和平时期，警察就是英豪。惭愧。星海1号卖得很不错，你有时间可以去看看。要是喜欢的话，你跟我说啊。不过我们还是按照流程来，不会让你犯错误。多谢董事长，我爱人呢还真去看过，有时间我一定去看看。欢迎欢迎。两位先生。他这个不在场证明够硬的，有视频，又有一屋子人证。农庄的门口本来是有监控探头的，现在拆了，那门上还留着有印儿。为什么拆了？怕让人知道19号那天都有什么人来过农庄。沈小舟去过？不能吧？这几十公里呢，而且咱们连沈小舟怎么离开那条街都不知道。还有合同，我们也没见过。什么？沈小舟没有还给李龙河，也没有扔了，也不在学校，会不会在家里？上次我们没注意。要是案发当天他带在身上呢？你想啊，他为什么会带在身上？还有，真的是合同吗？你们找什么呢？沈小舟有没有拿回家过一个牛皮纸的文件袋，大概这么大？没见过。要，走，要，走。这是小舟以前用过，舍不得扔，留给小海玩的。这是小舟小时候做的，他把小海丢了。小海，小海，我能拿一个吗？我能拿一个吗？好，可以。小海，小海，小海，这个 U 盘是小舟给你的吗？小海。是，啊是，是，不是，是，啊，这个 U 盘应该没坏，有时候小舟拿着电脑回来写论文，就是用它来保存的，他不应该不要了。是沈小舟自己放进去的吗？不知道。这是，还是，这样，
电视啊，坏人。他说电视上有坏人。抢 U 盘，电视上的坏人抢 U 盘是吗？对。小海，跟我们去趟警队好吗？有，小海他们就。我们需要取一下指纹。我们去警队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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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让妈妈先上。小海，你拿什么宝贝啊？去警队，去警队。小海，走。连队长，小周社有眉目了。连队，盒子上是他们一家4口的指纹，这个 U 盘上只有小周跟小海的指纹，没有其他人的。小海不会说谎的，小周不给，他不会拿的。打开看看。好。需要密码。能破解吗？要时间。05261830。打开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小周。这个数字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？好像是我们一家4口的生日。小海是18号，小周是30号。小周，有没有日记或者聊天记录？都是一些专业资料。有没有隐藏文档？都在这儿了。分一分，大家一起找。好。你们吃完饭就可以先回去了。好的。谢谢。来关你的茶饼。发现都没有，感觉都读了半个环保专业了，是一点没看懂。先回去睡觉吧。这么说，李龙河的嫌疑可以排除了，还需要调查。他不在场的证据无懈可击啊！还要干什么？还用自己动手吗？他和沈小舟之间，不是他说的这么简单。海平，按说以你的经验，我不应该提醒你，
你是不是对这个案子投入了太多的个人感情了呢？什么意思？你一直在找不是李大大杀害沈小舟的证据。要是沈小舟真是他杀的，你是不是应该跳出自己的逻辑，重新再梳理梳理？上边催着结案，催是催，跟这没关系。我跟秋菊都可以给你争取时间，问题是我们总得有个期限，有个说法。再给我2天。这个是又审出来的李达达杀害沈小舟的详实口供，你看看，细节基本对得上。没有我想知道的。你想知道什么？不投入，也是心理上的一种自我保护。可是控制得住吗？调查的越深，投入的就越深。有时候，在最绝望、最黑暗的地方，是需要这么一股劲儿撑着你，继续往前走。哎，怎么了？这个人你见过吗？没有。谢谢。你见过这个人吗？没有。师傅，您看看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还没见过。确定没见过？确定。询问见过这个人吗？没有，没见过。师傅，您看看有没有看见过这个人？有没有看过这个人？没有，没见过。冇。啊，没有。仔细看看。没见过。谢了。来，乾隆湾，来上车。乾隆湾的有没有？乾隆湾的，来，快，上车就发车了啊！快，来乾隆湾的，还有没有乾隆湾的？哎，大哥，坐车吗？警察，你这个车是公交车吗？是不是？警察同志，我这是便民服务，不挣钱。我是查车的。你这个车每天都来吗？发车到哪儿？我是查命案，说实话。那个去乾隆湾，哎，不是每天都来，一周也就来一次。一周来一次？哎，难怪。对呀，也就是让村里人和景区的工人进城办事儿、买东西，15块钱一个人，也就够油钱。6月19号来了吗？6月10，我查一下日程啊。6月19号。19号。哦，来了。
这个人见过吗？原来他是这么消失的。他真的去找了李荣和，要拿到沈小舟去过李荣和家门口的证据，才能确认。下车的拿好自己的行李啊！快点，快点！离你慢点啊！他就是在这儿下的车，我可以走了吗？来，走。离李龙河的农庄还有6公里，这么远，怎么去的？问问他们。要是有人拉过沈小舟，他们肯定记得。师傅，你拉过这个人吗？不记得。你好，警察，你们见过这个人吗？没见过，仔细看一下，真没见过。师傅，你拉过这个人吗？没印象。你好，警察，见过这个人吗？没拉过。师傅，你拉过这个人吗？没拉过，没见过。你们今天有谁没出车？有，我们村的祥子今天没来。几天没出车了？有3、4天了吧。你有他电话吗？您好，您拨打的用户关机了。你能拉我们去找他吗？我们付车费。哎，警察还这么客气，不用给钱。祥子，祥子，祥子，哎，别敲了，没人。前几天一大早就走了。你看，我说嘛，去省城了。你是亲眼看见他走了吗？我看见车走了，他走到这儿天还没亮呢。再说他那车也好认，车头漆了个变形金刚。他父母呢？父母早没了，就一个女朋友在省城打工。在省城什么地方打工？哎呀，祥子真说过，在一家高级餐厅卖海鲜，听说一个外国螃蟹能卖1000多块，我还跟他开玩笑说这哪是吃蟹子，这不吃路费的吗？是吧？他怎么不跟着去省城打工，留在老家干什么？省城打工他累呀，咱这景区一火，开车也挣不少。之前祥子一直合计着，说是那个再干2年，那个就回来跟女朋友结婚，到时候也开个农家乐，也卖海鲜。咱这卖海鲜不有的是吗？何必吃人外国来呢？按理说这应该回来了，他平时也就去个2天3天。如果是祥子送的沈小舟，恐怕他们已经找过祥子了。他们怎么知道祥子的？你忘了，农庄的门口原本有监控的，而且祥子的车很好认。那祥子是被他们威胁跑路的，得找到他。你们回来了，连队，我有点新的发现。沈小舟的 U 盘，我来来回回看了好几遍，大多数都是学术相关的论文，标题跟内容都标记得很清晰，但是唯独这2个文件不太一样，我就单独给拷贝出来了。这2篇报告主要讲的是某化工厂土地污染情况的。标题不清晰，而且内容也有被人删减过，有人刻意把化工厂的名字，还有环境评估机构的名字给删掉了。但是我发现，你们看，这个是不是很眼熟？
本地的。对，这个化工厂早就已经不是什么化工厂了，现在已经。祥子姓李，有女朋友，省城高档海鲜饭馆。行，就这么多。抱歉，就知道这么多。没问题。省城呢有几家海鲜馆的，人都空出来了，给我24小时，我连夜过去。拜托。你还跟我？
等我下。我刚验算了其中一个污染物重金属汞的一组数据，根据原始土壤中的污染水平，这个修复方式和药剂投放量的 ，OK， 原理我就不和你们详细解释了啊。总之就是很难得到环评报告中的这个结果，去除99.9%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你是说，这报告是扯淡？这个也只是报告，说不定这块土地已经做过进一步修复，已经达标了。要想知道现在的污染水平到底有多高，最好现在就去做一份土壤采样，我来重新分析一下。恐怕沈小舟已经做过这个事儿了。沈小舟如果要对土壤采样做污染物分析，是不是也在这个实验室？对，我查下记录啊。沈小舟还真有。6月5号，沈小舟借出过土壤采样器。如果他是在这做的实验的话，电脑里应该也有数据。不好意思，上次电脑坏了，数据都丢了。干什么呢？没什么。Question code。你说什么？我说电脑数据丢了，恢复不了。会不会是他们干的？他们够忙的呀，到处灭火。我们想向你借一样东西。要是沈小舟真的发现了这么大的秘密，那等于是往自己身上装了个炸弹啊！这李荣和还是人吗？吃着自己种的绿色有机无污染的菜，然后在有毒的地上卖楼给老百姓，这就是那种无良的奸商。咱们先得确定沈小舟有没有采过样，金海1号的土地有没有毒，万一真的达标了呢？要不先申请搜查令，把金海1号封了吧。这个事儿也得悄悄的做。先在车上眯一会儿，天一亮，你回队里找几个人，到金海1号去找我。你自己去干嘛？这样离我们近的呢是叫望云海，让您足不出户，一打开窗就能感受到大海的感觉。整个小区内呢就是有健身房、主题公园，然后还有我们的幼儿园。那您慢走。哎，先生。喂，你好，我叫连海平。你们李龙和董事长叫我过来看看房子。啊。连先生你好。他可能也没跟你们打过招呼，我也是临时起意，你要不要跟他请示一下？哦，对了，我认识你。你们李龙和董事长不是给业绩好的员工发过奖吗？你得的是头奖，他给我看过那个录像。啊，那不必请示了，我要不先带您看一下咱们的样板间，您要是喜欢的话，咱再说。我不想这楼上楼下的跑了，有这个样板间的视频我看看就行了。我是在公安系统的，比较看重小区的安防，你给我介绍一下。啊，行。小区的界墙全部安装有红外线探测器，连接到我们的中心主机，一旦有人翻墙，立马报警。小区的监控呢，也是全方位无死角，甚至是重叠的，这叫过饱和监控，安防水平绝对是国内一流。业务很熟练，恭喜你得头奖。对，其实那天挺突然的，也没人事先通知我们，这董事长突然就来了，大奖直接砸我手里了，就跟捡钱似的。
视频监控保存多长时间？90天，最高标准。喂。好。我几个同事也是相关部门的领导，也想过来看看，都到门口了。嗨，欢迎欢迎！我现在立马去接他们。他们到了你就带他们转转吧，不用管我了。哎，好的。空气是真不错啊！哎，先生，您这箱子难一路了，要不然我找个……哦，不用，那个有纪律啊。他们把数据都删掉了，那能有视频吗？试试吧。就算是拍到了沈小舟，也构不成证据，对他们没有威胁。再说，他们没有我们这么有耐心。哎，咱们这小区离这个海边真是够近的啊，走过来有3、5分钟，总共加起来也就200来米啊，真好。但是会不会潮啊？这离海边太近了。不会的，咱们小区的这个防潮措施做得非常好。哦，哎，这附近有没有幼儿园啊？有，咱小区内部就有。哦，那挺好。哎，我听你说话，你这是不是感冒了呀？对，最近工作比较忙。哎呦，最近感冒的人特别多，得了感冒还不好，他有的吧，他是热伤风，有的是冷伤风，得多喝热水啊。哎呀，这出来都不容易嘛，工作。家里是哪儿的呀？家里山西的。啊，山西那边的呀。哎呦，那你平时能回去吗？我有山西的朋友。放假的时候还是能回去的。哎呦，这是什么呀？这精卫填海。哦，你看这个。这个是我们专门请了国内顶尖的艺术家给我们做的一个艺术品。啊，艺术品啊，对，这是艺术品。我还以为是摆个风水的，这什么艺术家呀？这不花钱不干正事儿吗？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石头也是从海里捞上来的，铁链子捆起来，拴起来。它这个是有一个什么象征的意义呢？象征我们整个小区的大家凝聚力呀。说小了是这个，对不对？说大了就是我们整个祖国的凝聚力，对不对？说大了，这个，人拿铁链子把这石头全都给牢牢的给捆起来了啊！真石头哎！找到了，是他吧？去了，然后大家都在装修。我觉得呀，我还是喜欢这个矮层的，那高的不行。矮楼吧，它接地气。啊，对，你看，有时候我就有这经验啊。这个，你在这个高楼当中吧，你看外面这个景观呀，看领导我回车上一趟啊，你去，你忙你的啊。你高楼吧，你工作的时候吧，你看见下面那种东西，哎，你的心情很好。哎，严队。来，马上送给陈辉。我知道你们在调查什么。6个电话打到邱局那儿了。还有2件事情，沈小舟可能发现京海1号存在着土壤污染问题。京海1号，你是说蓄日厂京海3期吧？就是已经开盘的京海1号。确实吗？这可是大事。我也希望我错了。你想知道的这段时间线有眉目了吧？如果沈小舟能够确认
金海1号确实存在着土壤污染问题。那么6月19号，社团告别会之后，他应该是想去绿城公司，因为金海1号的环评报告是绿城做的。他去绿城，应该是要找绿城的副总户向泽，因为户向泽是他的师兄，可以信任。走到半路上，他得知户向泽出差了，去了青州。他想到他认识李龙河，李龙河向他表示过器重，他就想干脆直接去找李龙河。这些都是我的推测，还没有确认。哎，老连，祥子的女朋友找到了，他说这个祥子根本就没有找过他，手机也失联好几天了。我询问了他饭店的同事，他说的情况属实。好，辛苦了，你们可以回来了。我可能还得去一趟乾隆湾。来，2位坐。坐下一块吃吧，再拿2套餐具。哎，吃过了，一个荤菜都没有啊。我吃素。6月2号，汉朝会所，那个文件袋里装的不是聘用合同，也不是你给沈小舟的，是他给你看的，应该是金海1号的环评报告，对吧？继续说。 6月19号下午，沈小舟也来过。他是坐一辆村民的出租车来的，现在都是手机支付。他扫码付费的时候，支付软件会记录当时的时间和定位，定位很精确。是，他确实来过。抱歉啊，上次呢，我不便跟你说。他跟你说什么了？谈了一些他的专业见解，是关于金海1号的污染问题吗？ 他是一个优秀的大学生，专业知识呢很扎实，但毕竟是学生嘛，容易一叶障目，钻在专业的牛角尖里面出不来。他的疑问，我当时就答复他了，我们会再做一次全面的检测，同时我还找了绿城的户总户向泽。 你们认识吧？我跟户总说，有失误就一定要纠正，这是我的原则。这个事情呢，牵涉的面比较广，也不能轻易的就下什么结论。你这风言风语要是传出去，到了社会上，这影响很不好。 如果有什么负面的影响，这个责任谁都负不起。所以你们上次来啊，我真的是不便跟你们说，即便是现在，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暂时保密，等这个最后的检测结果出来以后再说。 我们调查的是命案，询问的是被害人的去向，
不管出于什么理由，你上次都不应该隐瞒这么重要的细节。有一个故事啊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？从前有一个穷山恶水的地方，那里的农户过的是吃不饱穿不暖、地狱般的日子。后来有一天，村子里降生了一个奇人。这个人从小就力大无穷，长大以后就成了一个巨人。他帮村民们搬走了一座山，还开了一条河，引来了水源。有了农田，有了水，村民们的日子啊，没几年就富起来了，吃饱穿暖了。刚开始呢，大家都很感激这个巨人。可是这个巨人呢，他的体格特别大，他要住像宫殿那么大的房子，还有他吃一顿要顶别人100吨，所以久而久之呢，这些村民就对他有意见了。凭什么一顿要吃1头牛？这太浪费了嘛，还得住那么大的房子。后来这个巨人在搬另外一座山的时候，不小心踩死了一只鸡。哎，就有人把所有的村民都召集起来，他们要审判这个巨人。巨人很伤心，也很失望，所以他就跑到山上自己的宫殿里面，再也不下来了。这什么破故事？你编的吧？这故事你记错了吧？老百姓没那么小气。就算这个巨人帮他们多打了几亩粮食，还吃掉了他们1头牛，老百姓也会知道自己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。况且这个巨人有必要每顿饭都吃1头牛吗？故事的结尾也不对，应该是巨人踩死了一只鸡，被农户的女儿看到了，还没等这个女孩说什么呢，巨人就杀死了这个女孩，对吗？故事毕竟是故事，个人有个人的版本。不过你们这个案子啊，我也打听过，沈小舟是半夜被害的吧？那天他来我这儿，我6点左右就派车把他送走了。至于后来他去了哪里，碰到了什么人，这我就一概不知道了。谁送的？送哪儿了？李总，他办的，啊。你呀，好好回答2位警官的问题，你要一五一十的讲清楚。是。你跟2位警官说一下吧。啊，那天本来是要送他回学校，找到。哦，走到这儿，他非说要下车，不让送了，我就让他下去。我查到这儿有一趟到旭日厂的公交车，他应该是回家了吧？他们说的沈小舟下车的那个地方，一个监控都没有。
但是相邻红绿灯的那个路口有一个监控，确实看见了目标车辆来回通过了2次，时间也对得上。他们推的是一干二净，我差点都信了。沈小舟遇害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咱们去个地方吧。每当案子有想不通的地方，我就会到这儿来跑步。这地方不错，以后我能来吗？上次我跟你说过，我想沈小舟应该跟你妈一样，都经历过那些困境和绝望。面对一个打不过的敌人，该怎么办？怎么样？简单说吧，土壤修复做得很敷衍，几个重点污染物都严重超标，不符合建筑用地的标准。我一会儿把数据发给你们。好的，谢谢。还有要保密。哎，对了，那个环评报告是绿城做的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之前研究过他们公司很多报告，看得出来。我早说过吧，那个护总不是什么正直的人，我见过他来学校送女孩。我们查过。他和沈小舟不是你说的那种关系。我没说是沈小舟啊，那反正也是我们学校的女孩。你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吗？那天是夜里，我从家里回来，在校门口看见的。哪个女生？这个我真没看清楚。再说我也不认识这个女生。会不会是莲花大酒店那个女生？你还记得是哪天吗？5·1假期最后一天。真是这点，这理工科的基地真是好啊！陈队，您找我？李董事长跟我打过招呼了，那份环境评估报告上的问题，小周也很早跟我聊过。不愧是优秀毕业生啊，专业真的过硬，发现了我们忽视的小失误。小失误？我理解他的顾虑，也跟他解释过了。当时可能是我们做环境评估的时候啊，采样覆盖面不够全面。还有一些零星的小地块没有修复到相应的标准，那这是有可能的。但这个问题我们肯定解决，因为这关系到业主的切身利益啊。就算对健康没有显著的影响，我们也必须解决这个问题，刻不容缓。我们现在专业的研究团队已经在研究一些对策了，我想很快就会有一个可行的方案。沈小舟出事那天，你在青州？对。你带着女朋友，对吧？就是酒店监控里这个女人。女朋友看怎么定义了，对吧？她是岳春夏吧？是。咱们就这么走了？该问的我都问了。该说的他也说了，我一直不知道沈小舟是怎么在去绿城的路上知道户相泽不在公司的，现在也知道了。岳春夏跟他打电话的时候说了。对。你说他知不知道京海1号的事儿呢？
么又是你们？我们想再找一下岳春夏，就几句话。还没起呢，病了一场，刺激太大，还没缓过来呢。春夏，连队长他们来了。等一下。我们进去聊好吗？先来吧。我们想单独跟他聊聊。今天的话，本来不应该让你父亲知道，不过他应该已经知道了。你跟胡向泽是恋人关系吧？没关系，我们就是想找你印证一下。6月19号，也就是沈小舟出事的当天，胡向泽在哪儿？在青州，我也在。什么时候去的青州？当天你们一直在一起吗？白天他去见客户，晚上很晚才回酒店，第二天我们就回来了。你跟胡向泽是怎么认识的？是通过小周认识的。19号下午4点，你跟沈小舟通过一个电话，都说了什么？你问过这个问题。小周说，他遇到了一个流氓司机。还有呢？你忘了？沈小舟本来是要去绿城找胡向泽的。哦，对。他问我在哪儿，我说在青州，和他在一起。还有呢？没有了。沈小舟没跟你说他要去找胡向泽干什么吗？没有。他说他手机快没电了。岳春夏怀孕了。是吗？怎么看出来的？哎，我一直好奇，女人怀孕的时候是有什么明显特征吗？为什么有人一眼就看得出来？她的床头柜上有一瓶药片是叶酸，孕期需要补充这个。我还以为孩子是胡向泽的吧？这混蛋连女朋友3个字都不愿意说。我有个推测，需要验证一下，你得跑趟青州，现在就得去。以他们住的酒店莲花大酒店为中心，查周边的医院，到妇产科去问。做检查用跑那么远，你是觉得他们是去做流产的？如果是，岳春夏会是个突破口。那天在青州接待胡向泽的客户不是说，他们一整天，胡向泽都跟他们在一起吗？那个客户本身就是金海集团下属的地产公司。敢做假证，我去问个明白。你这么问可不行。明白，我学你那么问。对不起啊，你早觉得胡向泽有问题，要不是我打岔，把他一查到底，没准现在已经查出什么事情来了。不怪你。现在想想，查胡向泽的时候，正好有人匿名举报我拿黑钱，是他们一直在打岔。胡向泽之前在撒谎。你是说胡向泽有可能当天回来过？
沈小舟的案子他也有参与。上次查过他的车啊，当天走，第2天回，没见他回来过。顾向泽回来，如果不想让人知道，他应该会避开高速吧？我明白了，国道、干道，所有的道路，我现在马上去查。走，还需要人手去支援石强峰。我去。哎，沈琛来回好几百公里，觉还没补回来呢。海平，换个人吧。这我不困。石强峰那小子没我看着不行。这些事儿一旦查实，动静可是不小啊。该多大多大，谁也翻不了天。现在就得动手了，先把网支上。你把李龙河盯住，千万别让他跑了。我带人去盯。既然你说6月19日都跟户向泽在一起，那就回忆回忆，以小时为单位，时间地点都干了什么？要这么详细啊？那哪记得清楚呀？必须得清楚啊！这么大的案子，你把手机打开，看一看那天的通话记录、聊天记录，好好回忆回忆。回忆好了，你给我签个字，按个手印。这案子跟户总关系大吗？不就是情感纠葛吗？你到现在是什么都不知道是吧？情感纠葛，谁跟你说的？真是害你啊！以为是帮朋友解个围，不知不觉就犯法了。好几条人命呢，开什么玩笑？啊？那我现在说，还算将功补过吧。 6月19日，户向泽其实只是跟他们吃了个午饭，然后说有私事要办，女人方面的，之后就没有再见过。很好。我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吧？他们敢做假证，户向泽的话管用吗？会不会是李龙河的授意？但是我刚才一提李龙河，他一句话也不敢说。要不要再吓吓他？不用，你做得很好，我很高兴。 石强峰听您表扬他，肯定得乐死了。查到了吗？没有。李龙河和胡向泽在6月19号的时候没有通话，但是他们肯定有备用号码。那天在李大大家就搜出了好几部备用手机。对了，沈小舟 U 盘里的资料有没有关于？ 旭日厂的查到了，顾先生6月19日上午11点入住登记，6月20日上午8点半退的还。就一个人？对，顾先生是 VIP 客户。咱们这里有市区地图吗？有。哎。 可以呀、连队这么快就派你一个人出任务了，没少拍马屁吧？是。连队放心，我可不放心啊！赶紧把你的计划汇报一遍。谁请你来是？嘿。就一条出去的路啊，就一条路，车不能进，一进就漏了。好，车不进，人进，做好隐蔽，找好观察点，用人把所有可能逃生的路全部堵死，哪怕是一只鸡出来，我们都要知道。
这个是沈小舟 U 盘里所有关于旭日厂的资料，都在这儿了。你是不是想知道沈小舟为什么会被扔进旭日厂？是南方理工大学环境系设计的。这个是沈小舟所在的院系。徐教授是沈小舟的导师。顾向泽。这儿呢，要不再向外扩几公里？他会走那么远吗？够爽了吗？还不够。你为什么觉得顾向泽参与了杀人呢？这种事情更可能是李龙河派手下人干的。沈小舟的尸检报告更符合单人作案。黄医生有黄玉伤，手腕、脚腕都被捆绑过，沈小舟没有。沈小舟只是在腿部、脚跟部有刮擦痕，这是地面拖拽所致。而且他没有抵抗伤，事先被下了麻醉药，更像是熟人作案。李荣和的手下和沈小舟也可能认识。如果沈小舟是在农庄被下的药呢？抛尸地点，顾向泽熟悉旭日厂的污水排海系统，也许他本来就是想把沈小舟冲到大海里。他为什么要砍下沈小舟一只脚？你说他做得到吗？还是没有顾向泽在现场的证据啊。海平，市局领导已经明确表态，一旦查明，严惩不贷，不管是谁，都不放过。所以海平，无论如何，必须拿到让对手无可抵赖的铁证。连队有人找。谁呀？不是说了不用送饭吗？是来给你送饭。我没事儿，这几天就是太忙了。我去买菜，回到家包里就多了这张纸条。爸，今天放学有辆车一直跟着我，好像就是上次那辆车，被我发现了，他还跟。我快他也快，我慢他也慢，我绕圈他也跟着绕。伤着你了吗？没有，他们是什么人啊？案子，嫌疑人。你跟我说到底什么案子啊？是不是跟云帆有关系啊？有人来找你报仇了？不是，你想到哪儿去？那你拿那些照片干什么？我本来想找个时间啊。还有前2天，小叔出车祸也是那些人干的。到底是不是啊？找个时间，我好好跟你说。我可以等，但是小叔怎么办？妈，小点声，我不怕。我怕。要是我的事儿，我就不来找你了。但是小树，应该来。让我想想，啊。我去买点吃的，给我带碗螺蛳粉。你要吃什么？来屉包子。好的。你哪个医院的？警察。
楼上的。你们这是外资吧？就一英文名。我们只接待 VIP 客户。现在新管的病人叫客户。客户的信息原则上都是保密的，不能透露。大夫，我们查的是命案。这位客户确实是预约了6月19号的终止人身手术，就是流产手术，人来了，但是没有做。为什么？这个我记得清楚，女方呀反悔了，俩人吵了一架，然后就走了。就是这个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对了，那天你们有没有发现丢了什么东西？什么？麻醉药。行啊，您小子现在很镇静啊，有连队的传承啊。嘿，你也不谦虚两句。把话少的优点也得学啊。今天晚上就在队里睡，人都撒出去了，有床睡。那明天呢？不能一直住这儿吧？不用，很快就破案了。你们休息吧。休息？大决战呢？我们马上移师乾隆湾。有了。哎，你看啊，这是青州通往本市的一条干道。顾向德的这辆车啊，6月19号下午6点左右的时候从这里经过过，一直到深夜将近12点，这辆车再次反向经过。他回来过，带了几个小时又回去了。辛苦。你猜对了。出来了。连队，顾向德出来了，手里没拿什么东西，看着好像是回家吧。赶紧，小心半路跑了。好嘞。走。岳春夏想要这孩子，说明他放不下胡向泽，他能说吗？他必须说。我刚看见师娘和弟弟了，他们怎么在这儿啊？没事。给我块茶饼。没了。没事吧？哎，姐，你说像前面这车，像这车锁啊，你说在你这儿算精细活啊，还是电钻跟大锤子活啊？这不用大锤，精细活。精细。郑哥，我妈想让我辞职，专业去干开锁去。听说我们小区有个锁匠，都买了2套房了。啊，是，也挺好的。你说干个开锁匠，平时也不忙，挣的也不算少，
而且公安备案这方面，咱们这儿都方便啊。对啊，哎，像你这技术，到那儿不是降维打击嘛，是吧？这齐大拿啊，全能王啊！拉倒吧，我就想干警察。今天晚上这个时刻，拿什么都不换。嗯，我知道。能听到吧？啊，警察找他了，他有点慌神儿。你知道我说是谁吧？对，晚上我会带上他一起，你处理一下吧，好吗？好。你没受伤吧？去找岳春夏吧。怎么这么急呀？说走就走。岳春夏呢？我能理解，女孩子想要个完整的家，跟爱人、跟孩子过幸福的生活，这无可厚非。但是前提是这个爱人是真的爱你，他也想要这个孩子，也想过同样的生活。你们的目标一致吗？你还太小，可能想不了那么远。就算你过上了那样的生活，可是心里边藏着天大的秘密，每天背着负罪感，太沉重了，是幸福不起来的。时间也冲淡不了愧疚，压力只会越来越大。毕竟沈小舟是你最好的朋友。
我早就盯住他了，他是跑不了的。喂，春夏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春夏，我现在不方便接你啊，你现在打个车自己过来。喂，你听到了吗？春夏，有信号啊？春夏，你在，你怎么不说话呢？那你不会反悔了吧？春夏，你听我跟你讲，我给你办好了护照，咱俩去一个春暖花开、没有人打扰咱俩的地方，再也没有烦恼。可你想想，为了咱俩的孩子，你现在必须听我的，马上现在跟我走，明白了吗？啊？你不要犯蠢行不行，春夏？你不跟我走是吧？但你不要跟警察说任何一个字，告诉你，不然我也救不了你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我等你1个小时。这是户向泽送你的吧？一个小礼物，我的幸运水晶，他拿去刻了我的名字。是不是陈小舟出事以后送给你的？沈小舟遭遇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性侵，应该是这种多面柱状体。怎么回事啊？他们为什么带春夏走啊？春夏！你爸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你可以不说。我们第一次去你家的时候，他就已经知道了吧？我该怎么办？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究竟怎么说？同时行动，抓人。你把人带回去，我去趟畜市场。好。胡总，这是去哪儿啊？有人跟那儿等你是吗？没事，我们替你去。分队，这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！所有的口都堵上了，只要人在，肯定跑不了。看这个，知道李东和在哪儿啊？不知道。队长，哎，方队。分队，
把整个农庄给我翻一遍。是。周队，没找到。报告，没找到。哎呀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啊？报告，没找到。吃了晚饭，李龙和还在菜园里摘了2根黄瓜，一辆车都没出去过。马上通知市局，在所有的公路、铁路、机场、码头设点盘查。好。哦，老乡，你是本地人吗？啊，我是。我记着铁龙湾有一条防空洞，你知道吗？就在那边的几里路，早没用了，洞口都关了，进不去。哦，以前你进去过吗？走向是往哪儿？进去过，还挺深的，搞不清方向，走到底得半个小时。能带我去一下吗？啊，可以。哦，你们继续搜，再给我翻一遍，找地道。地道？挖到哪儿啊？防空洞。防空？这得多大工程啊？你们审批过吗？这种人没有什么不可能的。啊，你们跟我走。如果防空洞打开过，那就是跑了。走。好。你们不问话的吗？再等等。如果有什么误会的话，我们赶紧说清楚，我还要赶着出差呢。老实点儿，也不看看这是在哪儿。有误会你就说。岳春夏都已经说了。你给他打电话的时候，我们就在边上。我说什么了吗？我出个差带你朋友玩很正常吧？他跟你们说什么了？她现在还在怀孕期间，激素很不稳定，很情绪化的。他说，6月19号那天下午，你们在青州一家私营的妇产医院，因为做不做流产手术的事情发生了争执。期间，你接了一个电话，就把他扔下，回了临川。你很聪明，没有走高速，但是干道上也有监控探头。你这一去几个小时，凌晨才回到青州的酒店。回到房间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向他道歉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春夏，我错了。我就是想要这个孩子的，从来都没有不想要过。我自从认识了你，我就爱上你了。我想跟你有个家，我想跟你结婚，想跟你生孩子，一直幸福，永远不变。但是我最近出现一件事情。它会危及到我的事业，甚至毁掉我这么多年所做的一切，所以我才会担心我们的未来，跟你吵，跟你闹，甚至还想打掉我们的孩子。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春夏，我告诉你一件事情。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我
我经手的一个环境改造的项目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。沈小舟，他发现了，他非要去有关部门告我们。如果他告成功的话，我会进监狱，甚至一辈子可能都出不来。还有你父亲的那些厂区的改造计划，都会功亏一篑。我刚才就是去处理这个事情，我劝了他，我甚至还求了他，很可惜，我没能说服他。到底这事儿有多严重？你说服不了他，我可以说服他呀。沈小舟，他已经死了。我是真的喜欢他，我是真的喜欢他。他那么优秀，对我又好。小周比我漂亮，他也只喜欢我。我跟小周不一样，我没什么追求，也不想干什么大事业。我不想和我同学们一样，找工作找得焦头烂额，上了班又是996、247，一点自己的时间都没有。我就想跟爱人一起在家带孩子，做蛋糕，有时间了一起出去旅游，这些互相责他都能给我。我和他在一起的时间，我觉得我太幸运了。马上就要毕业了，我的梦马上就要实现了。我不能没有这些梦，我不能。如果这个时候胡江泽出事，我就完蛋了。我想跟他在一起，我想跟他在一起。我是想过小周的，我天天说服自己，为了小周，可是我不敢，我做不到。小周已经死了，但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连警官，小周能原谅我吗？是我的错。小周能原谅我的吗？他能原谅我吗？我错了。小周会理解我的吧？大部分说的没错，除了沈小舟的事儿，那恐怕是他臆想出来的吧？他疯了吗？啊？想用这种方式给我上一个枷锁，留住我，怕失去我。是，我是回去了一趟，但我那是为了处理公司的事情，我根本没有见过沈小舟。你没有见过沈小舟？没有。那你也
没有回过旭日厂。我去那儿干嘛？那你上次回旭日厂是什么时候？10年前。10年前。记好了吗？好了。我刚刚去了一趟旭日厂的污水处理池，就是我们发现沈小舟的地方。因为我看了一张污水处理工程的设计图纸，对，你读博士的时候也是设计者之一。我在那张图纸上发现了一个手动阀门开关。以前这个污水处理池正常运行的时候，阀门开关是电动控制的。阀门一开，池子里头的水就会从底部排到深海里去。已经荒废了那么长时间了，电路当然不能用了，只能靠手动。那个杀害沈小舟的凶手，也是想把他冲进海里。我想，他应该也很熟悉污水池的管路设计。可惜啊，传动装置坏了。阀门没有打开，我已经取到了指纹，比对结果也已经出来了。你还坚持你10年都没有去过旭日厂吗？你是希望李龙河能来救你，是吗？快到了，就在前面。有车，关灯，停，下车。拿下，走。李龙河呢？还没出来呢。分队，人还在，那就好。是。藏哪儿了？警察玩地道战。小杨，到底藏哪儿了？队长，这车有问题。车本都搜过了吧？刚才动了一下。随时停后！
打开。警察，慢慢把手举起来，来手抱头，拉出来，来，1、2、3，慢点，慢点。好难受。一个人躲里边干什么呀？啊？我喘不过气。没事没事，你先喘气啊，没事啊。你告诉我李龙河在哪儿？你知不知道李龙河在哪儿？林子，哎，把车挪走。你本来打算去的地方，我们的人已经去了。这是刚传回来的视频录像。华帝是吧？拍着呢哈。这个啊，这是他们自制的土枪啊。这是麻醉针。这个啊，这是助燃剂，这应该是毁尸灭迹用的啊。来看这边，这个是刚才我们在实施抓捕之前，他们这个埋人的坑啊，这已经挖好了，在这儿。来，对。那儿还埋了一个人，叫沙红丽，外号老沙。你听说过吗？我想那个地方应该还能找到更多的人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假护照和机票，他们就没打算送你出国。那天在青州，我接到的电话是李龙河打来的。春夏，你不要闹了好吗？以后我们有的是机会啊。现在真的时机很不合适，你明不明白？哎，李总，刚才沈小舟找到我这儿来了，还是那个事儿，都给我下最后通牒了。啊，行，那个我现在人在青州，我明天马上跟他当面聊。那些数据不是让你销毁了吗？他是怎么拿到的？这个确实是我的疏忽啊，我没有删干净。因为有一天小周正好要到公司要考一些专业资料嘛，说要回家学习，然后我就让他自己考了。我真的没有想到他全给考走了。请进。顾总。小周。哦，我来考之前说好的资料。哎，不是说过很多次了吗？叫师兄。师兄。哎，你自己考吧，项目全在地盘里面，然后你自己一看就知道。好，我正好开个会去。那个，不要打开那些隐藏文件啊。
疏忽，真的是疏忽。李总，我怎么能？现在他还自己去做了检测，这个女孩不简单啊！我不管你现在在哪里，马上给我回来，听着，我不想再见到她了。行，李总，你先别着急，然后我想想办法。我会给你个地址，1个半小时以后，我会把沈小生送到那儿，那边没有监控。记住，不要带你常用的手机，也不要走高速。不是，你们什么意思啊？啊？不是你们想让我干什么？啊，李总。什么意思？王刚先生说得很清楚，你自己理解。不是你们这。你不是应该在青州吗？哦，这不有事儿还没解决吗？春夏呢？春夏回家了，上车说。小周，你不要那么着急。就算要重新检测，再次修复土壤，也需要时间的嘛。那至少金海1号的房子应该马上停止销售啊。事情不是你想那么简单，马上停止销售，那怎么跟买房的人解释？怎么跟已购房产的业主交代呢？我们不能产生社会影响吧？但这件事情怎么都会有影响，不是吗，师哥？小周，我想求你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能不能把这事放一放？我已经和李董事长聊过了，我们很快会给你一个妥善的处理结果。但是这件事情
从我跟你说到现在，已经过去半个多月了吧？这房子还在卖啊？你们真的会处理吗？金海1号那么大，能住上2、3万人了吧？残留的污染物指标我给你看过了，残留物那么高，可能会致畸、致癌，甚至威胁到下一代，这是天大的事情啊！师哥，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啊？不严重吗？你用你的专业判断告诉我。小周，你毕业离校了，先休假，等你在上班的时候，我们再谈，好不好？我还可以给你涨你的薪资，给你上调10%、20%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啊？你要给我涨工资，那我还要谢谢你了。咱俩不是一直在讨论这个事情吗？理解你，收入对你很重要，还可以有别的奖励嘛。而且以后你家里真的有什么样的事情，公司都会多方的照顾。可是我的苦我跟你一样，我特别理解你。对不起啊，师哥，我不打算入职了。你别这么说，小丑。小丑，我知道你还是信任师哥的，真的，不然你手里有那么多证据，你早就可以到有关部门去举报我们了。我心里真的特别感激你。以后你跟着我，你可能干一番大事业，你所有的想法都可以实现。我们一起。我是相信你们的，但是我是为了旭日厂。旭日厂怎么了？旭日厂马上就要开发了，如果金海集团出了任何问题，那旭日厂的叔叔阿姨、街坊邻居，他们得等到什么时候，他们才拥有自己的新房子住了？师哥，我求求你了，真的现在还不晚。小周，我们都冷静冷静，啊，
管，我们肯定会管。渴了吧？喝点水。老赵，对不起了。你对不起的不是我，真的，对不起。你为什么要锯下他的一只脚？整个扔海里不行的，把那个回味潮水带回来。所以我当时就想，分解开好处理嘛。不是模仿作案想嫁祸给李达达？我要知道李达达这么干，我肯定会。多好的巧合，对吧？李达达本来一股脑都认了。我就是想分尸。没想到，这个事情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实际很难。然后切了一只脚，我想想后面的工作量，我就放弃了。电锯是哪儿来的？那个倒是李达达送我的。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吃烤全羊，然后我就夸了一下那个很好用，他就送给我了。我一直放到车里的后备箱，从来没用过。你是不是喜欢过沈小舟？他拒绝了你？没有，我见过她几次面，我就判断出来，她不是那种容易得到的女孩。女人多的是，我不会在她身上浪费时间。那你为什么要性侵？不知道，一时起意吧，或者恨，我就是恨她，坏了我这么大的事儿，所以我就想破了。后来实在没办法，我就想到了蓄日场，想到了那个排海管道。很可惜，没成功，我还是被你们发现了。后来案子一出来，李荣和还骂我说我当时没有想让你杀他，放他妈的屁！可当时那么说，我还能怎么理解？
小周太天真了，他还去跟李龙和谈，有什么好谈的？啊？他高估了人的底线。那天我看他晕过去的前一秒，他都没有想到自己今天会死吧？他们都在挽救生命，我们也是，我们应该为此感到骄傲，感到自豪，而这份事业也值得我们奉献一生。不一定，要比你们想象的要勇敢。勇敢？勇敢管什么用？啊？他觉得他自己能靠一己之力能撼动这么大的集团，能改变这个世界吗？啊？我撼动了，也改变了世界，不是吗？你也算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读书的时候，还有刚创办公司的时候，我也挺简单的。我有过所谓的梦想，后来接触的人越来越多，经手的利益越来越大，我发现有了财富，什么事都能办到，什么事都能得到。我当时还没成事的时候，我觉得我自己就像一个棋子，谁都可以踢来踢去。那万一有一天我被踢到下水道里呢？我就得在那个暗无天日、又黑又臭的地方待一辈子。所以我必须成为一座山，风吹不动，腐烂终生。回去。打开。当然了，我还差一点，李龙和已经达到了。他做到了吗？你可能很快就会见到他。警察别动，里边那个家伙扔了，慢慢起来。你头怎么了？动塌了砸的？你们金海集团这工程质量不咋地啊，这么细的木棍子。对呀，换钢的不早跑了？哎呀，大队长，你好啊，我们见过面。据我了解，你的小舅子在一家装修公司工作。这2年呢，临川的房地产高速发展，他的收入也很不错，养活了一家老小。查过我，你想说什么？我从来没有假公济私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理解你们，这是你们的工作，你们也是在执行命令。但是中国人有一句话，将在……别说了，跟我们走吧。那好吧，我跟你们走吧。哎呦，靠着。
队长，队长，待不住，快出去！等我，等我！他不会。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我承认，财富啊，它就是一个磁铁，就能把人都吸到这个里面来。它也像海水，越喝越渴。其实，享受本身并不是我渴求的根本原因。对我而言，财富只是一种证明，是一种游戏的积分牌。它确实让我获得了很多快乐，这种快乐让我深陷其中，满足了我内心深处的欲望。一旦这些欲望得到了满足，它就会像毒品一样，让你上瘾，无法忍受失去它。一边欺骗自己的良心说这没什么的，一边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走向不归路，回不去了。回不去了。我确实不知道你说的这种快乐的感觉。给你说说我的快乐吧，随便说一件儿。有一次，我们一家三口到一个古镇去旅游。那时候我的孩子还很小，上1年级。大冬天的，天很晚了，街上的店铺都关门了，特别冷。我们找到了一家店，还开着，它是卖一种用干果和藕粉做的甜茶。我老婆要吃，她爱吃甜的。店主是个老阿妈，就给我们做了一碗。店很小，就我们一家三口坐在那个灯光底下。我看着他们一人一口，热气腾腾的，也不怕烫嘴，抢着吃。我老婆让我吃一口，我没吃。我看着他们，心里都已经太甜了，吃不下。我突然有一种感觉，我们在这个又黑又冷的晚上走了很久，终归我们会在那一点温暖的灯光下相聚。我知道，这是我最爱的人，他们也最爱我。我们过的生活是普普通通的，可是跟他们在一起，就是最快乐的时光。
在我的生活里，从来都没有这样的人。太闷了，透透气。沈小舟就是太善良了，不知道恶人有多坏。他要是一早把证据举报了，就不会死。所以好人总归是斗不过坏人，何况还他妈是个巨人。不能要求善良的人抛弃善良。我们是警察，就是要保护那些善良的、天真的、弱小的人，斩断恶人的尖牙利爪，让他们在伤害好人之前有点忌惮。破案了。这是石江峰，云帆的孩子。走。黄队，辛苦了。秋菊，秋菊，大家都辛苦了。秋菊，任务完成的不错。对。谢谢，谢谢。哎，案子破了，人抓着了。错了，抓了。案子破了，人抓住了，小周的案子破了。新来新人有孩子的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了啊！必须要，必须要！谢谢大家，谢谢啊，谢谢你们，谢谢警察，谢谢。关窗了，我关窗了。哭了啊？我看他们多可爱，
这就是咱们要保护的人啊！要是胡小泽在这些好人中间长大，是不是就不会变成今天这样了？下车，付钱去。还得是天上的，天上新鲜，都现摘的。天鱼新鲜，来2条呗。我今儿不吃鱼，哎，10块钱3块是吧？10块钱3块，15，好，好的。早来你们家得多照顾着呀。谢谢。好，没问题。哎呀，你一个啊！来迈腿。哎，谢谢。坐稳啦。啊。咕咕。咕咕。给。小海走了。等一下，我头发咋了？给。走。北京天安门。天安门。没想到我的种还能当警察。当警察不是要查祖宗3代的吗？我当警察的时候是孤儿，你脸上的疤是连海平打的吗？
谢谢帮助过我的人，让我和你不一样。1点1夜了，就得起来了。别，让他睡吧，睡个够。走吧。哟，精神头不错嘛。怎么不一口吞了？嘿嘿，我也想明白了，这工作，与其交给胃，不如先交给牙。案子结了，我也快走了。哎，你写份材料吧。接班人，你还是推荐老赵吧。当队长，他比我更合适。我的牙还行，还能再啃几年硬骨头。哎。这个送给你，是我照的。谢谢，师傅。